事有终始，知所尽后，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道之终始，将士于人世间。那么这个是人世间的一种福报。我们人何德何能够修道？何德何能又能够得道？在这么多累劫累世的变化之中，我们做过了太多的这种恶端邪说，甚至呢恶行恶状，以至于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没有办法跳出来，也不晓得怎么跳出来，甚至呢根本否认有六道轮回这种事情。那么如果说中国人对于道的理念他是有悟通的话，那么中国人他所讲的道是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上，在每一个时空之下，每一个角落之中，那你不管各家各派，有的偏于一见，有的偏于一种修法，但是呢，主要的这些思想，它都是指出人的根本。所以中国人主要的这三股思想就是儒释道，成为中国人生活里面密不可分的一种指导原则。不管是修儒、修道、修这个佛，那么呢，都是在中国文化里面，那么这个呢，都是属于道。那么在不是主要的这些学术里面呢，那它也是称道，但是呢，我们就不得不区分，有所谓的小道，有所谓的大道。《论语》里面讲，虽小道亦有可观啊，自远统逆啊。虽然是小道，但是呢，它也有它可观的一面，可以吸引人的一面，可以信服人的一面。但是呢，所谓的自远统逆啊，就是说你沉浸在那里越久，你就泥沼在那里，焦灼在那里越久，越没有办法操作。所以为什么要回小向大？毕竟小道呢，它不是我们人生的究竟，整个宇宙生命的源头，它不能够指出来。那所以只有经过大道，才能够指出这么一条路。今天天人师的传下道之真旨，也是要告诉我们这一条大道，本末终始的大道。人呢，按照这些本末终始来按图所记啊，那么总会有尽道的一天。那接近道，可见呢，它还不是道。那接近道已经不简单了。你可以接近道，然后呢，踏上这个登堂入室的一种堂奥，然后呢，你就成为圣贤，成为佛菩萨。所以说这条路呢，说难不难，
说简单又不简单啊。我们看看世间苦难的源头是怎么来的。最大的源头莫过于人的迷惑，人迷了，迷了呢，把这里当作是家，把这个肉身当作是我，把这一切看成是真的，结果呢，让自己在这个好像真的假象之中迷昧不堪胡作非为，结果呢，越是做作，越是沉沦，永无出期人的起心动念呢，不是业就是罪，因为呢，都是迷惑的一个开端那么所作所为既然都是迷惑，他所受的这些生活、这些境界、这些果报，当然就是苦果。所以祸业苦，这个是一个相循的一个轮回人就在迷惑、造业、受苦之中不断的在轮回。那么我们放弃了古代圣人佛菩萨所留下来的这些原理原则，被物欲所蒙蔽，被各种世间的知见所障碍，被这种科技的形象给诱惑了，造成今天苦难的世界。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没有办法跳脱出来，更不晓得我们本来的面目是什么，我们的老家在哪里，完全都不知道。这个就是道之宗旨出现在人世间的原因。那么我们必须要清楚，古大德这些圣贤菩萨，他早就用各种方法来告诉人们，只是呢，道有显有隐，显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就可以来接受大道，那么来修持大道，结果呢，就回归大道。而道在隐的时候呢，也只能够默默的进行，道是没有断绝过的，只是显隐的不同。那么我们必须了解到，今天为什么会有大道普降在人世间？那是因为整个人都已经迷惑了。你说老祖宗的这些规则、这些道理，人们已经把它抛诸脑后，甚至也不承认它。要把它丢得远远的。被称为封建思想，被称为了现在思潮的一种障碍。那我们知道，现在还是有一群人，他接受了这种有志之士的指导，知道说了我们老祖宗留下了这样的一个丰富的财产给我们，那个财产呢是无限的能量，无限的精神，无限宽广的视野。但是呢，你必须用心，用方法，你必须呢努力修持，去得到它。所以呢，你要得到它，你第一个步骤，你必须呢放下你的世界，
见，放下你对于这些境界，对于眼前的这些生活是认为是真的这种想法。也就是迷的观念，你必须把它放下。迷跟悟总是在一念之间的，但是呢，迷总是呢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什么时候我们悟了，可是呢不久这个迷又来了，这个迷又来了，我们又忘记了悟的境界。什么时候呢？我们读到一本书，我们发生一点事件，或者是说受到各种挫败，我们了解到这个道理，有一点启发了，准备呢要开始好好的来力行人生之道，走向圣贤之路。但是呢，因为累劫的习气积得太久了，以至于造成我们随时会忘记我们的那种悟境，那种悟境呢，变成一种向往，变成一种理想，不能够付诸实践。那人呢，终于在这种惰性，在这种习性的因循苟且之下，渐渐的被境界、被物欲所蒙蔽。所以古大德都教人放下。道之宗旨也是要教人放下。但是道之宗旨，它是先佛印着现代的人心所批示下来的，内容呢，完全是中国文化的思想，不离儒释道，而且主要呢还是以儒家为思想的诉求。儒家教我们什么？教我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所以呢，它的前提是君子啊。佛经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你要是善男子善女人，你来修学这些东西，你才有可能成就。那儒家讲君子啊，你君子要务本，小人务本还不够啊。我们没有听说过小人可以务本的。所以君子给我们的一个警惕就是说，我们人起码要做到君子。儒家告诉我们，你看在我们道场，老前人前人他所期盼的我们的这种修行，起码要达到君子的标准。没有达到君子的标准的，那么你这个悟本功夫是假的。人家说悟后起修，你没有悟怎么会起修呢？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啊，你根本不是真人啊，你怎么会有真知呢？更不用说真行啊。所以人是那个根本，人的那个源头是心，心是人的根本。所以成为君子，甚至成为圣贤，那是我们主要的基础。那么你会问，那君子要怎么做呢？君子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我们按照古大德的标准，那就是呢，一个君子他的起心动念都是善的，这样才符合一个叫君子的标准。那你说君子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那所以君子还有起心动念哦。对，君子还有起心动念，而且儒家允许这样的起心动念。人来到人世间，他用肉体的方向
呈现出生命的状态。当他用这个肉体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有起心动念，这是无可厚非的。所以起心动念是没有错，但是呢，你要把起心动念都回归到自信这一点，那就对了。自信是善的，那么你的起心动念是善的。善的都是为别人，从来不为自己。只要有为自己的那一点点的私心啊，那都是恶的。所以君子务本，务什么？务这个至善之本，自信之本。所以自信是我们的本性，自信不是我们的习性。那我们为什么说不说一个人做到善人就好了呢？为什么要达到君子呢？那君子跟善人又有什么不同呢？儒家呢，大致把人分成这几个人的这种等级啊。圣人、贤人、君子、善人，那个贫人啊，贫人就是庸人啊。一般的人，再来呢就是恶人，再来就是小人。大概有这些等级的上的分法。那么在我们的道之宗旨里面呢，我们暂且不去分析这些人的等级，我们的基本的理论就是要站在君子的层次，也只有站在君子的层次，那么你才可以说你准备要修行。各位听清楚了，你是准备要修行，你不是在修行。君子他的起心动念都是善的，所以呢，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了大众着想。所以君子务本是我们自信的良知良人，是至善的。所以善是我们这个自信而发。那你又要问啊，可是这个本性是善的，也有人说本性是恶的。也有人说是善恶相杂的，也有人说可善可恶的，那你到底是遵循哪一个啊？这个是孔子说的大哉问啊。但是呢，孔子并没有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很重点的问题，只是我们后来的人会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呢，在孔子眼中根本不是问题，在孟子眼中不是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说止于至善，至善就是那个我们的本来的自信。我们这些道德礼义的八段啊，都是至善的。那你说，那恶的是怎么回事啊？恶的是我们的习性。所以说人之初性本善，这个人他的源头啊，性是本善的。所以性，当我们落到这个生命的状态、人的状态的时候，他有一个心的造现，他心所做出来的也都是善的。所以这个善的就是君子的本色。但是后来心会变化，心不是直接依照性的一个驱动，它会受到外界的染着，外界的诱惑，结果呢，这个心啊，有时候变成善的，
有时候变成恶的，所以他有时候是好人，有时候是坏人，有时候是可善的，有时候是可恶的，就是这么一回事。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那个会变恶的，那个不是我们的本性，那个是习性。习性啊，是从我们来到人世间之后学习来的，养成的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习性，这个习性依照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不同，他所接触的人事物不同，所以呢，养成了这些习性。我们说个性啊，这个人很有个性，这个人很酷啊，这个人都是他的习性。那这个习性呢，不是我们的本性，本性不会耍酷，本性是纯然至善，本性不会一下子善一下子恶。所以我们了解到君子的本色，那是那种本善的本色。所以君子入本，本立而道生。那么君子还有可能会变成善人，有可能会变成恶人，是因为呢，他这个本啊，还没有完全的抓牢，完全的认清楚。我们说还没有完全悟啊，还有一些迷，没有办法完全放下。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或者说求其放心，那放下的心，那就是呢，回归本来面目。就是本立了，本立你才有道生啊。本立呢，你才能够跟那个无形的接上线。我们这个有用的肉身是有限的，它会成住坏空，生灭变异，它会生老病死，所以呢，这个是有限的。但是呢，我们的心性，它可以是无限的。尤其是那个本善的性，如果说我们能够透过心去证到那个本性啊，那么我们可以跟无限的去接洽起来。那我们跟无限的接洽起来，我们就可以不用死，我们不用老，我们不用病，我们没有这些烦恼。你看现在的苦多不多？现在的病多不多？现在的难多不多？多啊！那这些苦、这些病、这些难，谁能够帮助他们吗？我们知道西医已经走到瓶颈了，因为呢，它动不动呢就是把你切除掉，你就没事了。对，你把那个现象切除掉了，你把这个疼痛的原因呢，用药呢把它止住掉了。但是呢，它为什么会疼痛？为什么会发炎？为什么会有肿瘤？这个西医呢没有办法去探究。那没有办法探究，他就把现象割除就好了。你这个肿瘤好割掉，你这里发炎好让你消炎，你这里疼痛好让你止痛，没事了，没事了。可是呢，那病灶还在啊！你的脾气毛病，你的生活习惯，你这些贪嗔痴爱都还在，内在的贪嗔痴爱，外在的五欲六尘，结果呢，两相结合之下，你的病还是一直不断的在折磨你。但是有的人为什么一割掉就没事了呢？割掉没事了，那表示呢，这个人呢有所警惕了，他不可以再贪嗔痴慢了，他不可以再造这些五欲六尘的，他要回归自然了，他要追求简单了。
这个呢是一个人大病之后有可能的觉悟啊，所以这个人呢，他就不会再发病了，这都是有道理的。所以你看，回归自然，那人的自然生活是什么？人的自然生活就是回归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这个就是人的自然生活。所谓的君臣有义，五伦，所谓的这个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个就是我们的自然生活。你不是回去住在树林里面，那个叫做自然生活啊？不是啊，这个差太多了。你就在此时此刻，就在你的生活上回归自然。然后你对于父母亲，你要做到孝顺之道。对于兄弟姐妹，你要做到悌道。凡是我的长辈的，你要做到恭顺之道。对于我的这个晚辈的慈爱之道。在公司行号里面，你的团队里面有老板，有上司，有你的主管，有这些员工，那么你对上司要讲忠吗？要尽忠吗？那老板对员工呢，要讲理，要讲人，这样员工呢才能够尽忠尽义。这个是回归自然啊。今天谁能够懂自然之道，就是这么一回事啊。你看你跟员工之间那是朋友关系，同才关系，那个同学的关系，这个同就是所谓的朋友之道啊。跟长幼就是兄弟，兄弟在家族里面有兄弟，在外面也有兄弟啊。年纪长的可能就是我的兄弟，年纪比较小的就是我的兄弟，都是兄弟啊，四海之内皆兄弟啊。你能不能用悌道来对待他们呢？你把悌道描绘出来了，你就是回归自然之道了。大家身处在这个自然环境之中，这个社会哪有不和谐的呢？社会和谐了，国家自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怎么会有天灾地变呢？所以天灾地变怎么来的？都是人心变化而来的。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人心的，大自然不会无缘无故造一个灾难给你。你说那个是自然现象啊，这哪有什么跟人有什么关系啊？你看我们古时候的人，那些县长，那些做高官的、做皇帝的，发生天灾地变了，都把这种责任归属自己。父母呢，这个县长呢是父母官啊，所以呢，他的子民发生事情，这个父母官第一个有责任。如果整个国家发生灾难，很大的范围，那么皇帝呢有责任。皇帝啊，下诏罪己，皇帝要闭门思过，而且呢，皇帝呢要向天地忏悔。这样的皇帝呢，才是符合人心的。皇帝忏悔了，他的百官哪有不忏悔的？百官忏悔了，百姓没有不忏悔的。所以皇帝一个人，他就是代表了一整个国家的代表。他怎么做，这个国家的兴乱自衰，就在他一个人的身上。这个县市的这个治理的好坏，
就在这个父母官的身上，都很重要啊，环环相扣，整个国家、整个天下的建立都是这样环环相扣起来的。你看那个环环相扣，它扣起来是整个一个很大的一个面啊。这个面我们称为国家，称为天下，称为世界，称为宇宙。那是不是条条道路都通罗马？条条的这个环扣之间的这个丝线啊，是不是就是通向那个最终极的？所以每一个环节都是道啊。无处不是道，无时不是道。所以我们要找到，在哪里找？在这些环环相扣之中找，这个是道啊。那么国家的基本单位在于家，家的一个组成是夫妻。那么夫妻虽然是家的一个主体啊，但是呢，这个夫妻之上啊，还有一个父子关系。也就是说，整个五伦的关系啊，以父子为主要根本。就是父子有亲啊，亲是亲爱。父子跟父子之间产生亲爱，这种亲的爱啊，是人的本性。所以父对子是慈，子对父是孝，这个就是亲爱。那么我们中国人讲爱，它是有等级的爱。这个等级的爱呢，是很聪明、很智慧的做法。也就是说，人用这种生命的形象出现在这个人世间啊，你不是呢把世间人都当成父亲来爱，这个不是儒家的说法，这个是佛家的说法，是基督教的说法。儒家讲有等级的爱，也就是说，你对于你的父母亲是最亲爱的，对于儿女最亲爱的。再来呢，是对于兄弟，对于这个姑嫂堂侄等等啊，这些再扩而充之。那么这个是合理的爱，这个呢才是呢人性的爱。因为人处在这个环境啊，他没有办法一下子呢，就像佛菩萨一样，就像上帝一样，把他的心呢调到最高处，然后呢，从这个新鲜的道理啊，看到每一个人的原点，所以呢，每一个人都要爱他。但儒家呢，他没有，他的最后境界虽然也达到这个，可是呢，儒家比较讲求当下的现前的这个部分。他不讲出世间，不讲生死的道理。他的那个是因为人有办法处理你这个家国天下的事情了，那就已经是达到圆满了。人的工作就是这样子而已。人的使命、人的责任就是达到家国世界整个天下的圆满，你就可以回天交子了，你就可以回归本来面目了。所以儒家讲的这个是非常气理气机的。但是呢，在做古时候那个时代，他可以抛家舍业，他可以不顾人伦，跑到山里面去修行，然后自己成佛了，成神了，自己逍遥自在了，再来度化众生，或者是说呢，不要来度化众生，这个是他们的选择。那古时候可以这样，
古时候可以这样，是因为古时候的人心良善，自然有一套礼法，有一套典章制度啊，在规范的人世间，所以呢，他们照着这个礼法来走啊，还不会逾矩，还不会超出范围，整个家国世界的运作是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虽然可能有不和谐，但是呢，还算自然。所以古时候的出世间的修行人，他可以这样子。但是现在出世间的修行人已经不可以这样子。我们要知道时运了，知道时机了。时运是什么？时运是儒家收圆，时运呢是白羊应运。你看白羊应运，就是在讲人世间的道理。人世间的道理你都不讲好了，你讲什么出世间的道理？人世间的道理，就是叫我们回归自然之道了。回归自然之道是什么？就是五伦八德。就是三纲五常。你看这个是不是很清楚很明白？但是呢，不容易做到。这比你在山里面修行呢，那真的是还要难修啊。那其实也看人修啊。我们在道场都常常在讲人事问题，人跟人之间呢磨合的不愉快，所以呢有的人就离开道场，自己呢苦修苦练，那么有的人呢继续留在道场跟人相人。那我们必须清楚了解，所谓的人事问题，就是你在五伦八德里面把这些德目做好，所以你只要是在这个世间，你走到哪里都有人事问题，你绝对不能去逃避它。你逃避它，你逃避不了，因为你这个考试没有过关，没有过关，你不可能在心性上有所成就的。我们会讲到心性的问题，但是呢，眼前的问题要先把它讲清楚。所以道之宗旨在教，都是在教这个。眼前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了，你要解决什么心性的问题？所以道之宗旨教我们，你就是孝父母敬师尊，你就是把这个五伦八德把它做好。那么现在的这个出家的修行和尚，为什么成就的很少？这个呢是他们的出家人啊，他们自己说出来的。以前修行人有成就的是出家的和尚，再来是出家的尼姑，再来是在家的男众，再来是在家的女众。以前的人，女人是非常命苦的，那所担的业很重，他们能够修行已经不简单了。那么他们又在家里面修行，那是难上加难，烦恼障碍一大堆啊。所以在家女众修行有成就的很少。但是现在呢，整个颠倒的原因是因为时代变了，天命不一样了。我们不是说要七礼七机吗？那时代变了，你这个礼啊也要跟着走。原理原则不变，可是方法手段会变。所以现在整个颠倒过来了，在家的女众修行有成就的第一。你看我们道场，仙佛菩萨
都说要转成女生。你的身体好修行啊，他造业少啊，他烦恼少，没有像古时候的女性这样这么样的苦难啊。那么他的这个机缘又来了，所以他的影响力也大。你看女众，在家的女众，她呢也可以出来跟人家当官，跟人家选立委、选县市长，跟人家出来去做老板，跟男人一争天下。在我们很多家庭里面，男性的表现啊，比女性差，这个是很多的。女性还是照样要看孩子，还是照样要整理家务，然后呢，赚的钱还比男生多。这家庭太多了啊，可是女性照样有成就。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呢，现在是地天太旺。我们易经里面，天在上面，地在下面，叫天地痞，痞就是否定的。那地天呢，地在上面，天在下面，那就是国泰民安了。这女人出头了。很多道场的修行人、修行的这个领导人也是女性。我们在道场开班讲课，来听课的也大部分都是女性，在家的，所以女性出头了。这时代不一样。那他说了，这个在家的男众。有修行有成就的排在第二，而第三呢是出家的尼姑，再来呢出家的和尚。我们一般人的说法，和尚就是男的，尼姑呢就是女的，这是一般人的说法。当然他们有定义上的不同，我们就不解释，我们只知道这个状况这样就可以说明怎么天地变了？怎么天地变了？那就是呢，白羊时期来了。白羊时期来了，白羊应运了。白羊应运是儒家为主，儒家的修行以家为主，家的主角，最主要的主角是谁？是女人，女人是主要的主角。到现在其实都这样，一个家的这个主角是女人。你看我们那个印光法师他曾经讲，女人啊操控天下安危一大半的主权啊，天下安危要靠女人，不是靠那些政治人物啊。为什么呢？因为啊，女人你要教小孩子，你要在家把小孩子顾好，教育好。你教化出来的那些小孩子，以后影响的这个社会，影响了国家，影响了天下。你如果能够教化出一个圣贤的孩子，那是影响了整个天下。那你说女人的这个重要性大不大？太大了。所以现在是男女平等，其实是平等在这里，平等在于女性的这个作用，在整个世间呢，已经是拉高了，它不再是处于这种被动的局面。所以女性修行有成就的是第一。所以
宗旨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你就是在这里修，那就对了。你就好好修，用心的修。你做人丈夫的，把丈夫的道修好；做人太太的，把太太的道修好。你不要再去把那些成知成见，你的见解，你的这些烦恼过害，通通放在你的心上，你要通通忘掉。你要去其诚心啊，存其真君。这是庄子的话。诚心是什么？你的邪知邪见呢？累世以来，你的那些知见呢？孟子说，学问之道，求其访心。你看，跟庄子想的是不是一样？求其访心啊，这里呢，去其诚心啊，存其真君啊。这道理都是一样的。他接着讲，其事欲生者，其偏激浅。欲望深的人，那么他的偏激呢就浅。偏激啊，就是跟天这种感应的这样的一个机缘。用粗浅的解释，就是这个天机，就是对于性理心法那种来自于天的根源，那份了解与得到，你的机缘是很浅薄的，所以你对于这些道理你吞不下去。探及生命的学问你没有兴趣，倒是赚钱是很有兴趣的。所以现在想要赚钱的人，想要发大财的人还是很多，而且这种现象呢越来越明显。现在有个乐透场，好几期没有开出来，那就累积到上亿元。你看这个3亿5亿，你中一次就一辈子就不用再工作了。每一个人都想中那3亿5亿的，所以呢，这个大乐透在开奖，大排长龙，每一个人想真的要。那这个人是邪知邪见，这个是社会的乱源呢。每一个人都想这样子，那不是社会的乱源是什么？上次我还听说道清，他如果有没有中乐透彩，全部的钱拿了捐给道场，盖大庙，这个都是邪知邪见的，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我们后来会继续讲到因果的问题。所谓一因一果，莫非前定。你想要得到这个财，是你命中有的，你命中没有，你想要得这个财，那你再怎么签也得不到。但是呢，因果的道理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渺茫了，太遥远了。不要说我们修行人，对于这个一般人啊，那几乎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因为我们现在所受的果，我们看不到因啊，看不到因是因为真不晓得是哪一世结来的。哪一世结来的会造成今天这样的果？所以呢，你因为不知道，所以你不承认它。有的人不相信它，世间没有因果，因果在哪里？看得到。在乡下那些农夫，他们就会讲这种话，谁看到因果了？就是因为看不到，人没有智慧去看到它，
结果呢，就造成大家呢胡作非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依现今的福报，我要来做我该做的事情，想我该想的福。痛苦了呢，再来怨天尤人；痛苦了呢，再来骂天骂地。这个是渔夫渔妇。如果晓得一所莫非前定的话，我们就不会期待说你去签大乐透会得奖。如果那个财是你的，你不用签，他也会用各种方式来给你拿。这就是甚析甚深的道理。那所以，在这个道夫宗旨里面，我们要强调，先佛把这个道的宗旨把它标示清楚，把它明白的写出来，就是让我们还没有感应道的，你要照着这个道之宗旨来做，那么你就会入道，所谓登堂入室。所以各位，老师没有传道给你你不要认为老师有传道给你老师只是指一条路给你那老师如果有传道给我的话，那我根本不用修行老师帮我修就好了，我可以不用背因果，老师帮我背，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说？老师一切都帮我做好了，但是不是道是你本来有的天地还没有生成之前就有道了，那你这个道呢，是印着天地还没有生成那个道来变现你这个人，所以你这个人跟那个天地还没有生之前其实是一体的生天生地生人之后，你还是跟天地一体的，因为都是从那个道演化出来的嘛。这个我们以后会陆续讲到。那所以说你要聚集诚心你要放下，你要抛掉你的船。你的烦恼是什么？你这样看，庄子有一个寓言这个一条河有两条船这样对驶这样在一个浪花的打击之下，一条船就撞到了另外一条船，然后被撞到了这一条船的船长的船家当然就出来了指责对方骂对方你怎么不把船开好，把船控制好？你的船这样撞到我的船了，那你要不要赔偿？另外一个船的船家跟他说对不起，那我给你赔偿。那受损伤的这一家的船家那个气才消了。消了之后没多久，又有另外一条船来了。这条船也是不偏不倚的撞到了同样一条船。那这个被撞的这个船家又出来大骂他，特骂，今天怎么那么倒霉，连续2条船撞到我，你们这些船家到底会不会开船那怎么就撞上我呢？他骂了老半天，对方的这个船家也没有出来，我让他更气了。你这个家伙，赶快给我出来！我这个船被你撞成这样子，你说你要怎么办？结果叫了老半天，对面的船就是没有人出来。
没有人出来，他就奇怪了。想办法跳到对方的船上去找人，躲起来了，不敢见人了。他准备了拳头已经准备好了要揍人了，结果呢找来找去，那艘船根本没有人。根本没有人，但他呢也是一个大疑惑，怎么没人呢？没人怎么会降到我的船呢？那也真是见鬼了，今天真倒霉了。好，念一念就没事了，气也消了，跳上自己的船继续开走。庄子用这个故事做一个很好的比喻。也就是说，你要空掉你的船啊，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世间的现象空掉呢？你看，你对于那条空船，你可以放下，因为你没有发泄对象嘛。没有发泄的对象，你当然只好放下。你不放下又能够怎么样？庄子说，你把所有的事情通通看成那条船。凡是呢，所有障碍你的人、侮辱你的人、责骂你的人，你通通把它看成那条空的船，那你不就是气也没了吗？怒也生不起来了啊，你的个性也找不到了，你就空掉了嘛。这个就是空船啊。你会生气是因为对方有一个人在那里。有一个事物在那里，所以呢，你会跟这些人是起分别、起对待、起执着，所以你的无明妄想就不断的产生。每一个生活细节你都有这些人物对象，结果哪一天你碰到这个空的对象了，你分别执着没有了，你的这些头脑观没有了，你就是放下了，你就是要去其诚心啊，你要求其放心啊，你要学会去放掉那个心啊，这个是我们道之宗旨告诉我们的。所以要空掉你的船，空掉你的头脑啊，空掉你那份对人的这个知见，对人的妄想、分别与执着。然后呢，再对于事情，再对于境界，所有一切都应该空掉。只有放空，才是回到道唯一的一条路。我们以前做过一个实验，在这个玻璃管里面，哪一只动物可以逃出升天的？玻璃管一端是封住的。一关呢，那这封住的这一端呢也是玻璃，然后照这个日光，这一端呢是开口。哪一只动物呢可以逃出来，往这个开口逃出来？结果用了蝴蝶，用了蛾，用了蜜蜂，用了苍蝇，哪一只逃出来了呢？所有的动物都往有光的这边跑。结果有光的这边是封住的，苍蝇当然也往这边跑，可是苍蝇刚到这边没挡住了，结果就乱窜，就从这里乱窜出去了。所以苍蝇它没有知见啊，它没有规章法则，它没有相关的原则，在它的这个脑海里面没有，所以苍蝇代表那个没有头脑。我们说无头苍蝇啊，其实这个真是很好的比喻啊。无头苍蝇不是对的哦，无头苍蝇是一种状态，是可以让我们学习的。我们把我们的那个头脑的知见、那种烦恼、那种分别对立，把它放掉、放空，你就可以逃出升天，你就可以呢登上这个成圣成贤之路，回归本来的面目。这个是科学家的实验告诉我们，
呼应的这些圣人的说法，我们才知道了，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因为累劫累世的习气造成我们在这里这样动弹不得。你担心吗？我今天变成这个样子，我不晓得回家的路，我没有办法来去自如，你担心这样子吗？所以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就是这句话。这句话呢，有它的深意在里面。这个深意是什么呢？这个深意就是君子务本。君子人因为他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为他的。以后我们会讲到善恶的标准。善呢，就是完全为他，只要有一丝一毫的慰藉，那就是恶。那君子呢，都是为善的，所以君子务本。那君子知道这一切的道理，所以呢，他能乐得做君子都是做别人为别人的事情。那小人冤枉呢，是因为小人呢都是为自己，想到的为自己，就是各种烦恼、各种习气现前，造成他今天的生活没有办法自如，各种障碍不断，各种这个疾病缠身生活不顺遂家庭不美满这个小人冤枉做小人你做了小人，你还不知道冤枉你要跟这个青天大老爷、跟玉皇上帝说你是冤枉那今天必须要人告诉你，你不要再冤枉下去了吗？不要再冤枉下去了，你就要来接受这些圣人的教诲，接受老人的教诲。早安。那最近有一部电影要上映了，那么这一部电影呢，就叫做2012。那这部电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社会舆论，大家都在批评应该说大家都在评论这件事情。那么电影里面的内容呢，是根据玛雅文化，这个古玛雅国预言我们这个人世间2012年就是一个末日之年也就是说呢，世界末日快要到了，就在2012年。那么2012年离我们已经非常非常的近我们已经迈入了2010年了。这么说，世界末日还有2年那么世界末日还有2年，这是不是真的呢？这个从各种现象界来看的话，那是很有可能。现象界所呈现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世间现在所呈现的各式各样这种小型的毁灭都已经在上演，每天不断在上演譬如说呢，在非洲坦桑尼亚或者是卢安达这些国家，那他们每天呢连吃都吃不饱。为什么吃不饱？因为他们种的这些植物种的这些菜已经不会生根结果，没有东西吃了。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呢？用国际补助的一些麦，或者是一些玉米粉，然后呢加一些土，那他们当地人认为可以吃的一些土把这个
小麦粉跟土和在一起，然后下去烤。那因为吃了这个土之后呢，人就比较不会有饥饿感，所以呢，这个土还供应不绝，供不应求啊。可是吃了这个土之后呢，当然有它的副作用，因为呢，它比较没有饥饿感，所以呢，会造成你的消化系统失去作用。当你吃了它了之后呢，可能会排便排不出来。那听说他们当地呢，要排便都要挖的，把那个便从肛门里面挖出来，真的是骇人听闻啊！我们这些文明的国家没有办法想象。那不只是非洲地区啊，这个非洲地区的饥荒我们几乎是很早就听说过了。所以对他们而言呢，也没有所谓的世界末日，能够多活一天就赚到一天了。对他们而言，哪有世界末日呢？但是对我们而言这个世界末日就会造成人心极大的恐慌。现在呢，海平面上升了。昨天还在看国家地理频道，那么这些科学家呢，为了测试到底冰的融化速度有没有很快快到我们无法想象那他就呢到了北极的现场去测量。那么到北极现场测量那个冰本来有500公尺这么厚，那现在呢，冰不断的裂开，那不断的裂开呢，这些科学家呢，只好用那个绳子吊着摄影机，然后下去拍摄，看看冰裂缝里面到底有什么情况，那到底深到哪里去？那发现了这一测量这个冰的裂缝已经深到这种和河流和地层的这种河流地下流已经深到那里去了。也就是说，冰融化的水都已经流到地下的河川去了。那地下河川流到哪里去了？流到这个河流河流又流到大海那么这些水不断的在流失掉。那流到大海之后呢，大海的水会上升，海平面上升，所以现在很多沿海的这些群岛已经呢，它的水淹到他们的膝盖了。你看威尼斯号称水都的地方，这个文明国家在防堵用这个海堤防堵海水倒灌也是没有用。那么泰国很多小国家，很多这个小岛屿他们的庙面向大海，庙都已经淹没了。应该说已经淹没到脚部了，那么也没有办法在那里生活起居了。所以庙里面的和尚每天求佛，希望佛能够保佑让这个庙不要被淹没。那么这个世间这种小型的毁灭每天都在上演。小型毁灭累积多了，当然就变成大型的毁灭。那大型的毁灭会不会就是玛雅文化所预言的2012年世界末日呢？这个真的是很让
人惊惶。这个我们刚才讲，非洲的地方人民没有办法种植，没有米饭可以吃了。那现在呢，粮食已经成了世界的这种头号的危机啊！粮食的缺乏已经成了头号危机。那你看那些非洲的国家，他们要向种子公司去买种子来播种，不管是播种什么，只要可以吃啊。但是呢，他们的土地又没有办法种植了，所以呢，不断的要砍伐森林，让其他的土地有能力生长出这些农作物出来。那他们的这些种子又是有机的种子，应该说呢是基因改造的种子，所以他们一定要种，他们不种呢，这个种子明年也发不出芽。那么这个种子公司为了控制这个种子要他们呢每年要向他买，那么他们呢一定要把这个种子种出来，所以呢要砍伐更多的树木，砍伐更多的树木结果呢土地就没有养分了，因为土地没有根来吸收这些养分，所以土地就会沙漠化。那土地没有办法有养分，也没有办法抓住水分，所以呢，这些水呢都流到大海去了，海平面上升了，那土地沙漠化了，然后呢，这个沿海的城市呢淹没了，这是我们每天现在呢看得到的现象。所以2012年是不是真的来一个大毁灭啊？那在这个时局，我们对于道降临在这个时间道是不是可以来帮助世界免于灾难？是不是可以化解全世界的灾难，让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够获得到解救？那这个是需要我们都努力了。那现在呢，宗教已经很多了，各式各样的宗教很多，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解决世界的灾难呢？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道跟教它的最大不同的意义。那么宗教有它教化人心的一面，但是呢，宗教变成的这种教以后呢，它的这个本质也就是说我们说一个人的那种格这个品质会下降。品质下降的时候呢，它产生的作用呢，就只是一种表面的功分，表面的敷衍，以至于说呢，那种深入基层的、深入根底的那一种力量已经没有了。所以从时下这个宗教百态万教齐发的现象来看人类的信仰，那么我们必须清楚了解，人都只是对宗教一时的迷恋，那么没有办法真正的落实到心性上。那么包括我们道经，如果自己不知道在心性上着力下功夫那么道经也是跟一般人是一样会被这一场大灭绝所淘汰掉。
这个是我们讲道之宗旨啊，要来分析为什么道跟教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最近看到竞争学会，这个是佛教的一个团体，他们在推广《弟子规》，推广这些儒家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那在大陆那边呢，是办得有声有色，各类人才啊，可以说都出来了，能说善道的非常多。那么我们听了他的言论呢，也非常感动。那他们真正的有心要推动。那看到他们这样子啊，后学也有一个心得，也就是说，他们那些他们这些人啊，出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那么反观于我们道场的讲师、点传师，我们有没有他那种力量？有没有他那种能力呢，来推动中国传统的这种文化？两相比较之下呢，就如老前人所讲的那句话，那么我们讲道人可能讲不如这些法师了。那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些人啊，这些教师啊、老师啊出来了，事实上呢，他们能言善道的那一面啊，我们道心也可能讲不过他们。那他们在办这个会场，他们在吸收人才那种方面的能力啊，也可能是这个道心啊望尘莫及的。那看看他们的做法，那我想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把这个道落实，或者是推动到整个全天下？向这个中国的每一个分子啊，让他们推动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重要的核心在里面。那这个核心呢，不是一本经典，不是一句话，而是呢，我们泛称的那个道。那个道的根本啊，是要抓住啊，没有抓住那个道的根本啊，你能说善道，你很有能力，你办活动，你办学校，那么都停留在一种教化。那教化也很好，教化至少可以安定一部分的人心啊，只是呢没有办法彻底解决。那么所以呢，我们没有能力像佛教这些团体啊，他们办的这样子风风光光啊，这样丰富又盛大。那么我们只好反求诸己，反归到我们的内在，反归到内在那个自信啊，我们才能够抓住那个以不变应万变，他那个核心力量。所以子贡曾经说：“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之言，信与天道，不可得闻也。”孔老夫子讲的这些学术、这些知识、这些技能，那么是可以听到的，可以学习的。但是呢，孔老夫子所讲到性跟天道，那么性呢，就是我们要强调的良知本性；天道呢，天理良知。天道就是天理，天就是我们的心。那么了解到那个心性的道理啊，这个才是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名传世书暗藏道它的主要的一个诉求。
所以道不讲什么稀奇古怪，道没有新鲜的，道都是古古相传的。老前人常讲啊，你不要想从我的这里听到什么新鲜的，我没有新鲜的。我只有讲圣人所讲的话，仙佛所讲的话。那仙佛圣人所讲的话，都是教我们反求诸己，都是教我们呢，亲爱人民，都是讲这些。那么在做到这些功夫之前啊，夫子所讲的性跟天道啊，你就必须要悟出来，你那个力量啊，才有办法着力。你这个功夫啊，才能够发得深，发得远。这个是道跟教最大不同的地方。那所以我们看现在佛教回过头来学儒家，用儒家这一套来这个表面是弘扬儒家思想，实际呢是弘扬了佛教的思想。那么不管儒家思想、佛教思想，其实都是中华文化，都很好。然后我们必须再把它深入分析一层啊，这个儒教他们这一面已经传了2000多年。那么到今天呢，它有哪一些的这种现象产生了？我们说儒家，现在有哪一个修道团体号称儒家的？好像没有。有儒中神教，儒中神教根本就是道教时下的道教真正回复到像白鹿洞书院他们那个知识分子学到的情况，孔老夫子有教无类的那种情况，几乎没有了。也许有，但是我们没有看过，所以几乎没有。那现在儒家在干什么？儒家就是附身在这些学术机构里面，学校团体里面，那他们来传这种经典，传这些古圣人的教化，所传的是什么？所传的是这些知识的传递。至于心理心法呢，他们呢也摸不着头绪。那些教授学者也摸不着头绪啊。讲到心理心法，他们也是不可得而闻也。那所以说，儒也变成一种教化。但是儒呢，大部分人不称它为宗教，因为呢，它缺乏那种宗教的仪式。很少有那宗教仪式，除了说祭孔大典有那个宗教仪式，其他的平常是没有。所以呢，儒变成教是附身在学术单位。那么儒家的这个代表人就是教授学者，这个是儒家。那我们说看看道教，道跟教分流那个是很早的事情了。道会变成教，道家变成道教。事实上呢，老庄的时候是没有把道变成宗教的，他们讲的都是心理心法，讲的是学术。那道变成教呢，是在汉朝东汉时期，这个张天师他立了这个道教。立了这个道教之后呢，中国的民间把它接纳起来，成为自己的宗教，这个是道教。所以讲到道
家，那用老庄来做代表，他们讲的那个才是真正的道。那后来的这个道教我们这个变成这些道师这些法师道士那道士呢，吹红念咒不刚大斗这个踩天梯就是都是在搞这个。那这个就变成始祖的教了，道就变成教了。那佛家呢？佛家本来是一个学术思想，来到中国它也不被称为教，它是一种学术的理论。那中国人很敬重佛家，因为佛家他讲的道理超越了中国人历代圣人他所教的那个范畴，所以中国人把它接纳，而且它跟中国人所拥有的道德伦理的观念是相合的。后来佛家的思想深深扎入了中国人的心，但是后来呢，佛也变成宗教了。佛的教法已经不是道了。你看佛家来到中国之后，他不再踱步了，不再坐在树下，不再到山林讲学。但是呢，在这期间呢，还是有祖师大德出现，所以呢，佛教还是兴盛一时。那么一直到南宋以后蕅益大师自己讲，南宋以后中国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比丘他讲的这句话很符合济公活佛的视线的。那么因为没有比丘了，济公活佛视线一个这个疯疯癫癫的和尚他主要呢是为了点醒这些和尚，救度这些愚昧的众生所以用了这个疯癫的形象。所以蕅益大师他讲的这句话倒是很有可能。南宋以后我们没有看到真正的有一个开悟的人有一个正道的人，几乎很少，没有看过。有念佛成就的人，那么佛教这些法师后来呢，专注于这种经忏的仪式专注于这个敲打念唱，不再做讲经教学，不再做呢这个深入心理心法。所以呢，佛教到现在给人的观念就都是一种迷信的观念专门为超度死人而立的一个宗教，这个是佛教。你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到现在他是为了超度死人，只有死人的地方才听得到佛号平常你到阿弥陀佛的佛号人家还会以为你家里有什么人过世了，这佛变成教这是非常的可悲的现象。再来看基督教、回教，你看基督教那12门徒，12门徒有跟着他的都回天了。那个叛教的那个犹大可能没有回天，但是呢，他实现一个反派的一个作用那么他也有一个实现的作用也许他也有回天，因为他是演反派演反派也是不得不要彰显基督的德能
就好像佛教里面的提婆达多，他是演反派。那么他虽然呢，这个抵制佛的行为了，但是呢，他最后呢还是有成就。虽然他堕落地狱，可是呢，他堕地狱呢是在享受，而不是在受苦。再来，我们讲到回教，回教可以说是最虔诚的教徒。我非常的佩服回教的人士。那么回教的人，真正的在自己的本分上、自己的岗位上，用心的来生活，那回教人是非常的虔诚。那虔诚的程度啊，其他宗教都没有办法比。但是呢，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听到的回教，都是为了政治，都是为了国家，都是呢为了个人的利益来发动战争，来造成呢恐怖活动，打着圣战的主意来进行世界的破坏，这个就是回教。那么一个道会这样吗？所以回教呢已经实质的变质了。但是呢，他真修10天的人还是有，只是呢，他普遍的力量已经转移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道中宗旨，道跟教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要说道到底是什么？道是一种宇宙的主宰，这种时空之中的一个主宰。那这个主宰呢，不是一个人，那也不是一个力量。那么你说它是自然呢？也许就是自然吧，因为呢，道法自然嘛。那一种自然的规则在运转。那这个核心呢，我们把它一种人格化，叫做老母。所以老母并不是一个形象，它是一个代表。也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它就是一个空的本体。这宇宙的真主宰，所以我们中国人讲无极而生太极，那个无极的状态就是老母，就是宇宙的真宰。那无极为什么生太极呢？这个就是一种道法自然的现象。那太极一定会生两仪，两仪会生四象，四象再衍生八卦，这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生灭变异的现象，那就是一种道的运转。那么在道的运转之中，人在其中人有没有包含这个道呢？这个道演化的过程当中，就演化出万物，万物呢之中呢就包括人，所以呢每一个万物的一个形成都是一个道的本体的实现。所以你看，那么道呢用性理的方式存在人体之中，所以呢人才有性理。那万物呢？万物有它的物理，有它的事理，有各种理，那个也是道的实现。但是人呢，这个是因为这个性理所以呢，人成为了万物之灵。灵是灵在人跟那个性是可以感通的。那么人可以跟性是一体的。性来自于天，我们刚才讲这种宇宙的主宰。天呢，就是我们所代表的那个道的那种空相。那么这个空相呢，形成了我们的性理。那性理的变化又有心理的变化，又要产生生理的变化，所以形成一个人的样子。
所以道其实在讲是讲人的这个性心身三位一体。但是我们讲到性理，是因为性理是个核心，这个核心呢会把人的身变成各种不同的身。这个我们以后还会慢慢讲到。那我们今天讲到我们的良知本性就是一个道的一个本体。中央讲率性之谓道，率就是一种这种自然的流露，流露出我们自然的这种本性那就是道。所以归你良知，所以道在性上是至善，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烦恼。它是光明的，所以我们刚才讲，老师并没有传道给我们，他是指引给我们，因为我们忘记了有道，我忘记了找到道那条路。因为呢，就好像这个镜子，我们本来像镜子这么光明，那镜子已经染污了，我们把镜子上面的染污呢，把它擦掉，就看到光明了。所以就看到道了。所以道那个镜子不是用擦的，镜子不是擦出来才光明的，而是呢，它本来就有光明。那么你必须把你的染槽放下，你的烦恼放下，那个光明才会跑出来。所以道都一直在，性理一直在我的身上，只是呢，你有没有觉悟而已。那么既然心理在我身上，那我跟佛，我跟圣人，跟这些神明我跟他们是一样的，我照样可以知道那个回去的方法，我可以来来去去我可以这个尽虚空遍法界游遍十方照理讲应该是这样子现在我不行了，所以老师来告诉我，你本来的样子是什么样子。那道呢，所以说是圣相传的心法，性理心法。圣相传，也就是说，当人来到这个人世间，他在处理他的人世间的事情，他的责任或者是说他的愿力跟业力，那他处理完了，照理讲他应该就要回家了。结果呢，他没有回家，没有回家在干什么？迷恋在六道轮回了，迷恋在人世间的，忘了回去了。那这个迷恋呢？迷恋多久呢？我们大王讲6万年来，那实际上到底多久呢？那当然这个说法跟科学家的说法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依照道场的说法，6万年来都在迷，忘了回去了。你看你6万年没有回家了，你还找得到家吗？你找不到家了。那必须有谁来告诉我，有一个从家里面来的人，这个就是名师，来带着我们回去来指引我们回去的路那名师呢，他不是只有这一次才有我们代都有圣人出来在教我们，只是说呢，道有显有隐，显的时候呢，就好像这种比较盛大的、比较兴盛的样子。隐的时候呢，那就是默默的唱，当转独受。所以圣人呢，是代代相传的，代代相传把这个道呢交给人。那现在人心已经这么乱了，道为什么又可以出来？那就是因为
五教啊都已经开过花了啦，这些圣人啊都已经来过了啦，这些圣人来过了，把他们该做的事情，他们的使命完了，完了之后呢，你是不是要结果了呢？开花结果，你这个果不出来，你这个开的花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最后呢，还有这个名师啊，来教我们呢，先得而后修。这个法门啊，相当殊胜，相当难得。我们得到这个法门，我们可以依照古圣人他所传下来的修法，一步一步去做。依照道之宗旨的原理原则，来一步一趋啊。那这样的自然就会达到我们回家的路，这个是道啊。所以我们刚才在讲这些法师啊，这些老师啊，他们那个表现的方式啊，那都比我们高超太多了。可是呢，他们这个核心没有，没有这个核心啊，没有这个信理心法。这个名师一指这一点的妙的灵妙，那所以呢，他们表现出来只是呢枝枝叶叶，看起来好看啊，实际上呢没有根，没有根就是说他们没有入手处。他们知道中华传统文化很好，是好在哪里？好在他的身体健康了，事业顺利了，家庭圆满了。他们认为有所改变了，好，他们的好是好在这里。结果呢，这不是啊，那是顺便的啊。你心理心法，你的这个道心的流程的那些是顺便自然就会这样，就好像我们说神通，神通不是修来的，神通是本来具足的。你的良知本性开启了，那些神通就具足了。所以你怎么还会有病呢？会有老呢？会有这个世间的障碍呢？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根啊。所以我们得到名师一指，跟这些世间的人、世间的教授、老师、法师、道士最大的不同，是因为我们有名师一点这样的一个依据。这个依据呢，是我们可以超生了死的方法。我们知道这些五教圣人的心法的一个秘诀。那所以呢，我们虽然讲道可能讲不如法师，但这个法会呢，不如这些老师，不如牧师啊，不如这些阿訇啊、穆斯林啊。你看回教朝圣的，每一年啊几百万人啊，天主教教宗一出来啊，哇，几百万人臣服在他的麾下。你看这种力量，这不是我们道心可以做得出来的。那么我们凭什么还可以说道比较还要殊胜？那因为道呢是深入根本，是深入心理心法。道呢是讲这个良知本性，是讲这个你要真正的落实，把道呢透过你的身心表达出来。所以你讲很多没有用啊，你必须把它做出来。你看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孟子也是周游列国，历代的这些有心的这些圣贤啊，都是在他们的岗位上来做的救度生民、帮助众生的事情。这个是圣圣相传的部分。那道是我们中国的全部啊，所以说
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不可须臾离，就是说你每一件事情啊，都是处在道之中。没有道，那么你没有办法立足在这个人世间。事实上呢，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儒家的道，道是我们三纲五常、五伦八德，道是我们敬天地理神明，孝父母重师尊，爱国忠士，促进世界大同等等的这些做法，这个是儒家的自然之道。那么你行三纲五常，你敬五伦八德，你就是回复自然的生活。那回复自然的生活，那你就回归自然的了，天地悉皆归的。那结果呢？我们现在呢不做这个，我们看不起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认为是古封建的，旧思潮啊。大家呢一味追逐时尚、科技，把这些传统文化把它丢弃掉。那你看我们刚才讲卢安达那些非洲的国家，连米都没有得吃啊，饭都没有得吃啊。那除了他们的英国夜报之外啊，事实上呢，他们也没有符合自然的生活。你看他们为了耕田，为了耕地，把这些树木都砍掉，都砍掉了，结果呢，树木没有了，就不能够调节气候，不能够调节气候，就造成山洪爆发，造成了气候不正常，气候不正常，植物呢都养不活，他们的农作物没有办法生长。所以呢，你看，越愚痴就是越堕落。那这些怎么办呢？是要有人教他。谁来教他呢？要觉悟的人来教他。懂得的人来教他，明理的人来教他。教他们要懂得敬天地理神明啊！你看我们开宗明义的道之宗旨第一句话，敬天地。天地是多么重要啊！天生地养，天给我们这些资源，地呢养育我们。那么你天地你都不敬了，你怎么还有办法行三纲五常、五伦八德呢？那么天地是什么？天地就是气候异常了啊，山洪爆发了啊，海水上涨了，这些现象是怎么来的？都是人的心引起的，这不是自然现象，是人心。那为什么不是动物的心呢？因为动物没有是非善恶，只有人有是非善恶。人那个是非善恶的那个负面的念头啊，它会充斥在整个市场之中。那他们做了这些动作，结果呢，就遭受到自然的果报。砍伐森林好了，森林报复你，让你没有营养，让田没有营养，让雨水不来，让你作物不能生长，结果你就挨饿了。所以是人啊，那这些人呢，要有人去告诉他，真的要有人去告诉他。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讲经说法，用现在的这个趋势来讲，用科技的这种传道方式还比以前的这种挨家挨户拜访还来得有效。用这种网络用卫星用这种科技传播真的还来得有效。
现代人呢很忙碌啊，哦，忙着自私自利啊，忙着要享受啊，你去找他，他也不愿意啊。你虽然有心要花这些时间啊去关心他，他也没有空陪你，他也不想陪你，甚至呢，他也不想听你讲这些什么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但是呢，我们用这种科技的东西啊，没关系啊。你一天24小时，你有空的时候你就来听。我一天24小时在讲，我用这种卫星，用这种网络，用这种光碟，你想听就听，哦，不怕你不来啊，就怕你不听啊。你只要听了一句话，你受用了，你懂得去觉悟了，去明理了，这样好了，你就会去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哦，你知道了，这个2012年可能世界末日快要来了。哦，我们做一步是一步哦，我们不能等待着这个世界毁灭。那我个人要怎么做？我个人赶快敬天地理人民，孝父母尊师尊。哦，遵守这些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从这里做那就对了。你不用去烧香拜佛，你不用去参访打坐，哦，更不用去朝山啊、会林啊，都不用。你就在你的人道上好好的做。你到了公司上班，你就做好员工的角色，做好主管的角色，把人道做好了，天道就可以很顺了，就是这么一回事了。保养实体儒家因缘告诉我们的，就是要叫我们做这些啊。那这是道啊，真正的道是这里啊，并不是在学术啊，不是在庙堂啊。你光研究这个孔老夫子的思想，哦，这周系的思想，你光研究这些有什么用啊？大家都想听这个深奥的心理心法，结果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做孝父母尊师尊，没有一个人呢愿意敬天地理神明，那你还不是照样毁灭吗？你做一步，你要把它做出来，做出来再说啊！做了再说的人是圣人啊，说了再做，那还不错，还是个贤人。那么不说也不做，不说也不做，那是平凡人。说了不做，那就是骗人嘛，光会说不会做。所以老师、讲师这些讲台上的这些法师，只会讲不会做，那是骗人，那比凡人还要傻。你看老先生这里讲，我讲的道理啊，找新鲜的没有，道理的哪有新鲜的啊？好比讲我们这个孝悌忠信，哪里有新鲜的？5000年来都讲这个，那么你现在讲这个，你不讲这个，你就是没有人格，你就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那么你还现在修道吗？没有，你不是来修道。所以现在呢，我们道场有所谓的这个办道的道场，有所谓修道的道场。那么办道的道场认为呢，点道去弘道，这个就是修道。那修道的道场呢，认为呢，这个就是研究道理，注重心性，这个就是修道。那后学是认为说各有所好，各有所偏的。各有所偏呢？因为修道团体它注重心性，可是注重心性呢，它不是在人文纲常上注重，而是在呢那些深奥的道理，讲空性、
讲无为的这些道理在深究，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出来呼吁这种儒家的思想，孔老夫子的言论，这才是今天道的宗旨的所要推动的。所以你看，我们道也是讲今天地理生命，孝父母尊师尊，这些都是平常的道理。你把人带做了，这个就是达到和谐的社会，安定的社会，和平的世界。所以联合国在提倡世界和平，提倡了30几年，到现在没有世界和平。请了那么多学者专家，甚至呢宗教人士去演说、去推动，结果呢没有办法推动，没有办法落实。为什么？当然了，主要的是国家有各个国家的考量。我认为那个遥不可及。那每个国家的元首，或者是说这些领导人，都认为这个太遥远了。学者、专家所讲的，宗教人士所讲的这些道理好，可是呢做不到。所以呢，大家听归听没有人愿意去做。所以世界和平永远也找不到曙光了。那为什么会认为遥不可及呢？那就是因为学者唱高调，他讲的这些道理不是生活上的道理。那不是生活上的道理，大家不可能回到像以前修行的样子也不可能去出家去躲在山洞里面过了这个清苦的生活，大家不可能这样子，所以认为做不到。但是呢，今天名师告诉我们，修道已经不是这样子了。修道呢，就是在家庭，家庭就是道场，你公司就是道场，你团体就是道场。所以说，道不可虚于理也。不可虚于理是在每一个生活细节，每一点每一滴，在那个当下的时空之中你都有到位一个道理的朗现。比如说你一个人，你在这里讲话，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说，你为什么会讲话？你为什么可以讲出这些话？那你为什么可以把这个画面呢，把它录起来？这个都是道在其中如果没有道的那种奥妙什么事情也没有办法。就像一个纸张你被做出来，一个纸张被做出来，那也是道在里面对这个树木，你把它培养，长大之后，然后你把这个树干取下来，你把它这个磨碎，制作，然后才有纸张。那你纸张要写，用圆珠笔也要制作。那你写什么东西，你还要有内容你要去学习。这个无一不是道哪一个不是道？所以佛家讲乃法不是佛法，其实呢都是同样一个意思。所以为什么做不到呢？不会做不到，只是呢没有人知道。所以呢这些我们要透过教育的方法来推动。教育呢必须呢身体力行。我们这些修道人必须呢有责任呢把这个大道呢推到每一个角落去。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走到每一个国家，可是呢我们可以透过科技的方法，我们用书籍、用光碟、用卫星、用网络，这个都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只要机缘成熟，
那么这些领导人还是有可能会被点起的一天啊。你看我以前我一直跟我太太讲，你不要晚上回来都要多看电视啊，你也要看一点有意义的节目啊，你都看那些连续剧，把自己的内心搞得乌烟瘴气的，那小孩子跟你看这些，小孩子也被污染了，你为什么不看一些有教育性质的东西呢？那么我常常转净空法师的电视台，特别是为了讲给他看的，让他听一听。那我在场的时候，他就跟着听。喂，离开上个厕所，又转来了，真的是受不了。那为了教化他呢，我就不断的要播放给他听。一直到现在啊，他自己主动愿意听的，自己想跟我要这个净空法师的片子来听，哇，真是难得，非常高兴。我想说啊，其实不会没有结果，你撒下的种子啊，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的。所以我太太愿意听这些圣贤人所讲的话，老人所讲的话，那当然自然有受用的一天嘛。听久了，他学习久了，他自己也会改变，自己也会接近这个道，自己也会学圣贤。那这个不就是道的教化吗？所以道的教化从自己做起。都有仿制正己的成人啊，从家人做起，从社区做起，从你的公司团队做起，再到社会国家，再到全世界，这个是大同世界的有期待的一天呢，是绝对有可能。聊天顺这个理想，就掌握在每一个人的手里。如果说我们今天知道得到这个道是这么宝贵奥妙的话，那么我们赶快好好的来力行，好好的来推动，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明师的教化，接受佛的这种力量在推动，那加上人的力量在配合，天人合一啊，天人合一啊，道就成就。所以啊，重点还是要人，光靠天也不行，人没有天也不行，天没有人也不行，天人合一来做，那道呢就能够成就我们一条通天之路，天之路如果我们现在还在认为修道就是呢，去道场接近道场，就是听经闻法，就是呢念佛，念咒，或者是说呢，就是呢这个参禅打坐，还认为这个是修道的功夫的话，那么你是错用功夫了，不是在修这个。你的脾气毛病一大堆，三纲五常没做到，你这怎么会是修道呢？错用功夫了，迷昧颠倒，这个叫做逐妄失真啊，逐妄失真没有办法见到道。所以道的力量为什么这么样无形？为什么这么样伟大？为什么这么样不可思议？就在你的一念之间的转变啊，你的世界就跟着你改变了。你看你立志走向圣贤这一条路，你周遭的这一切就跟着你改变。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修行人注释的话，这个地方免于天灾地变啊，甚至这个国家的国民都会受到庇荫啊。所以你的这个修道，大家早安。孔子将世间的人分为5种等分，号称五夷啊。那么
孔子在回答鲁哀公的话里面呢，他分说呢，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这个叫五夷，五种仪态的人啊。那么什么叫做庸人？庸人当然就是庸庸碌碌，没有什么见识，那么也不存规矩，嘴巴也讲不出圣训格言啊，也不会择贤以脱身啊，不会力行有自见啊，见短不见远，见小不见大，所以呢，从流合污啊，这样的人呢，不晓得他的一生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个叫做庸人。那什么叫士人呢？士人就是一般的这个好人啊，那他心有所定，那么也有他的理想，可是呢，就是还不能够达到这种入道的境界。那么虽然他也有一点学识啊，但是呢，为了三餐，为了家庭，为了前途而忙，所以呢，这个尽了一生的努力啊，还不晓得他的目标是什么。那么他的钱赚再多，对他也没有帮助。那么他的贫困呢，对他来讲也没有什么损害。反正呢，他可以呢，与这个跟世间的环境啊一起生活下去。那么孔子认为这样的人是属于士人。那所以士人号称读书人啊，其实你看读书人，他还有很多的分别上的不同。那孔子在五夷里面说的士人啊，就是指一般的士农工商的人。那当然还有一点理想，还有一点那种理想性啊，还有一点为前途、为家人而努力的这个奋斗心啊。那么什么叫君子？君子就是言而有信。君子呢，他呢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把君子的说法说得更简单一点，那就是呢，君子啊，他的这个每一个念头啊，都是为别人好。那这样的人呢，堪称为君子。所以你看，每一个人他的念头，大部分都是自私自利，都是庸人之辈啊。但是呢，有了才艺，有了技术之后呢，他就不能够算庸人了，他那算是刚才讲的士人。但是他不会为别人着想，所以呢，这个人还比不上君子。一个君子的位阶啊，至少出发点都是为别人好，一念为公啊。那么贤人呢？贤人就是讲出来的话，说得到一定做得到。这个人呢，有才有德啊，但是呢，还不那么够完全，还不那么够完全啊，所以呢，他的这个德啊，不能够遍及到整个社会国家，但是呢，已经普及到地方了，这是贤人啊，也算是呢很不错的一个修行的典范。那么讲到圣人呢，就是
与天地合德，与鬼神合吉凶啊，全万物之宗旨啊，携大自然之气象。那他知道跟整个天地万物鬼神合而为一啊。那所以呢，圣人的范围啊就更加的广，他所考虑到的那就不只是众生而已，就不只是人而已，他考虑到世间万物啊，当然包括在众生里面，所以呢，他可以明白像日月一样，他的言行像神明一样一般人不晓得他有道德好像是住在隔壁邻居的这样的一个普通人而已啊。那么这样的人呢，自以为无功，自以为无德，自以为无能啊。可是呢，他的这个道德已经超越人世，已经呢化及万物了。所以这样的人被称为圣人。所以孔子说有这5种人格的人。那么我们今天讲道之宗旨我们以儒家为主要的修行目标修行的依据那么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我们自己就要有所排列，有所这个依据有所理想，有所目标我们讲到这个道之宗旨里面有敦品从理敦品从理呢，就是说你自己你个人的那个标准你的水准要放在哪里，你的理想要放在哪里。那么如果说用这5仪跟这个佛家的5种等级来分那么圣人就等于佛对于宇宙人生万物的事情都很清楚明了的人，那称为我们中国人叫做圣人，印度话呢就把它叫做佛。那菩萨就是帮助佛的人，所以菩萨的境界呢也已经是到达这个佛的境界了，只是呢他要做众生跟佛之间的一个桥梁，所以呢他还是一个菩萨的一个这个相所谓的这个流业问身那菩萨等同于贤人，那么君子呢？君子等同于阿罗汉君子呢是一个儒家修行人他最基本的要求。那么在佛家的修持最小圣的、最基础的，你要证到这种四果的阿罗汉阿罗汉这个是属于出世间的圣人也就是说他已经不用再轮回了这是阿罗汉。所以阿罗汉的境界有点像儒家的君子的境界。那你如果说严格来比你会认为说不伦不类怎么这样比但是呢强而比之勉强来比排他那就是这样子阿罗汉已经超越世间了。所以呢我们儒家在讲到君子其实呢他就有一种超越世间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他的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为众生的，所以呢世间对他来讲并没有苦难，并没有特别的要去关怀的对象，因为呢他所关怀的是全世界的众生，每一个人在他眼中都是平等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所以这个君子那么再下来就是所谓的庸人，所谓的士人。那庸人呢就是一般人
同有合物的这些众生啊，那世人呢？世人就是说他还是有一点修行，还是有一点了解，只是呢，要修不修啊，可上可下，这个是世人，这个是佛家的世人。那所以从这五仪来看我们自己的理想，那么一个有道德的人，他也不会多讲什么话，有信义的人必然也不会讲太多的话，有才谋的人根本也不需要多讲话，因为言必有重，我只要讲一句话就抓到核心了。你看言必有重这句话呢，是孔子称赞这个颜子闵子骞的这句话，言必有重。那闵子骞已经达到贤人的境界，所以一个修行不再话多，话太多了，反而造成了各种误会。那么我们今天是逼不得已要把这种道德理念推广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必须呢将师尊师母的妙料，这个名师一指的大法，要教给大家。那教了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普及的教导到，毕竟呢我们呢都只是在学中觉，觉中学。那么呢从觉悟多少道理做出多少言行，一步一步来修所以叫先得而后修现在呢我们有这个机缘，先得而后修。所以有人认为没有开悟的人，那他是没有资格在这里讲课的，他是没有资格讲经的。那么道场有很多资深的人很看不起一些后学，认为他们的话太多，言之凿凿但是自己做的不怎么样。可是呢，这样呢也有一个盲点，这个盲点就是说，点燃是可以讲话，这些长辈可以讲话，后学们都不能够讲话，这样呢也成了一个盲点。那点燃师的错，没有人敢跟他讲。点燃师也没有开悟，所以呢，点燃师也一定有偏差的地方。那他不准别人讲，但是呢，他自己呢也不一定做得圆满。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只能够说呢，这个依法修行，儒教修行，要根据着经训来走。最近因为看老前人他所留下来的这些文章、这些典籍你会觉得说老前人的话，你真的把它读熟了，那这个道就已经很清楚、很了解了。你看他的讲道里面跟他的文章里面，他总是有差异性的。讲道是率性而为看到什么样的听众就讲什么样的话，都是很口白而且直指人心当场的人需要什么样的讲法，他就怎么讲。而写文章不一样写文章是自己有所心得，然后把它笔记下来，或者是说自己看书有什么样的体悟，然后把它记录下来。所以那个时候是可能是那个当下之敏所记录下来的言论。所以写的文章看起来就比较深引经据典读起来会比较要有深度一点。那么老前人的书里面这两种文章通通具备，也就是说他有演讲的，也有自己的心得感悟的。那所以我们依照老前人的这个经典老前人的教诫来修行，那这样就绝对是没有错误。
现在呢，道场的一个现象，那就是说呢，训文太多。那训文是先佛留下来的，先佛留下来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呢最圆满的，一定是呢最珍贵的。可是呢，在老前人归空之后，天命已经不住持了，真正有天命的长者不在这个人世间了。那所以老前人在还没有归空之前，先佛就曾经讲过，大德者不在了，以后再来讲话的这些先佛，再来批训的这些先佛，你们也不晓得他到底是佛，到底是魔，到底是山妖水怪还是圣贤菩萨，你也不晓得。你说依理而修，依理来修，那么可是呢，你这个依的理你怎么判断是真伪？是虚妄或者是真实呢？人的智慧如果没有达到像君子这样子，没有达到像阿罗汉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智慧你没有办法辨别真伪。所以即使魔来批训我们也可能认为很有道理但是很有道理不一定适合我们现代众生的根性来做所以这个一定要非常谨慎。那老前人的这个遗书里面所以他留下来的经典之中有这个讲道集有这个讲道的集要，有演讲集，有真言集有这个语林杂记等等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来根据让我们来这个深入探讨。所以要知道道的宝贵奥妙，其实呢，我们就从最可信的老前人的这些经教那就最好了。这个真言基础里面老前人已摘录了很多这个古时候圣贤人所讲的话，所以在这些圣贤人所讲的话，你可以把它一一的研究的透彻，那就已经不简单了。所以我们道之宗旨也是希望能够依着老前人的这样的一个精髓，他的一个精神那他的这个文章的一个叙述来讲述给大家听这样的道之宗旨我们就不是想到什么就讲什么。虽然道是无量无边无处不是道可是你总是要有一个真理的依据。那么我们今天最好的依据反而不是训文，反而是老前人在留下这些经书训文深者见深，浅者见浅，然后也有文言的，也有白话的。巧妙虽然不同但是必须自己去悟那有的人他根性没有那么利，他也看不懂，甚至他也悟不来。那所以后学建议大家应该多读老前人的书白蛇老人所留下来这些经典好好一个字一个字来咀嚼那他今天他讲的这一篇得道、明道、修道、办道，结果才能成道。那么得道，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得到了至少我们都是在老前人之前求过道那老前人的天命是毋庸置疑。那么老前人之后才求道的，那么谁也不敢讲各有各种说法。那既然各有各种说法，我们就暂时不要去考虑这个问题。你看那个孟子，孟子是学孔子的，那么孟子的老师是谁呢？
孟子的老师啊是子思的再传弟子，所以孟子跟子思也没有见过面。那子思呢跟这个曾子虽然有见过面，但是呢，到底是不是曾子把这个心法传给子思的？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理解。从孟子的例子啊，我们可以知道说，虽然孟子没有受到名师当世的这个指引啊，但是呢，他从经教里面啊，也可以悟到名师的这个心法，祖祖相传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大道。所以以经为师啊，以古为师啊，以绝为师啊。那我们现在道场最可信的、最有公信力的、最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老前人的这些经训。那么我们研究老前人的经训，能够进入道的宗旨奥妙，那这样呢就是最好的途径。老前人在这边里面讲到，佛经开经记，他那一首话，那一首诗啊。得道明道，那就是用这首偈，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那无上甚深为妙法，无上就没有比这个再高过去了，也就是说，它已经是讲到最圆满的。没有再高过去的，也没有人比它更深了，它已经是最深了。那么没有最高的，没有最深的，那个它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妙法？那当然了，这个就是帮助我们成就我们自己良知本性，我们内在佛性的一个根本妙法。那这个妙法是什么？妙法祖祖相传，就是这个真道。那我们今天得到，得到了之后，我们就要想办法来明这个道。这个道呢是无上甚深为妙法，而且呢百千万劫难遭遇。你看，你前100年你求不到道，后100年你也求不到道。甚至现在有人就已经在讲，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来传道了。当然时局分量我们实在是不得而知啊。但是如果说你是在老前人之前就已经求到了，那恭喜你，你已经有得到了。那你得到了，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我今见闻看到了，听到了，你有没有得到呢？你虽然看得到、听得到，你有没有办法得呢？要怎么得呢？你要受持，受持，受就是接受了，持就是行持了。所以老前人这里讲明道修道，你今天见闻的道，你要去修，你要去悟，你要去了解。庄子讲有真人而后有真常，而后有真知啊。就是说，只有人已经是达到真人的境界了，那他的这个言语示现啊，它才是一种真知啊。他所行出来的力量，那才是真行。所以有真人，然后有真知。那么你是不是达到真人了？真人的标准就是你已经明心见性了吗？你已经是悟后起修了吗？
那么在我们道场实在是没有一个人敢讲，也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他已经开悟了。所以现在开悟的人很难找得到。在老前人在世的时候我们相信他已经开悟了。他也有他的这个神通但是呢，他也不愿意示现。那他不愿意示现呢，他种种的这个言行里面有这个言必有在，就是他讲什么以后的发展就真的如他所讲的这样子。那可见呢，老前人是个开悟的人。那他叫我们修道办道，我们今天要把修道办道要把它说清楚。你修道是修自己的脾气毛病这个跟别人没有关系。那么别人呢考验你，也是在修你自己的这个受习的这种业障修你自己本来的这种良知本性。你的良知本性是圆满的，其实没有要修的道理。那因为呢，给你太多的这些烦恼障碍，这有可能是你跟人牵扯起来，或者是说你自己招惹出来的。所以呢，今天要去修道。所以修道在这里修，从脾气毛病上修，从家庭生活里面修，从见闻觉知里面去修。那么要从见闻觉知里面去修，这个是相当难的。以现在众生的根性可能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谓讲的文字性性成无上道。那么用六根的根性来证明自己的根性是圆融无碍的是大圆净智照遍山河大地，宇宙万物。所以宇宙万物就是我的自信每一个视线，每一草每一木都是我自信的呈现。所以风在吹鸟在叫了，太阳在照了，这个都是我们自信的呈现。这都是因为心现事变所造成的我们这个视线的相。从这个相看到我们的根性，从这个根性知道我们那个如如不动的道体。这个如如不动的道体遍虚空无尽法界。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修当我们没有在修道的时候我们现在讲没有在修道，说是指道场人在讲，道场在讲你要修道你要干才能来道场当我们没有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看我们的自信朗朗乾坤都映照在整个山河大地上，都显现在这种大圆智净智上。我们的阿赖也是，从大圆净智变成阿赖也是，就是因为你自己想太多了。所以其实修道是要你能够放下。孟子讲求其放心那你如果不懂得放下，那么你真的不晓得修道。我们讲罪性本空，这种烦恼性也是本空。我们大圆净智所显现出来的是这么样的如如不断的一个万象万物但是加了自己的喜好，加了自己的分别之后就变成阿赖耶识。烦恼即菩提这句话，那么这个就是反文字性的道理。你看到这些相，那就是
就是你的菩提了。所以没有菩提也没有烦恼，没有烦恼了，当然也就没有菩提了。所以烦恼即菩提啊，其实这个在讲我们是修到半道，修到半道其实就是在明白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我要解释一下半道，什么是半道？半道啊，我们号称呢，请人来佛塔求道，这个叫半道。但是呢，真正的定义啊，这个不是半道，这个叫点道。我们名师传给我们法，传给我们这个祖祖相传的那一点啊，那个是点道。那么点道之外的这些仪轨，或者是这些道场的礼节，或者是说这些成全的动作，这些呢叫做半道。所以半道，当你没有点道的时候，其实你都在半道。点道这个是唯一我们跟人家不一样而已啊。其他的我们跟各宗各派各家这个做法，通通都是一样的。那他们有他们的修法，他们有他们的这种仪轨。那我们也有我们的修法，也有我们的仪轨，其实呢是大同小异。那最不一样就是点道，所以呢，这个道呢有加上名师的这种点道的作用，有祖祖相传的这种传承的命脉在里面。所以当我们得到明道、修到半道，是要懂得我们已经得到名师这一指点。所以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今天见闻受持这些名师教给我的这个大道，那我为什么会见？我为什么会闻？我如何受？如何持？这个就是我们用功的地方。而愿解如来真实义，如来真实义是原则上是不用解，但是呢，你要放得下，你要看得破，那么如来真实义就在你的眼前。那所以说，一灯能破千年暗，这个名师一指啊，点破了我们千年的愚痴啊。我们最大的幸运是今天有道可求，有道可修，有道可办。如果说没有求道这件事情呢，我们也没有道可修，也没有道可办。那么我们跟一般的这个世间的宗教一模一样，我们是在修福报，我们没有办法修功德，因为我们看不到什么叫功德。那天堂、地狱在一念之间呢。那么从现在起，你打扫自己内在的垃圾，不要把别人的垃圾、外在的这些污染放在你自己的心中。完整的洗刷干净，成为自己的这种新的莲花果，所以自信天堂，自信理天。儒家讲的大同世界，他没有讲彼岸的净土，因为此岸就是彼岸。那么你到了彼岸，你没有这种清净的心，你到了那里还是秽土。其实你根本达不到。那么你在这里呢，你有这个清净的心，你看了世间的这些现象，其实这个就是净土，理天就在这里。所以想到楞严经那句话，我们今天呢，办道结果才能够成道。
得道、明道、修道、办道，结果才能够成道。成道是成在自己的那种根性上，自己了悟到那一份这个清净光明，那个圆满具足的那一份自信。那所以说，道其实不用说，道其实不用讲，道其实不用修。但是呢，因为这个现象啊，太玄远了，太无为了，太空洞了。众生呢听不懂，所以呢，儒家收圆有它的意义啊，就是儒家专讲你懂的东西，儒家专讲了这些最基本的做法。你把人道做好了，你刚才那些境界，你就可以慢慢的成就了。你今天一下子说自信就是天堂，你说这里就是里天，那么谁如何理解呢？谁如何感应呢？大家没有那个根性，更不要说误会了起修了。我们呢只能够一步一步的，从得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呢慢慢的来修习。那么重要的呢是在那个去除的阶段。所以修道是看谁去的多，谁舍得多，他不是看谁在道场多，在道场的一切比都是一些空花假景镜花水月。所以老觉呢又告诉我们：自觉、自修、自动、自办、自强。自觉是内心的要求效法天地，这个效法这种日月，以做事就好为本了，以大物为自己的分内事的。所以天下事就是我的分内事，宇宙事就是我的分内的事。那么今天我们地球老化这个小冰河的时代来临了，那么这个事情是不是我的事情？对一个修道人来讲没有错，这个就是我的事情。那我要怎么样改变世界呢？改变世界的方法就是从你自己得物致知做起。你要懂得得物致知做起，那你就是有自觉的功夫了。当然不但我要觉醒，想想自己一生到现在对人、对事、对物、对道场、对父母、对于整个社会国家、对于师父师母，你有什么样的贡献？那么你造了多少业？你想想你这一生你是不是要忏悔、要感恩？有时候想起来，这个就是我们自觉的力量。如果连这些自觉的力量都没有那么你要自修，你要自办，你要自强，这个都是空口说白话。只有自悟到我本来是跟圣人是一体的，我本来就是佛。那为什么别人成佛去了，我今天呢还是在这里？所以这个孟子他讲到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患。君子终身的忧虑是什么？终身的忧虑就是说，尧舜为什么可以成为尧舜，而我只是成了一个匹夫，这个是君子终身的忧患。你看孟子讲的这句话是非常的觉悟的说法。当一个人他没有办法了解到说他自己是那个尧舜的本体，所以他做出来的事情
就是胡作非为，这个因循苟且，顺着他的习性啊，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我就是这样子，反正你要拿我怎么样？那么这个越习种子啊，越心学就越严重，所以六道轮回是越轮回是越严重，严重到最后呢，在地狱受苦，受苦到最后才慢慢有一点觉受的力量。那么我们今天不要这样子，我们今天呢，好不容易有名师来传道给我们，那么又有人呢来告诉我们道的宝贵奥妙，那么我们又可以借着名师的道来成就自己，成就别人，来软化世界，来这个治理世间，来平天下。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为什么不去做？所以自觉，老前人让我们先自觉。以前是以苦为师啊，现在呢以觉为师。觉是要自觉，觉不是人家帮你觉，不是经典，不是本来是帮你觉，更不是仙佛要帮你觉，你要自觉。只有自己自觉了，那么你才能够呢，在这六道轮回的痛苦生命之中超拔出来。这自觉为师了。那前面讲第二个自修。修身修心要修到一心清净，要修到了后天的这个秉性毛病这个嗜好统统改掉，要修到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统统除掉，统统没有。因为呢，这些呢都是修道的大障碍。我们今天因为有立在觉性，立在这个良知本性上，所以我们发出的力量呢，那个是非常大的，那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毕竟成就的。因为我本来是佛，我本来是圣人，所以呢，我今天开始修，我当然一定可以成为圣人。那么你本来是众生，你想要修成佛，那是不可能的。你如果认为你是众生，你要用尽一切方法把它修成佛，那绝对是这个知见立知知见立知是无明的根本。那么头上安头那不是多此一举吗？增加你的痛苦你就有头了，你干嘛要安一个头你这个知见上立知你想要在你的这个众生的秉性上去把它好好的修，不对你的出发点是你本来是佛，你本来是佛，所以众生的这些贪嗔痴的习性这些人相我相这些呢都是虚假不堪的，都是虚伪的，都是妄相。既然是妄相，何来有真呢？它有什么真的对立呢？所以呢，一切呢，通通拔除去除，这个是自修，修是要修到这里修。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反闻自性那就是因为呢，我们不晓得自己是佛，不晓得自己是圣人，所以呢，我们会试着去反听内在的声音。其实呢，每一种声音都是内在的声音全世界、全宇宙只有一种声音佛教说嗡的声音就是反闻自性。其实有一个声音也不对，它是勉强为之声音勉强用一个声音来代表所有的一切声音，勉强用一个字来代表所有的一切真理真道。什么字呢？它就是道
所以叫做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这个是自修的功夫，自修的力量，自修上的觉悟啊。只有从这里修，你才知道说你要怎么修。所以老前人第二个讲自修，第三个讲自动。自动就是自动自发，当仁不让于师。在今天名师传道给我了，我有道，点燃师也有道，学长有道，学弟也有道。那么学长、点燃师们，他们可以成佛，他们可以成为大天，可以成为菩萨，为什么我不行？老前人常常讲，我们只是师兄弟我们不是这个师徒老前人不是我们的老师但是虽然老前人这么讲，我们也不敢认为说老前人是我们的师兄毕竟老前人的德范那是太浩瀚的太宏伟了，那是我们这个自觉自修的一个好榜样。那老前人就是因为自动自发别人不做了我来做，别人不行的我来行。所以我们在这里或许要给大家一个建议那就是在道场当你看清楚目标之后那么当你发心修行，认准目标之后你就要责无旁贷责无旁贷一心精进。那么你最好从一门功夫下，你不要博学多闻，因为博学多闻不是我们的料。即使你是天才，也不要现在就博学多闻。所以博学多闻一直成为我们道场修道人很大的一个机会，很大的一个败笔你看道场很多人，那个也会，那个也会那个也通，那个也懂，通家太多了，所以他就那个也兼，这个也做。那道场名分都他占去了，那后来的人没有什么机会。那除非他自己愿意退休不然后人都没有机会。所以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自动自发，你要自己去找出你自己的这个功夫功夫的入处你不要讲在道场你有没有地位，有没有这个机会你要自己去找机会。当然不行，我来行当然不为，我来为，精进不已，鞠躬尽瘁。所以后学建议一门深入就是说你选择一个入手处，你选择一个入手处，每天不断的用功夫，你久了自然就会碰到那个功夫的成熟后学很喜欢讲，当时后学在火师团少了佛堂，少了11年那一段功夫坚持到底不肯放弃那11年下来，好像也没有看到什么，但是内在的智慧的渐渐增长，到一定的时机成熟了，那就可以登堂入室了随手拈来你看以前写一篇文章多难现在挥笔而就。以前看那个古文看训文看不懂现在一看好像深入文字多了以前要讲一堂课讲10分钟就讲不下去了现在来讲像是讲言之有物希望能够讲出一点道理出来。这个就是什么？你要一门深入，你要精进不已，你要自动自发。
这是老前人教我们的，开创自己的前途了自己的愿，来报答天恩师德，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呢。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要来了自己的愿要报恩要推恩，那么你今天不是在道场做，你要知道什么叫道场。不是楞严心、维摩心、慈心就是道场，清净心就是道场菩提心就是道场，你恭敬的心就是道场，哪里不是道场？你不要一定认为说在那个佛堂里面，在大庙之中，那个有很多道经的地方，那个才能够行功了愿、行功立德，那个才叫道场。不是，其实那个不是道场，那只是一个道场的一个像而已一点点的像而已真正的道场在你的心你今天心有没有比昨天清净一点？有没有比昨天恭敬一点？有没有比昨天有智慧一点？那么你如果认为说你有，那么你就是有下对功夫了你真的有在一门深入了，你真的有在自动自发了报恩了愿从这里到，从这里了不是去佛堂凑热闹去佛堂两右对白这个完全是错误。老前人就讲自动自发讲得好，再来他要讲自办，自己办。什么叫自办？他说谁修谁得，谁办谁成这是佛先佛说的。自己躬身实践努力精进，无论在创造事业创造圣业。当然创造圣业的人，我们后来都知道众生成反，但是无凡不养圣，所以我们兼顾了凡业，只是为了让圣业更加的绵延不绝这是自办。所以你在这个过程要吃苦耐劳，你要行持这个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你要正己成人，你要那个度化众生这个是自办的。所以度化众生不是跟着点儿师坐飞机到国外去或者是在道场这样拍拍照，那么就在办道，不是，你可以自己办。你看孔老夫子他有谁依据了？他认为应该有教无类他认为说市民之中都有人可以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他把讲课的风气下放到民间来，他把礼乐射御书数的这些道理通通交给世间的人，然后在之中又把天命的道传给这些人有缘得者得所以他成就了4倍10者72贤，这个是自办哪里是人家督促出来的？所以有一种现象很明显就是说你在道场越来越没有机会尤其是你如果不是从头跟到尾的人能够立得高卡固的人，你根本完全没有机会。你看开学前在台北道场也是从头跟到底你把讲师说想要说在讲课上好好发挥一下，根本没有让你讲课的机会，因为讲师太多了，人才太多了在办道想要打个毛巾，马上有学弟来说这个学弟做就好了啦，你学长就不用做这种事情。人家都抢着做，更
成这个半吊子的人，什么也不是了，什么也做不好，所以没办法，只好自己办，自动自发，自办自穷了。那你自己办，你要有规划，你要我们说生涯规划，你要有一个宏图的一个规划。修道人，其实如果说你是有家庭的话，那你更应该兼顾家庭，跟夫妻一起策划。其实呢，你到哪里都可以办到。当然，你依众靠众，这个是很好的修行方法。但是今天呢，你得到了，你当然你就可以办到啊，你就可以这个去弘道了。我们只是不能点到而已嘛。除了点灯是可以点到，不然什么其他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所以要自办，老先生告诉我们，自办就是我们要自己开出一条路。那我们建议说，大家一门深入啊，深入到一定的境界啊，我们再来做。一门深入，你可以选择我每天找佛堂总可以吧？用这个戒律的功夫来达成自己的定功，成就自己的智慧。我每天看经典可以啊，我每天呢唱歌可以啊。你要把心收摄回来，反闻我那个自信，每天的功夫要下，这个是自办。再来就自强，你要自立自强，自强要怎么强？人家说不欲则刚啊，这个刚才是强。你如果被欲望所牵着走啊，你没有办法自强。所以呢，你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克制自己的那一份因循苟且的怠惰，克制自己那种不良的嗜好，要以天下为己任啊！不管他人如何诽谤，要立德、立功、立言。你要有这个心心啊，立德、立功、立言，不要管别人。你要这个正己从人你自己言行是否正，思想是否纯正，你的所行所为是不是正的？你要先要求自己，那么要求自己，你这样才能够强起来你要怎么让自己变强？所谓成一家之言你要成一家之言，你自己要自己克制自己的欲望，你才能够强起来，强到可以成为一个大将。他人却不我独浅，不达目的绝不增值。我们的目的是放在里边。记住，目的不是一个过程，目的绝对不是说一个虚妄的假景。包括云层躲劫那个云层都还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目的在里边。我的目标就是要不断的去往里边去迈进。这样才能够讲到你要立愿，你要报答同人师德，你要报答父母的大恩大德。所以要自强，君子自强不息啊。所以自强之中你一定要每天不断的持续去做，重复去做。这个已经做过的事情重复去做，已经讲过的话重复去讲，讲到你熟能生巧。所以这个叫一门深入的功夫一定要下。这是后学最深层的建议。因为后学是这种愚钝的人，愚鲁的人。今天如果不是关圣帝君的加持，如果不是自己发心要来讲桃园明圣经那么我今天没有这样的误解，没有这样的物件也没有这样的这个知见能力来讲述这些经典。那么为什么关圣帝君会加持？因为我自觉、自修、自动、自办、自强。没有办法，大环境给我的这种压迫力量，我
没有办法依照靠证，我只好自己来。在台北人家也不会要你；来到云林，人家也不会想要你。所以求了道之后变成一个没有用的人。那边搞个机会，那边要个工作，好像求人家能够给你行功了愿。其实你行功了愿还要求人家呢？随时是机会嘛，你要自立自强。所以老先生讲的这5个方向讲得很好：自觉、自修、自动、自办、自强。讲得很好。想想世路风霜是无人练心的境界。世情冷暖是无人忍性的心地。世事颠倒是无人修行的资粮。这个是古人的话。越坎坷的环境越磨难的环境越能够让我们激励出那种修道的奥果。所谓平平七霜雪，你在这个冰天雪地之中你能够跟霜雪对抗，挺立在霜雪之中这个是人世间的环境。即使你这样依正靠正，你还是要自立自强。你没有自立自强你随顺而流你所做的都只是功德，都只是福德。到时候人家来报佛号的时候你没有报到佛号你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你不是失去这个大好机会吗？最近我的大家早安，儒学家。那么在中国历代的儒学家之中那常常因为他们的见知见解错解了佛家的意思，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大儒者他们在批评佛教的见解。那么历史之中批评佛家的儒学家有几个代表。譬如说宋朝的朱熹，那是对佛家有极力的排斥。明朝的黄宗羲，那他也对儒家也有很深的排斥。那么他站在儒家的立场点来批判这个佛教的观点。那他曾经说世事清清，人民爱物，无有他等，是无恻隐之心也。这个佛家的亲亲人民爱物，它是没有等级的。那么佛家讲这个同体大悲它这个同体大悲，它是没有分亲亲人民爱物。那它是属于一种超世间的一种见解，但是黄宗羲他认为说这是无恻隐之心。那么取与不变而行其不施，是无修恶之心。取与之间他没有辨别，也就是说什么该取，什么不该取，什么该给，什么不该给。那在佛家的观念他认为人是没有分彼此的。那么因为有分彼此，所以会造成贫富贵贱上的差别。你今天要打破贫富贵贱的差别，那么你就不应该有这种取与上的分别也就是说一视同仁。对于任何人来乞讨，你都不要有分别心这个是行乞布施
么行乞布施，这个是佛家它的一个基本的戒律，乞食，三餐都要去向民间去讨吃的。那么这种佛教的精神呢，到了我们中国却没有办法发挥啊。那没有办法发挥的原因很多我们中国的和尚尼姑我们很少看到他们在乞食的要求人家捐献布施的倒是不少，乞食的很少。那么黄宗羲认为呢，取予之间他没有分别清楚，所以呢，行乞布施是无羞恶之心没有这种羞耻心没有这种善恶的分别心那这样呢，是孟子所讲的无羞恶之心。那他说呢，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是无辞让之心。这句话呢，是当时释迦牟尼佛他出生在人世间，他所讲的一句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所有的一切天地万物之中只有我是最独尊独贵的。这个是，你看他这个用这句话截取这句话事实上有一点断章取义他说是无辞让之心，就是说没有谦退没有一种忍让的心这句话。那无善恶是无是非之心无善无恶，那他讲的是我们的道德心性上是没有分别的。但是黄宗羲认为说，这个呢就是没有是非在人之中是非观念是一定要确立的。尤其是儒家这种春秋的精神一定要有是非的观念黄宗羲把他认为说，佛家这种无善无恶的观念是没有是非之心。那其不知性者，由于不知心耳，然其所知亦心之光影而非实也。这是黄宗羲他所讲的。他的意思是说呢，他不知道性人的这种道理，人的良知就是因为不知道心他所知道的是什么？是心的光影，心的影子而已，而非实相。那心的影子所以呢，他才会认为说，没有这个恻隐之心，没有羞恶之心，没有辞让之心，没有是非之心。所以佛家的见解在黄宗羲先生呢，他认为说，只是心的影子，心的一个虚幻的假象而已，不是真实的。他说呢，知性由于不知性，由于不知心。那因为没有办法掌握到心的实体，所以不知道我们的这种性的道理。所以他认为佛教的见解是不够实际的。那但是呢，这个见解记载在《真言集成》老前人的想法里面老前人认为说，此非世家之学也，乃后人不得分传未遇名师指点，妄猜妄议妄行耳。所以你看，老前人对于这个后来的这些儒家不得真传，没有遇到名师指点让他觉得呢，他们不但可惜而且呢还妄加的猜疑，妄加的言语行为造成了妄上更妄。那么明朝的这个黄宗羲是这样子，那么可以想见的，那么
大部分的儒家事实上也可能有这样的弊病。你看，在这个宋朝的儒学家，宋朝的儒学家联络官民这四派之争五个大儒生五个大儒者，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还有这个朱熹，联络官民。那这些这五个儒学家，他们当时就没有名师的指授了，那所以非常可惜啊。我记得前人他也常常讲，可惜北宋五子没有得到名师一指。如果他们也能够得到名师一指那他在我们今天的这种影响力那一定是非同小可。不是只有在那个字面上的那种理论在互相的议论而已。那可见他们的见解还不是完全的见性。那么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段呢？那这一段特别要强调这个在道次宗旨里面他所要传承的意思。那道次宗旨，那这个意志其实就是祖师所传下来的心法那个道体的传承那么道包括了五教道用五教的形式来弘扬到世间，能够让世间人走向真理正道，回归本来面目。那所以你看北宋五子在我们求过道的这样的一个门徒来说北宋五子就有一点可惜。我记得前人还常常讲，北宋五子今天如果来到我们道场求了名师一指那他们的影响力就不得了了。那可惜他们在那个时代没有名师传法所以他们读书书翻了又翻，翻了又翻，翻到已经很熟了，翻到那个书都破掉了，然后再用浆糊把它糊起来，所以前人还常为他们叫做书呆子。那书呆子就是在学问知识上用功夫那所以他们的有些见解看法都是自己的一个想法老前人这里所讲的妄猜妄议妄行，那当然这个是非常可惜。那我们今天能够得到名师一指，那可见我们比这些北宋五子宋明理学家还要幸运但是我们却没有他们这样的学问，甚至没有他们这样的道德。那这样这个叫错用功夫了。那么你得到名师一指的这样的一个宝贵就失去它的这个妙用。所以我相信北宋五子今天也有可能转世来到我们现在这个时间那他也为了名师一指在不断的努力你看佛还这个指示他的这些门徒到了末法时期一定要再来转世
因为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你们要破解这些邪师的说法，并且呢，引导众生呢导入这个佛的知见。那所以呢，我相信呢，这些儒学家，这些呢三教的高徒可能都已经来到人世间，在默默从事他们这个道体的工作，传道的工作。那么他们先前所留下来的这些妄猜、妄议、妄行的这些文章那么我们只能够说看看就好，也不要太在意，也不要被他们所转，所谓不被法华转。那老前人他用这一段文章来评论这个儒学家的见解，那可见呢，老前人是一个相当见性的人。那老前人也相当有学问，相当有学问呢，他会引用黄宗羲的话来讲这个道体那可见他也研究到了。所以在《真言集成》里面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古大德的言论从老前人的这种阅读当中被摘录下来。加上了老前人个人的眉批跟解释我们就更清楚所谓道体的一个本来面目，它的一个真实貌。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从佛经《楞严经》里面来特别把《楞严经》呢对于这个富罗那尊者他所问的这些问题来呼应我们接下来要讲的道之宗旨，所谓净天地理神明这样的一个观念楞严经的这一段是非常精彩，我们应该呢有空来研读但是道场又不讲楞严经，可是很多讲佛学的这些点来师讲师却常常引用楞严经的思想、楞严经的讲法。那么想必呢，这个楞严经是一个很适合在道场讲授的一门学问只是呢，它的理论非常的深奥从我们现代的观点来讲，那是相当玄远的功夫所以一般众生一般的道经他不一定能够听得懂所以要透过研究的人要把它更白话、更接近现代化把佛的思想给表达出来。那富罗那主要是问什么呢？富罗那主要是问说一切的现象如果是我们自性的发露的话，那么为什么这些现象之中应该是彼此不相容的为什么又会融合在一起的？例如说水火应该是不相容的，如果我们自性呈现火，就不应该呈现水呈现水就不应该呈现火。那为什么同时可以又有水又有火这个又有地又有风？那这些三格大地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整个天整个地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那它形成为什么不会违背我们的阻碍我们的自信呢？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佛有非常精彩的论述但是因为个人的学识
所谓才疏学浅啊，毕竟不能够完全的表达佛的意思啊，所以呢，只能够说大概是这个意思，让我们呢这些同修呢了解佛在楞严经有这段的表述，那我们呢私底下再自己去研究，跟同修之间呢互相探讨。那么富罗那问这个三轮大地怎么来的？这些呢众生是怎么来的？那佛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点呢，就是呢从自信上发生出来的。那自信不是无形无相吗？自信不是没有分别彼此吗？那为什么自信这样如如不动的一个道理，它会生出这些三个大地出来？那这个观念呢，就有一点像我们这个中国人道家所讲的无极动而生太极这个观念。那它因为呢，跟我们这个道家的思想啊很接近，所以呢，有些学者怀疑《楞严经》呢可能不是佛讲的。那么，是不是妄猜、妄议、妄行啊？这个是留给历史去公论的。那么，因《楞严经》而成就的人呢，在历史上呢也是有的。八载寒霜读楞严的故事，我们知道《楞严经》是有功德的，开悟的楞严成了佛的法华。那么《楞严经》因为呢，它不在50判教里面，它不是所谓的般若识，这个法华识，涅槃识，或者是阿含识，他不晓得要判在哪一个时代里面呢？那这个《楞严经》呢，也不晓得应该放在哪一部的经典，哪一个范围的经典之中，很难放了。因为呢，它也不是显教，也不是密教，可是呢，又属于显教，又属于密教。那也不是说戒律，那也不是说这个经教，所以呢很难判断。那由于呢这本书呢太特别了，独树一格啊，所以呢不应该被放在佛的这个言论里面了。因此有人认为说这本经啊根本不是佛讲的。那我们从八载寒霜读楞严这个故事啊来说一说啊，那么这本经呢是不是佛讲的？那么有民国初年有几个同修啊，8年里面呢都在研究楞严经。研究楞严经呢，这个其中呢有一个姓柳的先生啊，中药铺的老板。那他呢在研究楞严经之前呢，曾经有过这些是非的官司啊。那么因为这个官司呢，因而造成2个人自杀而亡。所以呢，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啊。这2个人跟他呢，跟这个刘先生啊，就牵扯了这个业因果报的关系。那这个中药店的老板刘先生，他在研究楞严经，一心向佛学习这个佛道。那在8年的时间里面啊，专门研究楞严经。那研究到也有一点心得了。那有一天呢，他在睡午觉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睡呢？也不晓得。
好像很清楚，又好像不清楚，很像在梦中，可是呢，又宛如实境。他就看到他先前因为官司而死的2个这些朋友其实就是冤亲债主，要来找他。那看到这2个人来到他的店铺他内心呢颇有惊慌因为他知道这2个人已经死了。今天死了这2个人来到我这里，肯定要找我算账。那这2个人来，这个刘先生很惊讶的不晓得怎么言语那这2个人问他说：“刘先生你还认识我吗？”刘先生当然认识了，等同是他们杀了这2个人因为他们这2个人告官告输了，所得的利益没有取到，所以呢愤恨自杀。那刘先生呢学佛知道这个因果，他点头说认识，还很客气的问他们有什么指教呢？那这2个人呢也很客气的说：“我要求你超度我们。”那这个刘先生刘老板一听说要求他超度心当然就比较安心了。可是他何德何能，无功无德，怎么样超拔人呢？他就问超度可以那问题是怎么超度呢？这2个冤亲债主就跟他讲，只要你答应就行了。那刘先生还有什么话说？好，我答应你。那也不晓得要怎么做，就答应他了。答应他之后呢，这2个冤亲债主这2个鬼魂踩着他的这个大腿，又踩上了他的肩膀，就这样跳上去了。跳上去哪里？就升天去了。2个人都是这样跳上去的，都升天了。哇，他这个一觉惊醒觉得非常的纳闷，觉得不可思议。那还有一次同样的景象，他的前妻跟他的这个女儿也都死了，还是来找他求他超度。那他同样问了同样的问题怎么超度呢？他的太太就跟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那这位刘老板当然一口气就答应了。好，我答应你。那他太太跟他这个女儿也是踩着他的大腿，又踩上肩膀跳上天去了。前前后后4个人都因为得到他的这个答应然后都升天去了。哇，他觉得很不可思议那他到底是他也没有超度，也没有念经，也没有回向，那他是凭什么超度他的？这个事情记载在佛教的一个大德，好像是地贤老和尚，还是盘虚老和尚，他所写的这个佛门的故事叫做《隐尘回忆录》一些学佛的心得。那可见从他这个故事我们知道这个《楞严经》研究《楞严经》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可以超拔人那么你说他是不是佛说的呢？那是不是佛说的？显然已经不是重点了。重点是这一本经典真的能够帮助人家开悟真的能够帮助人家成就功德。那他也没有做任何的动作，就
就专门在研究楞严经而已，可以超拔他的冤亲债主。那么我们从这个故事也可以体会到，我们的冤亲债主累世累劫的冤亲债主那么可能呢已经从我们的身上获得到一点点的加持。如果我们是真心修炼的话，实仙来办道的话，那我相信呢，他们都会沾光。那我们又是得道迷失一子，又在这个大道场里面呢，学修讲办。那么冤亲债主呢，知道我们在道场学修讲办，那他们也很高兴，他们也想护持你，希望呢你有功德，然后你把你的功德还给他们。那所以说，从这件故事我们要来讲《楞严经》这本经大概的讲到为什么会有天地的产生，会有世间万物，会有这些人类族群的产生，大概的讲到这一里。那我们现在讲佛陀回答富罗那是怎么说的？他说呢，因为呢，我们的觉性你想要去明白它，我们如不动的道体你想要去证悟它，因为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是一个妄想。知见立知头上加头这个是一个妄想，因为妄想一直呢在持续你的妄想，所以呢就变成妄念。持续你的妄念呢，就有一种妄的这个能力出来，所以呢，所记要义，汝生汝妄的呢，无同意中炽热从义。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呢，你的这个觉性在有所动作的时候，那就是无明的产生。无明就是愚痴，那无明产生的这个妄想，那妄想呢持续呢产生了妄的这个念头，妄的这个能力，不断的相续而生那无同一中炽热成义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众生无同，这个无是相同的。无是什么？无就是那个不动的道体那是相同的。那义中呢？义中就是说各有各的想法。你觉还要加一个明觉，你这个悟，你这个德还要加上一个悟。那这件事情根本就是错误的，所以你想要这个证悟，你想要明德，其实这个动作都已经是无明了。在佛的想法里面人根本不需要证悟，根本不需要明德。因为呢，你想要明德，你想要明心见性，想要证悟，结果这个动作让你妄上加妄。那因为有妄所以累习不断产生了各种的妄的能力产生了。那么如果一动就产生了这个尘劳烦恼，也就是说你这个妄想不断的持续下去那这个烦恼就产生了。这些尘劳尘劳妄想、分别执着，这些都叫做烦恼。有无明烦恼、尘沙烦恼，各种的烦恼因而产生了。那我们在佛家所看到的所谓的烦恼不是说你所担心的事情，这是一般人的讲法。
佛家所说的这个烦恼，它是指起心动念。那人的起心动念啊，因为太过细微啊，那个细微到了连自己都没有办法察觉。那个小小的波动啊，人的智慧没有办法了解，只有佛菩萨可以了解。那所以呢，佛曾经问弥勒菩萨，他说人的这个妄念啊，到底呢，一秒钟、一刹那之间到底有多少妄念？那么弥勒菩萨他的回答是这个12万8千兆。那这个数字呢，我们说天文数字，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形容。应该说12万8千亿。那么一个念头，一个刹那之间呢，就有这么多的妄想、妄念这样闪过去了。所以你才知道说，人的这个妄念呢，会产生各种的画面。那这些画面呢，如果在这一刹那之间的妄念，通通把它放慢来看的话，就形成一部电影。一刹那而已啊，一部电影哦。那么我们累劫累世有多少个刹那？不晓得多少，无限个电影这样组成起来，成了我们的历代的因果。好，我们先再讲，因为有这个妄念，那么妄念起的时候就成为世界，妄念尽的时候呢，就形成虚空。这个是《楞严经》佛所讲的道理。就是说你这个妄念没有这样扰动的时候，那是一个虚空的状态，所以虚空也不是道。那么起的时候，起就是妄念开始流动了，开始妄动了。妄念在静止的状态就形成虚空，我们说宇宙。所以宇宙其实上也不是虚空，宇宙呢，它那个星体都不断在流转。我们不知道而已啊。我们如果透过科学家的知识啊，我们会知道每一个星体都有它自行的运转，自行的能力，自行的爆炸分裂，或者是说结合成一个具象，所以呢，就成为一个宇宙。那世界呢？世界就是这样形成的。它形成了一个星球之后，那这里面呢，就有所谓的地水火风，就开始慢慢的长成。虚空为统，世界为义啊，体无同义，真有为法。那么这个虚空为统啊，就是说无形的虚空，这个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众生呢，所有法界的众生相同的就是那个无形的虚空。那有形的世界就不同。有形的世界，比如说我们人跟鬼的世界就不同。人跟天人的世界不同。这个以后我们有时间会讲到。那么体无同义啊，真有为法。那体无同义啊，也就是说，这个本来没有同义啊，没有所谓的同跟异啊。那为什么现在呢还有所谓的虚空，还有所谓的世界呢？那是因为呢，有这个妄想的产生啊，本来是这个我们亲近的觉明之体啊，那个道体啊，都是一样的，也没有所谓的世界上的不同，因为道体的真相里面啊，所谓实相之中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宇宙世界。但是呢，
一切有为法，一切有为法，因为因缘变化的不同，所以呢就产生了这个天地世界的不同，才会真正的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我们看的这个现象界，你包括宇宙、山河大地这些呢，都叫做有为法。那所以这个虚空跟世界，于是就产生了。那世界产生，其实世界就是指星球了啊，星球啊，我们人类来讲就是星球。那其他众生呢，就是他们居住的环境。那世界呢，是由地水火风所组成。那所以佛陀又解释了，那地水火风是怎么形成的？他说呢，觉明空昧，相待成爻，故有风轮支持世界。我们听到这里，看到一个名词出现了，就是风轮。风轮是怎么产生的？因为觉明空昧相持为爻，觉就是我们的道体，明呢就是说我们想要了解道体，去证悟道体的这个想法，就产生了空昧的现象，就产生虚空、光明还有昏暗的现象。那么道体本来是光明的，想要证悟道体，这个是昏暗的。昏暗跟光明不断的在交错，这种暗光不断的在交错之中啊，相待成爻。所以影音的这种交融啊，这样互相的照应，所以呢，就产生了一个风轮。那佛教的风轮就是一个摇动的、一个流动的，或者是一个变化的现象，所以叫做风。风是动的，所以呢就叫做风轮。所以在佛教里面，只要是动的，就是讲风，就是用风来比喻。所以本来世界是一个空的状态，现在呢，因为呢光跟暗互相交错，所以呢形成一个动的现象。那这个动的现象呢，就叫做风轮。风轮不断的产生了。那因空生爻，天明地暗，因为空不断的对这种妄念，还有呢这个道体互相交错，因为道体有产生妄念，妄念呢就形成那个影像，妄念是昏暗的，道体是光明的，光明跟昏暗之间互相的滚动，坚明利爱，这个就有所谓的明的产生坚固的现象。那爱的爱就是阻碍，爱就产生了。就是在这种光影的交错之下，就产生了一个现象界的实体出来了。所以你看，能量能够产生物质职能互换，这个是科学家已经证实的事情。那么能量聚集久了，它就成一个形状的样子。所以呢，地球呢聚集久了，就形成从这个地水火风的样子形成一个地球。所以你看空轮，空产生了风轮，风轮的滚动就产生了一个经轮。这个经轮这个经轮的意思就是一种坚固的执着。因为这个想法，这个妄念太过坚固了，太过固执了。
那你透过固执就会产生阻碍啊。但是你的道体是光明的，是通畅的，所以阻碍跟通畅呢，互相在滚动，互相在滚动之中啊，那么就产生了一个现象界，也就是说能量已经变成实体形象了，变成实体了，变成物质了，所以从风轮之中呢产生一个经轮。它所谓的经轮就是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地球里面的这些宝藏。那这个地球里面生出了这些一些营养素、一些元素，这些精华，你看宝石是精华，翡翠啊、玛瑙这些都是地球的精华。那包括呢各种的化学物质聚集起来啊，都成为这个地球的精华。所以呢，这个都叫做经轮。现在呢，风轮产生了，经轮产生了，所以产生了一个我们看到的原始洪荒的一个世界。那个火山爆发、气候不稳定的那个现状产生了。那他说了，风金相磨，故有火光为变化性。风跟金相磨，风产生金嘛，那这样风金又产生了，产生之后呢，这个外面呢还继续在动，风轮还继续在动，风跟金呢就产生，就互相的交错了摩擦之过程呢，就产生了这个火。所以呢，他这里讲，风跟金相磨产生火，为变化性的。所以产生了地球的热能。各种热的现象就产生了。然后保明生论，火光上升啊，故有水轮，含十方界。那保明生论，保就是地球的这些精华，明呢就是呢这个道体的那份光明。道体的那份光明，因为呢坚固的执着，跟这个自信光明的驱使之下，互相的交错，所以呢这个火就会上升的产生的这个精液，产生的滋润的水，所以水是由火里面产生出来的，所以它叫做水轮。所以我们会联想到这个风轮、金轮、火轮跟水轮。那我们不是讲地水火风吗？其实呢，地呢就是金轮的意思。它这个金轮包括地，包括这个地里面的这些元素。那你看他讲火腾水降，交发力间呢，那火上升，水下降。所以不断的在交错，我们看到原始洪荒的那个画面，火不断的爆发，那火山不断的爆发，火气上升，那么跟这个自信的明啊互相交感之后呢，就生滋润，滋润呢就有水。有水之后呢，水降下来就成为降在湿的地方就成为巨海，降在干的地方就成为沙洲，其实就叫陆地。你看星球
大部分都是海。那么有几处凸出来的，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陆地。所以说，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在大海里之中啊，常常看到火光升起。你看我们的世界是不是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看这个飓风、台风的产生，台风是一种动的现象，所以呢是无名的发动，所以台风是鱼吃的发动，鱼吃的现象呢太过深了，就产生这个风的现象在动。那风呢，再加上了这个地球的这个热能上升了，如这样热带气旋，所以呢，热带气旋上升了，就产生了这个交感的这种湿润，所以就是水就下降。所以水呢，并不是从大海上升起来的，它是在这种风轮这种金轮、火轮这样交感之中才降下水。也就是说，这个水的产生啊，是我们的自性妄动之后呢，产生金轮，产生火轮，再产生水。那风轮、金轮、水轮都是我们自性妄动所产生的。那它的水在这个沙洲上呢，就变成江河。其实就是陆地上的江河。那么水是烈火，水的这个强度啊，比火还要弱的话，那就变成高山。高山就是山的那个样子。因为火，你看火山喷发掉，火山喷发没有水来抑制它的话，那么火山这个喷发它就变成了高山。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山其实就是火山形成。那他说呢，山始急者成岩，急者成堰，溶者成水。山始啊，就是这个地啊，互相推挤，互相摩擦，那就成为这个火焰，产生火花。所以呢，山石之中有火性。那如果说融化了，水就融化了，山石的把它融化就变成水。那如果土势裂水，抽为草木，是故临手，欲烧成土，因搅成水。土的那个强度啊，比这个水还要差的话，还要弱一点的话，那么呢，就成为可以滋润草木的这个水呢，就来滋润草木，草木就产生了，所以形成了一个森林，或者是一个沼泽。那烧这个森林沼泽，又遇到火不烧了，那这些灰啊就形成了陆地。那这个土呢，如果被挤压的话，这个水就渗出来了。所以交旺发生啊，地相为种，以是因缘世界相续。所以我们大概呢，粗略的把这种地水火风是所谓的这个风轮，这个金轮、火轮、水轮，这样的不断的产生，不断的交叉，不断的互替，而产生了这个世界。那世界相续，所以呢，世界会不断的延续下去，都是因为
众生的妄想，不断的产生这些能量，能量呢坚固太久了，所以就变成了物质。所以我们刚才说风是一种无明的现象，就是产生了愚痴。那水呢？水就是我们这个贪心啊，人的欲望啊，坚固的这种执着，所以就变成水灾。火就是我们的这个怨怒，人的那一份怨怒的无明，那一股恨，恼热就产生了火。那本来是元素的火，就会变成了这个现象界有形的火。本来是元素的水，就变成现象界有形的水。所以地水火风因而形成。那这个地水火风形成之后，那火还有继续讲为什么会变成这种12类的众生7道轮回。我们讲6道轮回，《楞严经》里面加了一个仙道，仙人也是一种轮回的众生嘛。所以呢，名望非他了，觉名为喜啊，所望既利，名理不渝啊。所以名跟望呢，互相的交替名跟望互相交替，才产生这整个世界的现象。世界的现象产生了，然后呢，人的想法呢，这个众生的想法呢，因为呢，他的想法发展出来他的妄念，那他的妄念呢，会产生了各种的动作。这些动作呢，如果呢相同的，就会聚集在一起。这个物以类聚陶业相产，化以成化，合以成化，见名色发，名见相成。应见成正，同享成爱，留爱为种，纳想为胎这里讲到众生是怎么来的。你跟世界产生之后，那众生呢就产生了。那众生就产生了，他说是怎么产生？同业相传。同业呢，就是说你的业习是一样的，你有某一部分的文明呢是一样的。一部分的这个业习宗旨是一样的。那所以从这种本来一体的这种道体之中就分化出来。见名色发，名见相成分化出来之后呢，见名，看到这个名就有那个形象产生。名是我们的道体，道体就会形成那个色相，色相出来。我们道体看到了，其实那个色相呢，是我们想出来的。那想出来了，想什么？你喜欢的你就会爱他，你讨厌的你就会远离他。所以留爱为种，纳想为胎你如果碰到喜欢的，譬如说父母亲在交媾的那一刹那，只是一个助缘。那么当这个业习种子会留爱为种。这个意见成正同享成爱，跟你不同的你就讨厌他，跟你相同的同性，这个异性相吸同性相斥你就会去爱他，这个异性你会去爱他。你看到母亲，你爱他，那你就会成为男生；看到父亲，你爱他，就会成为女生。这异性相生的道理。所以呢，留爱为种，这个喜爱的现象就成为你的这个种子种性变成
哪一类众生的一个种性。那么那想就是说你接受了这个无明的想这个想法，你接受了父母亲的这一份喜爱了，你接受了喜爱，结果呢，你就跟父母亲结了这个姻缘，就那想了为胎呀，就成了父母亲的儿女。交媾发生啊，吸引同业故有姻缘呢，生结罗兰、鹤骨檀等等的，就是说各交媾之后，男女发生关系之后，就产生了吸引了这些同业的这些想法，这些业习的种子啊，来接近你。所以我们说 DNA 现在讲基因，那么基因是怎么产生的？基因其实呢不是父母亲给你的，其实呢是因为父母亲呢，它只是一个缘，一个助缘而已。那么因为你喜爱父亲或喜爱母亲，这个是同类相吸的，这个是物以类聚啊。所以你这个跟父母亲同样的这种 DNA 的人啊，那么你就会来接近他。所以当父母亲这个助缘啊，在交媾的那一刹那，那父母亲的等级啊，会影响所接纳的这个 DNA 的层次了。也就是说，父母亲当时如果是用一种礼敬、恭敬的、亲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所接引来的这些业习种子啊，它的 DNA 啊，就会比较属于高等级的。也就是说，父母亲跟父母亲的等级啊，会比较高等。那如果说呢，当时的这种想法是一种很粗糙的想法，就会招引来跟当时的 DNA 很相似的这个比较低级的这些业习种子啊，来接引。那意思就是说了，我们现在所谓的天才儿童，那天才儿童的产生，绝对不是父母亲的 DNA 给他的，而是他自己本来就有这个天才的这种业因呢。他生出来就是注定要做天才儿童，某一方面的专家、高手，这个是他天生的。那他天生呢，他因为父母亲的助缘，所以呢，他的业习种子来跟父母亲结缘，而成为你的儿女。所以他的 DNA 的排列这个顺序啊，会跟父母亲的很像。那么很像呢，很像只是物以类聚而已啊，那并不是代表父母亲给他了。所以这里讲父母亲只是一种助缘而已。那真正的还是这个众生他自己的一个想法形成的这种业习种子。那这个众生跟父母亲的这个众生，他的这个道理不是一样的吗？但是呢，因为呢想法而产生的这种化离合离成化，从道理里面分化出来。所以我们道长讲，我们的本体是老母，老母是那个大本体，我们是老母的分离。所以其实呢，我们都是跟老母同一体的。那么这个道理，因为呢，众生呢，因为轮回太久了，这种无明的念头啊，我们上一次引用《楞严经》的说法来讲到天地行主的道理。那因为佛陀在《楞严经》所讲的道理啊，非常细，非常深。
那也是讲得非常广，所以呢，一时半刻没有办法把那种精神讲出来，我们只能够点其大略。那因为上次讲到的是天地生成，还有人生成的道理。那么人呢，生成就包括胎卵湿化各种四生六道的形成啊。那佛陀也有讲到什么称为胎，什么称为卵啊，什么称为湿，什么称为化，各种的众生啊都有讲到。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讲得那么详细啊，有机缘我们真正的来开一堂楞严经的课再来好好讲。那如果说照佛陀的这个说法，众生的形成那么众生人的来源并不是猴子演变来的如果到楞严经这个说法，人呢是因为这个妄念所形成的那个妄能就是一种能量能量聚集而成的，所以这个质能可以互换，能量可以变成物质，物质可以变成能量。这个我想呢，在科学的常识里面，我们大家都可以体会。但是呢，现在呢，科学家目前呢，似乎还没有办法把这种能量变成物质。那所以呢，这个物质变成能量，这个是有可能。那我们吃饭也就是这种可能，吃饭把物质吃下去，变成力量，变成智慧，变成各种思考，那都是能量。所以呢，物质可以变成能量，那能量呢？能量也可以变成物质。一个能量聚集足够强大，聚集足够时间那它会变成物质。有一点像呢，我们现在看那个卡通影片看卡通影片，把人具现化，或者是呢把物呢具现化，具象化这样的一个实体也可以配合着人的行动来行动。所谓念力那么这个用科学的常识都可以解读这些行为，那所以可见呢，佛在楞严经讲的这个道理那是被科学所验证的。但是呢，科学家还是没有办法从佛经里面来了解这种演化的道理。那照佛的讲法，人应该是一时顿现象产生的。所谓一时顿现呢，就是能量的这个具足能量的聚集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现象，一个具象产生出来了。那具象产生出来了，就形成了各种万事万物。你看这个观念在我们易经里面的思想，太极它是具足阴阳两种的元素，但是呢，它还处在一个静的状态，就好像虚空，所以太极有一点类似虚空的样子。那它还包含着这种阴阳的元素，所以阴阳的元素呢，互相的这个交替久了就形成一股能量，能量呢就变成一个物质，所以太极而生两仪那么太极的方式呢，回归到无极，那就是呢，将这种两仪的这样的一个分项通通把它化解。
那所以呢，无极一动而生太极，太极动而有两仪四象八卦64卦的产生。这个道理，中国的道家跟佛家他所讲的道理很类似，其实也没有什么分别。我们讲的无极，其实就是我们楞严经讲的这个妙明决心啊，我们本来的那一份自信啊，如来藏我们说良知本性。那现在呢，佛陀又讲到说，当人生成人之后，那他人又会分各种不同样的人，有的比较富贵，有的比较贫贱，那有的比较聪明，有的比较愚痴，又会分成这些人。那佛陀后来呢，也有讲到，为什么还会有分这些现象呢？我们举例在讲，这是各种的因缘、果报、纠葛、牵缠，这样的一层卡一层啊，那一层牵一层所导致出来的现象。造业呢，造业久了是下地狱，地狱呢也是自己先想的变现了。那地狱离开地狱之后，那因为他的这个习性还没有完全改除，所以呢就投生到鬼道，所以有各种不同样的鬼。那鬼道呢，果报受尽了，就转生为人道。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试着从这个人道里面的分别来讲各种样子的人啊，让大家知道在人道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些人的存在。那他第一个提到说，体消轮者，筹足复行生人道中参合完类。这个消轮消轮就是本来是转生做这种枭这种大雕猫头鹰之类的鸟类当他们偿还债务之后，那么转生为人道。可是呢，还是有余习。那这样的余习呢，转生到人道之中呢，他们就成了这个鱼丸鱼恶冥顽之辈。我们看到世间很多人为恶他不晓得自己正在造下无边的这种业果。那鱼丸呢，就非常的愚痴，可是呢又很固执，相当很固执，不接受劝化，不接受的改变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呢，他的前世有可能是枭贪污的怪鬼，转变成枭猫头鹰。我们说毒枭这种枭类这种猛禽就是这样转生为鱼丸之类的。鱼就是愚笨，顽就是顽固。那么彼纠正者筹足复行生人道中参合异类。那纠正呢，就是这种旱魃鬼就是呢对于人有害的鬼。那他呢，因为呢前世的贪淫的习性还在，所以呢当他转世到人世间之后就常常转世成那种所谓的怪胎。怪胎是真正的怪胎就是长得很奇怪。所以呢，譬如说他长得2个头，或者是2个身体，那这个6根不正常，等等
个就是所谓的怪胎。那我们现在讲了，这个就是那个基因突变所产生的。那这些人呢，就是上辈子啊，他常常做鬼害人。那么做鬼害人，那又在各种怪异的这种动物身上染上了这种贪饮习性啊。你看动物贪饮的，那也很多比如说这个水鸟这个很多一下子不会讲。动物淫欲不断的，那当然如果说能够恢复这个债务偿还他的这个业息那他转世为神，还是呢称为这种怪胎所以可见呢，出生之后就是这些形状的人那么我们社会要用更大的爱的力量来感化他千万不要放弃他。那么这类的人呢，如果呢再得不到社会人的感化，那么他还会继续沦落。那继续沦落呢，那有可能造成他永远再不能够成为人那么以囫囵者转世为这个庸类，囫囵就是狐狸之类的，就是前世是狐狸那前世是这个鬼魅那偿完业障之后呢，再升为人道在人道之中呢，就形成庸俗之类庸呢其实就是我们说奴仆奴隶的命所以奴隶的命天生就是奴隶的命有的人卑贱自甘堕落，其实呢那个不是他愿意这样子，因为他前世的业习种子就是狐狸来转世的，所以呢他媚世求荣庸碌一生虽然呢这个逢迎拍马，但是呢他的一生呢也不会得到很大的福报。这是因为呢狐狸之类的有欺狂的习性有欺骗狐狸善变，有这种习性造成他现在人的这个样子。那彼独轮者转生为狠类，独轮就是毒虫，那么他前辈子是曾经是毒蛇、毒虫、毒蛙有毒的害众生这种很深的譬如说蛊毒也是那他的偿完业障之后呢，恢复人形就变成一种很毒的人，很残忍的人这样很毒残忍的人那也不是因为他本来是这样子而是呢他的业习种子已经种下了这一方面很深的这样的一个习性造成他今天呢杀人放火、当暴野蛮那这些人呢，当然社会上要用更大的这种爱心用柔软的态度谦恭的态度来讲话他，让他的层次能够提高。再来彼回轮者转生为这个为类，这个他说的回轮就是蛔虫、爬虫等等很细微的这个虫需要寄生在人的众生的身上的。那他因为呢积怨蓄恶太久了，所以呢他寄生在众生的身上就是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因为他的恨必须要这样才可以酬偿那所以这样的人酬偿完了之后
它能够转世到人道，那么它就变成了微类，微类就是很低微的，在社会上最低层的人，最低贱的人。跟刚才这个说的这个狐类啊、庸类啊，庸类是有点不一样，庸类是比较平庸，比较没有智慧，这个微类啊，微类是非常低贱的，在社会上非常这个初阶的人。我们古时候的这个阶级制度很明显的，从古时候那个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有的人天生就是卑贱的人，天生就是奴隶者。那刚才所讲狐狸是天生就是庸碌的人，庸庸碌碌的，但是呢，他又会搞怪，会拍马屁，所以跟这个微类有点不一样啊。再来说比食轮者参合为柔类，食轮就是供人家食用的。以前呢，前世人因为傲慢习气而成为恶鬼。其实我们说鬼道其实鬼是很多鬼的，但是我们大部分碰到的都是叫恶鬼。那么呢，他还有这个业习种子已经筹藏完了，来到人世间就变成很软弱的人，很懦弱、很无能的人。那因为呢，他生前喜欢欺侮别人，大我慢有这种我慢的心所以现在就是很柔弱的人，软弱无能不能自立。那这个在社会上也是很多。我们看到有些人好手好脚的，可是呢，他就是不愿意去工作，或者是说抗压性很低跟人家一言不合，然后就离职了。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柔类。那柔类呢，就是供人食物供人食用就是说，那个东西是提供人家使用的。比如说这个草木比如说这些花朵，这些供人食用的，那他们也是众生之一那么我们为什么可以吃草木花果？我们可以吃素，吃素算不算是杀生那么其实呢，严格的来讲，吃素也算杀生吃素也算杀生。那这样呢？那我们到底要吃什么？我们没得吃如果连吃素都不能吃的话，那么我们人就没得吃了。这个世间人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那他们会变成草木变成这些花果供众生来食用这个也是他们的果报。但是呢，他们这个是属于一种比较初阶的这种灵体所以草木是一个无情的众生他没有感觉没有见闻觉知但是其实是有见闻觉知他有法性但是我们人跟他互动是没有办法直接互动的他跟这些动物那个就不一样了。所以动物是有灵，那么这些花草树木它没有灵，它是有事所谓的意识这个叫做柔类那它的体蹼轮者参合劳类这个蹼轮就是供人服用之类前身乌网承袭
供人家服用跟供人家食用这个类似，有点类似哦。但是呢，他前生呢污往成习，就是说喜欢呢冤枉别人，喜欢呢讲谎话。那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众生啊，他来到人世间，就是参和在劳苦之中啊，所以变成劳碌了，劳碌一生啊。有的人一生劳碌赚不到钱，那非常辛苦，辛苦到了他终其一生，还是呢没有什么所获，这个是劳碌。劳碌就是因为呢前世污往太深了。再来就是彼应轮者，参于文类。应轮呢，应轮就是应着天气，应着气候，应着这个时间来产生的这些众生啊。比如说春天来了，燕子就会飞过来。那么秋天来了，我们就看到候鸟就会这个候鸟往南飞。那么这个呢，前生呢贪找邪见，自作聪明了，所以呢为魍魉，所以他前世呢是在山中的魍魉。为什么呢？因为他有邪见，而且呢他有一些小聪明。那当他偿还这个业障的时候恢复到人道，还有这个余习。所以呢，这样的人参和在文人之中，小有文采，但是呢，又不是呢惊天伟地的那种大文豪，小有文采所以上辈子是做这些春燕秋鸿这些鸟类的，这辈子呢就是小有文采。这个算是已经不错的人了再来说彼修真者，参和民类。修真呢，就是说能够知道这个未来的事情，能够预卜事情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那这种人呢，因为先前狂诈诱骗，利用这种手段诈骗，这个欺骗别人成为意识鬼，就是受到人家使役的，就是受人教化的这个鬼那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众生他来到人世间之后就会参和在民类。民类就是比较聪明的人。比较聪明的人呢，可是呢是属于四智变聪，所以聪明跟智慧是不一样的。我们世间有小聪明的人很多，但是呢有超越六道轮回的智慧的人却不多。这个就是呢前世这个业习种子所种下的因利用占卜，利用这个预知能力来骗人。然后呢，他说呢，寻轮者参与达类。这个寻轮就是呢很循顺的人，就是很顺从的人，很顺从的众生比如说猫、狗还有这个鸽子等等的。这些人他因为前喜欢好结党兴讼，结党兴讼做传送鬼我们说传送兵这种传送信息的鬼那这个鬼呢偿还业障之后来到人世间还有业习种子就参和在达类。达类就是通达的人，明白世故的人有的人他看起来很世故
很了解状况。那么在这种人啊，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投资的人，哇，好像很厉害，一下手了总是会赚到钱。对于人情世故啊，总是呢，这个圆融十方啊，能够呢，这个不欺不骗，面对每一个人呢，都是呢微笑的脸对着对方。那微笑的脸对着对方不代表他的心就是微笑的，所以他这里讲的达类啊，是属于这种。那所以呢，这几种类啊，都是我们世间人都可以看得到的。这是佛陀啊大略的说法。将人啊分成这10轮。分成这10轮里面呢，佛陀讲啊，这个无始来啊，业绩颠倒，相生相杀，不遇如来，不闻正法，于尘劳中华尔轮转，此被名为可怜悯者。所以人呢，都是叫做可怜悯者。因为呢，他们前世曾经是鬼、动物来转世，然后呢，因为呢，以前所做的这些业习种子都还在，所以这辈子呢，掺和在各种这个百业之中啊，掺和在各种人群之中啊，所以呢，被分成这10类，都叫做可怜悯者。其实他们很可怜，虽然他们在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但是呢，不晓得人生的智慧，所以呢，佛陀把它称为是很可怜的人啊。那么从佛陀的分类里面呢，我们就知道说，天地的生成，人的生成是这个样子。那人如果说他再能够继续修行，继续参悟的话，那他就变成天人。天人就是我们所谓的仙人，我们所谓的神明啊。那么《楞严经》也有讲到仙人、仙道这一个道，所以我们讲6道轮回，《楞严经》讲7道轮回，仙道也是轮回之一啊。那么《楞严经》的标准啊，那么看在道家里面啊，那可见啊，道家的那个修为啊，在《楞严经》之中啊，都还算是小道。真正的能够了解那个如来藏，了解自性啊，是道。了解自性有无边的妙用。证悟到如来的这一点本性啊，那么才是真正的我们今天要努力的目标。所以我们这辈子既然为人了，那么一定是有很多罪过错在里面。佛陀说，淫、这个杀、盗这3种业啊，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纠缠。因为有淫业，所以有各种众生胎卵湿化的产生。那么胎卵湿化这些众生产生之后呢，他们为了要生存下去啊，所以呢不得不伤害别的众生，去杀害别的众生，所以呢就造成了杀业。我们现在国内吵得沸沸扬扬的。美国的牛肉要不要进口？美方呢，他很感冒啊。台湾已经都说好了，为什么现在又反对了？那所以呢，台湾这边呢，政府要派人去说明，什么原因？其实呢是要做私底下的一个沟通啊。台面下的沟通啊，所以我们不晓得他们台面下到底要做些什么事出来。
那么你看，人吃牛、吃羊、吃猪、吃鸡，这些吃来吃去。那么我们想想，我们这辈子吃了多少动物啊？动物因你而被杀的那一种啊，这种业障啊，太多太多，没有办法计算。哦，人死为羊，羊死为人，这是佛陀讲的话。那么因为人有能力来杀羊，好了，这只羊被你杀了，这只羊被你杀了，它的这个灵啊，就不断的累积，等到它变成人了，你变成羊了，它要继续来杀你，啊，总是要把这份因果给了完，酬偿业报啊。那么在这里面呢，他说这个酬偿啊，你也不能酬偿太多，酬偿要刚刚好，哦，当然要把利息算进去啊。那酬偿这个刚好的程度，那你如果酬偿的太过，哦，不如你杀这只羊，你只能够吃半斤而已，结果你给它吃了1斤。那么这只羊，它要想办法来吃你1斤啊。那如果这只羊变成人之后来吃你的肉，吃1斤，结果呢，它吃了2公斤、2斤，那这样呢，它又给它吃太多了，吃太多了，这只羊以后呢，又转世为人，再来吃你一次，所以就这样呢。因果轮回不断的相伴相识啊，哦，这个或者是说偷盗、强盗，哦，你像你这个去猎杀这些动物，他们并不愿意被你猎杀。但是呢，你有能力，你把它抢过来，哦，这个是佛陀所谓的偷，哦，所谓的盗，那盗的范围啊，就太多太多。我们呢，就大概点出来这个样子。那所以，因为杀盗淫这3种业不断的累积轮回啊，所以产生了6道轮回的现象，人没有办法跳出来。哦，这个如果不是遇到名师啊，没有遇到真正的佛啊，我们不晓得这个道理。那所以呢，道乃是无极的真理啊，落在人身上叫性。我们今天呢，了解到这个性。那它是呢，因为有这个性呢，所以变化万端啊，变化成动物，变化成鬼，变化成这些万事万物啊，都是我们自性变化出来的。哦，如果不是明知告诉我们今天呢还是落于后天呢，哦，居于气品，避于物欲啊，为这种气数所局限。我们怎么知道要超生了死？啊，怎么知道呢？可以超凡入圣呢？啊，所以得受名师一指啊，是最大的福报的人。那么名师告诉我们，还直接的告诉我们，他还不是说要蜿蜒曲折的，直接告诉我们，你就是从这里修就对了。从名师一直下功夫就对了。那么已经讲到耳根圆通，哦，他讲到鼻根、舌根、意根、舌根，他各种根都有讲到了。但是呢，独称赞耳根圆通。那么这里面呢，有很大的玄机啊，可以值得我们探讨。那如果说讲到根性的话，
那么我们应该舍事用根啊，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意识啊，用我们的根性啊，因为根性就是道，根性就是那个自信，就是无极的真理。但是呢，碍于娑婆世界众生他的那个业习啊，所以呢，佛认为说用耳根是最适合的。那耳根呢，如果配合明师这一支啊，那么根根相通，根根为用。明师这一支是叫我们用根性去参悟啊，哦，不是只说用眼睛啊，用根性啊。佛陀说啊，你会听的那个听，你会看的那个看，你不是因为眼睛会看，你不是因为耳朵会听，你要懂得这个道理，而是呢，你会看的那个根性啊，眼睛只是工具啊，让你看到这些事项，可是你没有眼睛之后，你还是看得到。没有眼睛之后，就一片乌黑了，怎么看得到呢？对，你看到无相啊，你看到黑暗啊，所以呢，那个看还是一样的。在佛陀的弟子里面呢，还有人眼睛瞎了，可是呢，他看地球就好像呢手中的苹果、手中的芭乐一样这么清楚。那是呢，因为用根性在看。那么耳根圆通呢，也是你要听啊，反闻闻自性啊，性成无上道，你要去听。那么刚开始呢，明师所教我们的这个方法，那它是很适合用耳根来听的。好，用耳根来听你的根性。那么世间安和声啊，都是无字真经那个五字真言的声音。那你的这个真主人啊，住在玄关这里，住在玄关，然后呢，这个跟听到的这个佛音呢，互相契合，互相契合之后啊，你就要讲到说，你这个人啊，有一个真主人，那这个真主人呢，并不是肉体的我，所以佛陀讲，非我非人啊，非一切东西啊，你所讲的一切都不是，但是你所讲的一切都是自性的变化。这讲起来实在是很复杂，也不见得讲得圆融，我们再来慢慢探讨。那我们因为要呼应尽天地理神明，那所以呢，我们特别呢，再把《楞严经》里面他讲的这个仙道的修持仙道在七道轮回里面，仙道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那他说呢，有的人啊，已经成人了，但是呢，不依正觉修三摩地，没有依照了正知正见来修呢这个止观啊，来修大定啊。那所以呢，别修妄念，存想故行别修妄念，用这个妄念来修啊。想要故行，就是保有这个肉体啊。由于山林不及处啊，有10种仙这个游走在深山众谷、山洞之中啊，所以你看我们的仙人总是跟山林离不开。那他因为呢要离群索居啊，躲开这些人世间的干扰，所以呢他必须呢住在山林里面。那佛陀讲有10种仙啊，就是这种状况。他说呢，福布食而不休息啊，食道圆肿。这些人呢想要长生不死，所以呢他
整天呢就是呢用各种药物来做泡制，或者是说做饼干、做药丸，用这些药物呢来让自己达到养生的方法，可以呢这个健身益寿啊，身体轻安啊，走路快速。那这样的人呢，可以成为地行仙啊。佛陀把他取一个名字叫做地行仙。走路很快速，再透过这个吃药啊，他的药是有形的药哦，再吃灵芝、吃人参、吃世界上的各种珍品，然后呢，成为一个这个很长寿的人。有点像武侠小说里面讲到的，锐气千条。吃了这个之后啊，光芒万丈啊，这个是地行仙。那么他说呢，兼顾草木而不休息，药到元成啊，名飞行仙。飞行仙呢，就是呢不食人间烟火，专吃草木。草木跟我们刚才讲的专吃药物啊，这也是差不多了。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它专吃天然的东西，这些灵芝啊、黄金啊等等的，日子久了，修炼成功啊，可以步行如飞，登山越岭，像在飞一样，所以叫做飞行仙。通常那个地行仙它还没有办法飞，它可以走路很快，那这个可以飞。再来呢，就是兼顾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圆成。化道圆成就是游行仙，专食用了各种的金石，我们说这个铅汞啊、通铅啊、尖汞啊、炼丹啊、主要啊，没有间断，服食金石啊。刚才是服食草木，这个是服食金石啊。修炼成功可以脱胎换骨，点石成金啊，超脱而游世外。这游行仙，所以飞行仙跟游行仙比起来，游行仙又更高一招。那飞行仙是可以在世间的三川五岳这样飞行，它这个游行仙啊，可以呢游于这个世界之外。再来呢，兼顾动止而不休息啊，气精元成，叫空行仙。空行仙呢，就是一种修动功的人。兼顾动止而不休息啊，动止动就是一直不断的去练功夫啊。我们说勤练武功啊。或者是说呢，止呢就是修静功，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那这个就是很像道家的这种打坐的功夫了。那这样的人呢，练神还虚啊，还于虚空，那他可以出定入定了。腾云驾雾，所以叫空行仙。那可以腾云驾雾了，可以出定入定了。所以他在这个他的境界里面呢，他是可以进入到那个定中。那所以啊，他可以去游玩天堂，游玩世界以外的这个太虚啊，所以叫空行仙。那么兼顾精益而不休息，润得元种，这个叫天行仙。这种天行仙呢，就是呢专练这种口水。我们说精益啊，吞精咽液啊，补天子吞玉浆啊，使这个水生火降啊，结成内丹。这个是我们说的金丹的功夫了。那金丹结成内丹之后啊，
那么这样的人呢，水火既济啊，功夫成就，内润传外，外润面容，会鹤发童颜，不为物美。由于天上叫做天行仙，你看除这个我们说搬迁练佛啊，抽砍舔离啊，就是这一类的修法。所以这类的修法修成最后的结果呢，润得圆成，叫做天行仙。那可见天行仙又比通行仙啊还要高一招，能够乘天地的正气啊，来游于天上，大概三界十方都可以游行了。再来呢，兼顾金色而不休息，息寸圆成，叫做通行仙。通行仙呢，就是专吸日月的精华，早上呢对太阳吸太阳的精气，晚上对着月亮吸月亮的精气。修炼成功呢，能够精气减冬，形与气化，神与物通啊。这个形啊能够变化，一下子这个人形不见了，然后跑去哪里？跑去了这个神游太虚啊，可以穿金石到水火，往运无外啊，叫通行仙。所以我们这个笔记小说里面常常看到有一些仙呢，能够穿过这些山石，能够呢入大海，入这个大湖，都不会有事的。那这个呢，就是属于通行仙。这样的人呢，他的肉体呢，可以变成物，可以变成能量。肉体变成能量啊，他可以到处去遨游，可以通达世间的任何阻碍，已经翻了过来啊。这个叫做通行仙。再来呢，就是兼顾咒紧啊，而不休息，术法圆成，这个叫呢道行仙。那就是呢专心持咒，持咒啊来求延年益寿又延迟斋戒，又呢这个降妖驱魔这样的人呢，可以养生，可以医病，可以利人救世，所以呢这个叫道行仙。所以很多道士，我们看到古时候一些道士的，他可以这样子随便画一画，或就成为一个病符来治病，随便吹一说就成一个药丸来帮助众生了。这个就是所谓的道行仙所以呢，修行兼顾其心的专注咒语，这个道行仙又高一招。那兼顾思念而不休息，思意圆成，叫做呢照行仙。照是这个照见照相的照。照行仙呢，就是呢沉思静念不思善不思恶，存想顶门而出神，至于迹下而聚气。修泥丸功修泥丸功的人神可以出入自在，气可以上下交通，形成照应化成金光。所以呢，他也可以带着肉体这个化成能量四处呢去交通这个是控制意念从意念呢下手，这是照行仙。再来呢，兼顾交构而不休息，感应圆成，叫做精行仙。那么兼顾交构跟男女的交构其实呢很像。那他不是说找男女来交构，他是意念呢，所谓的这个婴儿差女婴儿差女常常练。那么婴儿差女就是呢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嘛，所以离是属于火，那么呢这个坎是属于水，水火交际坎中满就是差女，离中虚就是婴儿，所以差女跟婴儿互相交构，就会
结胎。那结胎就是养金丹啊，婴儿葬礼相逢在黄庭，相逢在黄庭就是属于义哦。我们说义守玄关啊，这个义啊已经成就为丹了，叫做金行仙。再来呢，就是呢，坚固变化而不休息啊，觉悟圆整，叫做呢觉行仙。哦，觉醒是觉是断绝的觉。那么它是立志的研究各种物理的变化，各种呢事物的这种探讨啊，结果呢发生了这个感悟。有所感悟之后呢，它可以呼风唤雨，移山填海，还能够将春夏秋冬来调换，这个叫觉行仙。所以变化时空啊，能够变化时空啊，那是因为呢，这个在物的现象啊，把物的这种体性啊，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悟透了之后呢，就可以呼风唤雨，移山填海，运转世事，那个叫觉行仙。以上10种是佛陀所分析的10种仙啊。那么他讲的这些仙啊，在道家里面所说的大概都已经有包括了。那么如果说从《楞严经》的角度啊，那么这些仙人啊，都还是不究竟的人，但是呢，这些仙人啊，已经是我们世间人所称的神人，我们说神明啊。所以我们讲到敬鬼神啊，敬鬼神就是因为我们世间还有这么多鬼神，单单这些仙是就是神。那这些仙呢，他在这个人世间，他可以帮助人世间，也可以毁灭人世间，他也有七情六欲。那么他的发善心用来帮助世人，他的道行当然就越来越高。他发嗔心来毁坏世人，那么他的这个道行就会越来越低。所以这些仙类啊，佛陀继续跟阿难讲，是等皆于人中练心啊，不修正觉。这些人呢，都是在人之中啊，来练他的心。我们说了，修心养性。修心练性的，可是呢，还不是修正觉。你看这些仙，他讲到的是因为他的坚固变化不休息，坚固就是说他所修的这个法门啊，他坚持住，而且认为说这样一定可以成就，所以呢，他就不断的去做他的修炼。但是呢，这些跟了生死出三界没有关系。那所以说不修正觉，别得生理。他们呢可以修到这个超生这个长生不死，但是呢，他们还是没有悟到正觉。寿千万岁啊，修止深山或大海岛，绝于人境啊，失意轮回，妄想流转，不修三昧，报尽还来，散入出去的。你看佛陀讲，不修三昧，不修了正定，不修正知正觉，所以呢，他的福报享完了，他还继续散入出去，散入到六道之中，那有可能先就降一级，就越降越初级，那仙又变成人，人又变成畜，畜又变成鬼，鬼又变成地狱。虽然呢，他们在深山大海岛，在没有人的地方，可是呢，轮回妄想流转，
并不是不死哦，他还是会死哦，只是呢，他可以活得很久。我们道场讲了，老前人常常讲守尸鬼，他活了那么久，可是呢，对于这个世间呢，没有这个正面上的影响。对于斗化世间呢，也没有正知正见的。对于自己超生了死呢，更是一无所知了，因为他认为他已经超生了死，殊不知他已经落入了仙道。那仙道至少比人道高啊，可是呢，仙道呢反而不容易成就。那不容易成就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神通有福报，比人好，没有像人那么苦了。人道苦有它的苦的意义啊，所以人好修行，仙不容易修行，神不容易修行，所以有它的原因呢。那所以我们去看到那些鸾棚里面的神仙啊，希望他来打帮助道，度化众生，他们的回答常常是各有因缘，各有因缘就是莫强求了。他们有他的神旨啊，有他们的仙道要去走啊，所以呢，修行不见得比人快。那么我们想到念佛往生的这些人，可以半夜往生，在佛的加持之下，在极乐净土继续修行，那至少他不会堕落，所以要去那里也不简单。那不会堕落，一直要修到成佛，他的那个过程呢，很长很长，很长很长啊！也许一个人啊，在人道受苦修炼啊，他的成就啊，会比极乐净土的众生啊还要快。所以啊，这个选择法门啊，你要看清楚、认清楚啊。今天是名师传你大道，大道在普传啊，你得到这个大道，你要赶快认清方向，赶快呢依理而修啊。他说呢，诸世间人不求常住，未能舍诸妻妾恩爱。于闲语中心不留意啊，成影生影命中之后，临于日月，如是一类名士天王天。你看他开始讲到天道的神明。那么天有28层天呢，所以呢，我们从仙道讲到天道，它这个道还不太一样呢。那我们28层天我们就不用讲了。总之呢，这个就是神仙之类的。所以你看我们世间这个空间啊，神仙之类的众生啊，那不晓得多少。那么神仙之类的众生都有神通啊。他们的神通依照他们修行的功力啊，而有浅有深啊。所以那些专显神通专用来欺世媚人的这些人啊，这些神仙啊，其实啊，他们也有烦恼障碍，他们也在六道7道轮回里面。我们刚才讲的用这些仙来代表，那么是天王天一直到这个所谓欲界天、色界天到无色界天，这些人呢，这些众生啊，都是叫做天人，都是在6道轮回里面。那么他们都以为他们自己呢已经超越6道轮回了，其实还没有，还在轮回生死之中啊。但是福报特大，所以呢，一般人认为说天上的神仙啊，就是我们修道的目标，那其实是大错特错了。我们要认准的目标是那个无极真理。无极真理就是6
楞严经》里面讲到的如来藏。如来藏如如不动，可以呢应碰十方。所以这个无极而生太极，无极的现状啊，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我们的这个如来藏啊，我们的良知本性啊。那么呢，因为呢，现在已经到了整个法运的末期了，末法、末世、末劫，都是在讲这些。所以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洪而上，有各种邪知邪见的人啊出来了，就是刚才比喻的这些神仙啊，或者是说鬼魅啊，通通出炉了。那他们也要收他们的盘，各收各的盘。你今天被谁收去了？那你要很清楚啊！你今天可以皈依到名师的门下，你已经是无比的幸运了，这是无比的福报。你要晓得，你累劫以来所修行的，就是在等今天这一回了。名师一指点，现在已经得得到了。我们如果看到《楞严经》讲的这些啊，我们才知道啊，这些神仙啊，都不是我们的目标。唯有依照正知正见、真理真道来修。那真理真道呢？因为呢，各家各派的讲法太多。大家早安，修道要修到如如不动，修到这个三摩地啊。那么我们上次讲《楞严经》，《楞严经》教我们反文字性啊，性成无上道，那是文思修里面开始下功夫，从文的根性，然后去思考，然后去修行。那么在耳根圆通之后的介绍啊，阿难跟佛陀之间也有很深度的对白。为什么这些修行者，那么在他们得到成就的时候呢，却受到魔的干扰，甚至呢入了魔道？那里面的佛陀也有很精彩的开示啊。那这个《楞严经》讲啊，存想即非啊，存行即罪。这个观念呢，就是说一个人，一个修行人，那么他没有任何的欲念，也没有任何的想法，那他们都是往着这种理天的境界啊，佛菩萨的境界啊，圣贤人的境界啊，这样不断的去坚持，那么这样的人呢，就会不断的去飞升，不断的飞升而成就。那么当他飞升成就的时候啊，大地震动，其他的这个魔宫啊，会有这个地震的现象啊。那么这种摇动的现象啊，造成天魔的恐惧惊怕。只要有一个修行人得定了，进入了一个境界啊，那天魔的这种宫殿啊，就会崩裂，天翻地覆啊，好像在水中摇晃一样。那所以天魔就知道说，这个时候呢，快要有人成就了。那么如果说这个人呢，能够加入魔的眷属啊，那么他一定力量呢会增强很多，如虎添翼。
想办法去干扰这个修行的人啊，让他呢能够呢失去他的政治上见，加入魔的这种眷属。那么，所以《楞严经》在讲，这个地震，这个世间的地震啊，人呢认为说啊是自然的现象，在惊恐慌之中啊，也没有办法应付啊，是自然的现象。其实啊，如果说从《楞严经》这样看的话，好像不是自然的现象。那最近有新闻报道说啊，其实地球的天灾地变啊，都是外星人造成的。有一说呢是外星人他的影响，这是有可能。有可能原因就是呼应楞严经的说法。那外星人到底是哪一个外星人，我们当然不得而知了。但是呢，他在修行，如果说修行到一个境界，就会产生这里所讲的大地震彻，水陆飞腾啊，整个地连翻身啊。那照理讲，你虽然是这样子，整个大地震动，可是呢，对一个修行人来讲，那也只是一种幻象而已啊，你又何必惊怕呢？可是呢，众生因为呢有那个业习啊，感到惊恐，感到害怕，那么这个惊恐害怕呢，产生了他对于整个天地的累劫以来不平的现象啊，对于天地呢咒骂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啊爆发出来，于是呢就产生了连他自己呢也会因为这个震动而产生灾难。那需要知道，真如本性是如如不动的。那所以说六祖坛经里面讲到禅定了，这个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离相为禅，外离相为禅的功夫呢，就是放下这种烦恼无明啊，放下你的分别执着内不乱为定。内不乱就是说你见了相，你所看到的是根性所以说见色尘的根性眼根的根性，听这个声音，听是闻根的根性，你的根性呢如如不动，内不动，所以这个呢叫做禅定。那么如果说众生呢能够依止这样的一个道体来修没有任何的所谓境界没有任何的波动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么老前人在《真言集》里面解释我相是什么？我相呢，就是说一个人一生忙忙碌碌的为了自身的谋利为了前途为了名利而这样子执着这一个身体你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个身体，为了你的家庭，所以呢，这个是我相。那么你为什么会有你这个身体？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家庭？我们讲过，这个楞严经所讲的，这个都是呢妄心变动的结果。那妄心变动的结果产生的这些业缘境界你又不断的去执着它，结果呢造成更多的习气因果出来。所以呢，你和我相
分别你我，分别你我，见好的就去攀缘，见不好的就去唾弃，就去舍离啊。所以嫉妒人之有财，或者是说攀缘人之有贵，那这样呢都是众生相。色受想行识合起来，贪嗔痴爱这种烦恼啊，泯灭了我们的灵缘，这个就是众生相。所以你看，有了我相、人相之后啊，众生相啊，表示呢，外在的众生、内在的众生啊，都干扰了我们自信的这个灵缘。外在有这些五欲六尘，没问题啊。内在有这些贪嗔痴爱、杀盗淫妄，所以造成了这个灵性啊，更加的迷惑，迷惑又造业，造业受果报，结果呢不断的在轮回。那么这个是众生相。那么有的人呢，为求现在的福田，为了求养生，或者求永久保持住他现在这个名位，会用尽无所不用其极的方法。这个呢就是受者相。那么这个修行呢都不是菩萨，因为执着于相。所以佛要我们放下这些相，放下这些妄想，放下这些无明了。因为相既然是妄想所产生的，那么重点是妄想也要放下，你才有办法了解这个相的本质。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是《金刚经》所讲的话。诸相非相，一切都不是我们的。想想看，这个世间我们有使用权，但是没有所有权，那只是使用，暂时使用。你想想看，什么东西是你的？你能够说出来的那个东西就不是你的。包括我这个肉体，我能够说得出来，希望呢，这个在所有的物象里面呢，至少我拥有这个肉体，所以这个肉体是我。肉体是我，这个也是错误的假象，因为呢，肉体不是我。因为肉体如果是我，照理讲，我可以控制它，我可以掌控它，我可以让它不要老化，不要生病，不要死亡。照理讲，我是可以这样子。但是呢，有的人认为说，那利用丹药、利用咒术，利用各种这种坚固的修持方法，来达到长生不死。错误了，错误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假的，你要保有假的，成为永恒，那根本就是妄想。好像呢，你拿沙要来煮成米啊，煮成饭啊。你要把磨镜啊，把这个砖头啊，要磨成镜子啊，这是不可能的，永远是不可能的。这个是认错根本啊，错用功夫。那错用功夫呢，是修行人最大的机会。可是呢，偏偏呢，很多人在修行的路上啊，他常常呢，执着境界，所以呢就着魔呢就越理越偏，这也是错用功夫啊。那所以佛陀在《楞严经》有讲到，这些修行人为什么在什么现象着魔，以至于说呢，他根本没有得到正知正见，所以在整个修行的路上啊，是白费功夫了，甚至让自己堕入了魔子魔孙，成为魔人啊。
先前讲到这个众生有10大类的人，有10大类的原因，那么成为仙也有10大类的仙。那么《楞严经》也讲到，这个菩萨的位阶啊，有60个圣人。照理讲，菩萨已经是超越生死了，有10个圣人的位阶。那么他认为说，我们要走的是菩萨的路线，一步一步的往上登高啊。所以有所谓的10住、10行、10回向、10地。有什么甘位地、4觉行等等的这些菩萨合起来都有60个，所以你要每一层一层去突破。那么菩萨唯一的动作呢，就是呢，把这个幻象啊，把它呢看破，把它放下。断贪嗔痴，看破放下，这样呢就是菩萨的路。这个是我们修行的正知正见。那所以现在什么是你的？你的这个大庙，你在道场所办的一切，你成就的后学，这些呢都不是你的，没有一样是你的，你只是参与这个过程当中而已。老前人讲一人办一段啊，你这段过去了，你就可以回天脚趾了。你不需要再眷恋你在世的这一段，你再眷恋啊，那么你就是成了这个诸相而见相，那么你不是如来，你不是如来，所以你不能够成就正等正觉。那所以这个佛陀啊，有帮我们细心的分出修道的过程，你在无形之中所着抹的现象，我们这个人可以稍微来讲一下。什么在胖？那么他刚才讲，存想即非啊，存情即罪。那么存思想，就是往意内去观的人啊，那么他就会飞升，他就不断的层次不断的上升。那上升呢，又有所谓的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真正的能够突破这种6道障碍的，那就是呢，这个4果以上的阿罗汉，他才可以这样子。阿罗汉还是小圣，他要回小向大。我们说顿根的阿罗汉啊，他还没有办法完全成就了，所以回小向大，然后呢，踏入菩萨的修行。那这个都是要名师的指导，如果没有名师啊，我们不了解这种道理啊。那也就是说，众生的根性啊，事实上呢，他是没有办法了解。那么阿罗汉、独觉、圆觉这些修行人啊，他们都认为说，他们自己已经得到涅槃，他们自己已经成就了，所以呢，就进入了完空的阶段。那完空了，他也不用特别去知道什么叫做菩萨，什么叫做佛，因为呢，他就是佛。那所以为什么说佛陀要人先从小圣，然后再修大圣？就是因为呢，一定要懂得回小向大。那佛陀为什么不直接讲大圣呢？他为什么还要讲小圣呢？这个原因是因为要呼应众生的根器啊。你一下子讲这个大道啊，不是每一个众生都可以了解的。你看我们一贯道这个名师指授祖祖相传这个一贯大道啊，大部分的众生啊就没有办法了解，甚至呢没有办法相信。我这么一点，天宝挂号，地府抽筋，哪有世间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我不用修行就已经天宝挂号，地府抽筋了。那我再修行下去，我就真的能够回到天堂了。
所以世间的人的智慧啊，没有办法用这种立根顿教的方法去成就它。你要像每一个人都像慧能这样子啊，一点就通了啊，那这个世间呢是天才的世间呢，佛菩萨也不需要每次来到这个世间来这个传法文了。即使是你理论已经悟通了，可是呢，你还要去历练啊。理可顿悟，是要渐修啊。你虽然知道这个理了，了解到众生皆有佛性，众生必定成佛。可是呢，那个境界是什么？你没有办法了解，所以你还要去悟去证，在人世间，在社会上，在大自然之中。那所以道之宗旨，他告诉我们，道就是呢，从人跟真心的关系，了解人跟社会的关系，也就是人跟众生、人跟人的关系，人跟自然的关系，人跟大地万物的关系，从这些三个角度来了解到你自己，我是什么。如果你今天能够从这个三个方向来悟测到自己的那一份如来藏，那一份良知本性那么今天名师传道给你那就真的是很得受用，你真的是得到了，也成道了。那么以前呢是先修道再得道，现在呢先得道再修道。那如果说到成就的方法来讲，那应该是先修道再去成道，这样才是正途可是呢，仙佛讲天手紧急老天不忍玉石俱焚，所以先把道传给你。那今天我们得了道了，不晓得道的宝贵、奥妙、珍贵甚至修道的过程当中我们受到一点境界的干扰就没有办法再坚持下去。那么这个都是累劫的这种妄想、习气、无明障碍我们的修行。所以孔子讲愚而好自用，见而好自专，身无今之事反哺之道，哉及其身者也。愚昧的人，可是呢，他就喜欢自专自用，好夸大。他见而好自专，他是一个卑贱的人，可是呢，却能固执己见，专门独断。现在这个世间以反骨为风潮。我们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老人是谁？老人就是这些圣贤人古大德，这些佛菩萨。今天呢，有人以反对这些老人为主要的诉求为主要的手段，来张扬自己的这个言行张扬自己的名声，张扬自己的论见他们都不晓得灾及其身者也，灾难就快要来到了你不听老人言你自己要去发展自己的想法做错了也不愿意听老人的指导，所以呢一路上跌跌撞撞，跌跌撞撞，也许你还有悟的一天你如果执迷不悟不知道悔改不知道回头是岸这么一下去结果呢茫茫然6万年不见踪影了。佛陀说可怜悯者，可怜悯者。那么这个不是佛陀这些圣贤人不慈悲不教我们
因为呢，你不接受古人的教诲，你不接受了老人的教诲，所以我呼吁我们修道人啊，我们现在的修道人，现在呢，我们虽然没有说常常可以跟到大德者，但是呢，我们还有这个古人的经教，圣贤人的经教留在世间呢，我们常常去读它，常常去领会它，去接受它，那么同样的道理也是可以成就的。我们常常讲孟子的故事啊，孟子跟子思啊，他是没有碰面的。那么孟子为什么可以传承心法，传承道统？那他是因为他听老人言，他学老人行，他看了《论语》，看了孔子的话，发心要学孔子，结果呢就真的成了孔子。第二个圣人，所以叫孔孟。第二个圣人应该是颜回啊。为什么我们后人不称孔颜，也不称孔曾、孔思，但是独称孔孟？为什么？因为孟子他做得很彻底，他学习的可以说学到了90%。那所以我们也可以学习孟子这样子。你依照一家之言，依照圣贤古大德所留下来的这些典籍，好好的来参悟，好好的来修学，你也会成为这一派的一个开悟的人。那不管呢，你是学三教的经典，学各家各派，学五教的圣人，不管呢你是学哪一个，那么只要是政治正见你都可以从之中而入到这种戒定慧的一个程度，好好的行持行持之中得到一个定力那么在这个定力当中你会得到这种佛菩萨的智慧。我们要知道外离相是禅，内不乱为定，是禅定所以从五教的各种法门，你得到这种放下妄想执着，内在如如不动，互相的感应那么你就可以步步的走上菩萨的位阶。那佛陀他讲到说色受想行识这五因五因有10种的这种现象会干扰你，因为五因本来是空的所以叫五因魔。那么这个五因是空的，修行人会认为说在这个用五因修行的过程会认为那个境界是真的。那坚固的妄想会认为那个是修行的根本结果是五因魔。其实我们的五因其实也叫魔。我们说五贼加上一贼是6个贼。那佛陀举例他说一个在修行的人很精妙的来研修这种定力，闻思修的这种功夫四大不知少选之间也就是说四大就地水火风，这个四大都没有什么样的障碍四大不会造成他的各种的障碍困扰。那么这样生能出来，生就是能够在地水火风里面出入没有障碍。这个叫做精明流意前进施但功用暂得如是这个就是精明流意精明流意就是说他的这个精神他的这个光明流散出来
经有看到光复出来了，那么看到这个光明的精神啊流溢出来了，这是战什么功夫啊？他说非为圣正，不做圣心的，这个不是你已经修到这个境界了，你不要认为说你已经得到这个境界。如果做圣解，即受群邪。如果说你认为你已经得到这个境界了，你已经进入这个境界了，那么呢，你就会受到群邪的陷阱，受到群魔的干扰。你看到修行人哦，在这一丝一毫的这种念头之中，魔就趁隙而入了。所以色受想行识啊，五种魔啊，五种魔还分为10大类啊，所以50阴魔啊，50阴魔他用各种方法要来干扰修行人。那么你知道我们说的魔是阿修罗，阿修罗是在6道之中通通都有，所以他也可以跟天的这个天主啊互相打仗，因为他也有他的神通啊，也有他的能力啊。那么人界也有阿修罗，鬼界也有阿修罗。这阿修罗的形成啊，都是人修行到那个境界了，结果呢一心偏差，一念之差，着魔了，着魔就变成阿修罗了。佛陀举这个是色因啊。那么他又举说复以此心啊，精研妙明，其身内测，世人忽然于其身内识出老鬼。这个人啊，内心修到精神光明，有这种巧妙的变化，他的身体呢可以看透他的自己的身体，而且呢他身体里面呢有这个蛔虫的蛲虫啊，他可以用他的手去把这个蛔虫蛲虫把它剪出来，身相宛然亦无伤毁啊！他的身体啊，手伸进去的拿出来了，身体也没有怎么样，也没有毁伤，可是呢，蛔虫不见了。子云精明留意形体，思但精行站得如是啊，非为圣正，不作圣心，名为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这句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个呢，只是暂时的现象。有些人呢，修到一个境界，然后呢，会有什么声音，听到什么声音，看到什么境界，或者是说呢，做到什么梦，这个是吉祥的对照啊。但是呢，他执着这种境界。佛陀跟你讲啊，精行站得如是啊，这个是你的精进的修行啊，暂时得到这样的一个境界，你不要去过爱执着它。不是圣正，也不是圣心啊，这不是圣人的境界，也不是圣人的这种心念啊，这是好的境界，所以叫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你如果说认为说你就是已经得圣了，成就为圣人了，成就为法师菩萨了，法身菩萨，自称什么佛菩萨再来了，那么呢，你就受了群邪了，你就着魔了，着魔就会受到魔的干扰了。这是一种。佛里面还有举很多种，太细微了，讲得太明白、太清楚了。在修道人的起心动念上，如果没有像关圣帝君这样一生浩然义薄云天真的很难达到这个儒家这个释迦所讲的这样的一个境界。他举例特别说呢，又以此心内外精研，其此魂魄意志精神，除此受身，余皆摄入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除了身根受事执
只此之外啊，其他的根啊，其他的魂魄意志啊，都能够摄入为宾主。哦，你成为主人，你成为客人，都可以调换来调换去。那么魂魄是人一个很重要的灵体啊。那么魂魄怎么可以对调呢？但是呢，因为呢，一个修行功夫的人啊，他可以呢调魂魄，可以呢互换为宾主啊。那么他可以调魂魄，表示他魂魄啊可以随时移动。那忽然于空中闻说法音，或于十方同出密意，此为经过地相离合。在空中听到了佛在讲经说法，或者是听到十方的声音啊，好像是佛的声音啊，在讲说秘密的真意啊。那这个是经过了地相离合，这个是你人这个人的灵性啊，他的所负的经过，我们讲灵魂之外，为什么要经过呢？灵性是如如不动的，但是呢，产生新的意境之后，那它就会有需要这个经过来成就这个肉体，来感应这个世界了。那它的经过呢，可以相离相合，已经达到这样境界，成就善种，降得如是啊。非为圣正不作圣心，名为善境界。你不要把它认为说这个是你得到的境界，你就是你证悟的境界，你不要去执着它。那么呢，这个就是善境界，就好境界。你听到佛在跟你讲经说法，听到十方如来在讲说秘密的真意，那这个是好境界。但是呢，你不要去执着它，不要认为说你已经证到这个境界了，然后呢，一直是去钻研它。如果做圣解，即受全解。你如果认为说呢，那么你已经证果了，你可以什么都不顾了，你可以完工了，什么都不要了，你已经达到佛的境界了。结果呢，即受全解，就会受到魔的干扰，为魔所乘。这是一种境界。那么其心呢，从右角侧内光发明，十方遍作阎浮弹射。他的心呢，修到心地非常光明。心地呢有这个各种光可以释放出来了，让这个十方国土啊、十方宇宙啊，遍作这种阎浮弹射。阎浮弹射，那应该是一种这种紫光色，大放光明。哇，这种大放光明的，在我们的书里面只有如来才有办法做得到。一切种类化为如来，于时忽见毗卢遮那具天来光，具天光台好像一切的众生呢都变成如来的化身了。想想他飞过了也是如来这个蚂蚁在那里搬东西，那也是如来。一切种类都是如来。那这个已经是在极乐净土了。只有净土才会看到万物都是如来。他后来又看到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就是我们的法身佛。看到法身佛呢，坐在天光台上有千佛围绕百亿国土与莲花俱此出现。哇，看到佛显现看到这些佛菩萨围绕着这个法身佛，此名呢心魂灵悟心光严明照诸世界，暂得如是。这个呢是因为你的心钻研到一个定力进入到一种禅定之后那么你的灵魂有所感悟，
有所感悟，然后呢，感得这些诸佛来现象给你看。但是呢，暂得如是，非为圣正啊，不做圣心啊，暂时如常而已啊，不要做圣正，不要认为说我已经证到这个境界，也不要认为说我已经证得这个果位了。那这样呢，就是好境界。若作圣解，即受全显。你如果认为你证到果位了，那么你就着魔所变了，为魔所乘，你就落入魔道了。刚刚这种境界，在我们道场看来，那这样已经是不得了的境界了。即使在我们人世间看起来，这样的人已经是不得了的人了。可是呢，佛陀却说这只是暂时的假象而已。你不要去找那个境界，你不要认为说你已经悟证到那个境界，完全都不要理会，那就没事了，那个就是好境界。那他接下来他讲了很多项，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一的来解说。我们只大概提一个重点，就是所有的好境界、坏境界现前，都不要理会，那就没事了。坏境界既然现前，你不要恐惧，你不要惊慌；好境界现前，你也不要欢喜，你也不要呢狂乐，你就是呢如如不动，照样修你的清净心，平等心，修你的恭敬心。一切相呢，见相非相，即见如来。你看到这个如来现身给你看了，这个也不是如来的相。如来怎么会有相呢？如来没有相，那这个就是自性的相。所以呢，不要去说自己是什么佛来转世，自己是某某大菩萨来转世了。讲这些话的人都不负责任了。因为从古到今记载所有佛菩萨转世他通通不会讲，他可能也不知道，他知道他也不会讲。那我们道场这么多这个常人卧虎之辈他是哪一个洞府来的，我们怎么知道呢？他可能是西天的某大菩萨，这个儒家的某大弟子可能呢，佛陀叫阿难一定要来生来人世间，说不定阿难现在已经在人世间弘法了。那我们怎么知道谁是阿难，谁是颜尾子路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他那个人自称他就是颜尾，他就是子路，他就是阿难，他是菩萨来转世。那这样的人呢，你不要去相信他，他已经着魔了。因为呢，佛菩萨自己不会称他自己是佛菩萨，所以在我们这个台湾的世界、台湾的社会里面很多的这个法师很多的这些修行人自称是什么佛、什么菩萨来转世的，信徒多得不得了。那后来呢，深信国法，国法受完之后呢，这个人还要再继续堕落地狱，因为他影响了这么多修道人的心岂不闻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这些地上的这些现象我们可以去动它，可是修道人的心你如果去干扰它，你去动它，那么你自己呢，是不是也受到那个因果的牵扯？他本来要成就的，结果没办法成就，那他是不是要找你身上？宁动道人心不动道人心那魔为什么会来干扰呢？因为魔是我们自己产生的，魔不是外面有另一种形象的魔魔都是心魔
我们如果没有那个妄想，我们怎么会有那么魔呢？你看台湾的诈骗集团那么多，喜欢被诈骗的人更多，为什么呢？那因为他认为说，这个有机可乘，有一夕致富的机会啊，结果呢，被骗的人更多。那么我曾经呢也受过诈骗集团的诈骗，非常感叹的，自己修行到了这个境界，还会受到诈骗集团的。当然以前呢还没有这个悟境，愚痴啊！我想想我这一辈子，在40岁以前呢，几乎都是在做黄榜事，浑浑噩噩也不晓得在干什么，受着命运的摆布啊，那结果呢，一步一步的照着命运的这个戏本，这个剧本啊，来演自己的戏。在这个戏中呢，喜怒哀乐高低起伏啊，命运是非常差，想要求的求不到，想要得的得不来。那么不管在什么单位、什么团体，甚至在道场，都受到无穷无尽的这种排挤跟阻拦。要成就一件事情，一定要奋斗，用很大的力量，你才有办法去完成它。这个是我40岁以前的样子。所以我现在呢，也不要去着进，也不要去求进。虽然呢，很想希望呢，仙佛菩萨来加持，来帮忙，但是呢，那也都虚妄了。因为呢，我们常常求不到。我们求不到仙佛菩萨来加持，来帮忙，那么我们会怪佛菩萨。怪佛菩萨呢，那么你又造了一层罪，你又起心动念，让自己受了更大的污染。所以呢，不要去求了，不要去着相了，不要去攀缘了，一切现象呢，都是自心的变现了。你知道是自心的变现了，所以呢，你今后呢，努力的目标就是要让自己呢，更懂得放下了智慧。那些妄想、无明、执着等等的烦恼啊，让它不要有升起的机会。所以你的起心动念变少了，起心动念变少了，你的这个心地的清净呢，自然呢，你就有智慧。有智慧呢，你就有办法悟透这些圣贤人的经义如来的教法。那从如来的教法获得到更深的智慧啊，进入更深的禅定啊，然后呢，敷衍更宏广的大法。这个是我40岁以后希望呢能够做的事情。40岁以后呢，因为呢受到一些贵人的指点，所以老天还是没有忘记我。在40岁以后啊，有得到一些贵人的指点，贵人的虔诚啊，让自己呢在这个心性路上知道怎么下功夫。贵人不是给你贵人是指点你这功夫还是要自己下。那功夫不下呢，那么给你再多贵人也没有用。今天呢还有办法在这里看楞严经，讲楞严经。照理讲，以前我看佛经是都看不懂的。那么自从发扬了这个关圣帝君桃园名圣经的经义之后好像呢豁然贯通一样。一经通百经通现在要来解诸佛菩萨的这些智慧渐渐的还能够知道讲个皮毛这些文字呢这么深奥，还可以接受，还可以看得懂，还可以为人家讲授。那么这也是我们要强调一门深入的道理
门深入，就是说你不要做通家了，你什么都会，什么都行。那么呢，你就是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行。你看我们道场，常常看到道亲，他什么都会，大正言经也会，维摩经也会，道德经也会，论语孟子也会，没有什么不会的。那么也许他已经通了，也许呢他只是博学。那么如果是通家，我们还是建议说，他在这个一个法门上，把它钻研到底，钻研深入深入到达到开悟的境界。那么这样呢，他才可以博学多闻了。所以上次有一个学生问我，他认为呢，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他要开始来例行这个工作，因为他想要带领更多的学生的修行人，那么要引导他们，他需要博学。那我就告诉他，刚才我所讲的一门深入的道理。道火食堂的经验，我们都是实战累积过来的。虽然后学在火食堂呢，也没有什么多大的表现了，但是呢，各种状况还是都遇过。当我们在讲我们的感受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感受呢，似是而非啊，因为火候还没成就嘛，所以呢，遇到资深的讲师来，会认为说你这个讲的不对。那么根据资深讲师的说法，又碰到点燃师来了，点燃师会认为说这样的观念也不对，点燃师有更深入的方法，所以呢，每一个人呢有他火候程度上的表现不一样，所以你要用什么做标准呢？那么我们夹在中间的人也不晓得，只好呢一步一脚印了，在你那个程度就讲你那个程度的话，我可以讲多少就讲多少，我可以度多少就度多少。所以呢，我建议现在的这些学生，火食堂的学生，应该呢从一门深入下手。你喜欢学佛规礼节了，你就好好的去研究佛规礼节，去体悟去了解。你喜欢经典的，你就好好的来学经典。你喜欢去度人的，你就好好的去在度人的功夫上好好的下。掌握到一个原则，就是呢，这个外离相而产，内不乱为定这个原则。不要被外在的境界所染着了，所执迷了，那这样呢就没有错了。那这个外离相内不动，这个是心性上的功夫。你的内上的功夫一定要呢超越这个外往的功夫了。内上的功夫没有成就，你不可能有外往的功业，因为外往的功业是建筑在内圣的道德上，你那个道德本体没有了，你外在的这些枝枝叶叶建得很漂亮了，那是虚花假景，那是没有用的。你看我们讲道场，道就是内圣功夫，场呢是外往的事业。那么道跟场哪一个比较重要呢？那你会说都很重要啊，没有错，在我们现实的环境事上都需要。但是真正帮助你成就的，不是你盖了这间大庙，而是你内在有道啊。所以说道场，你有道就有场。我只怕没有道啊，我不怕没有庙，这是德位菩萨讲的。那么道场
我们今天讲到道场这个字词啊，我们更要深入的去了解我们自己内在的修为，内在的那个心性的了解与证悟啊，这个才是我们今天来往修士啊所要掌握的第一要务啊。今天不要再把说四处去开荒占道，四处去盖庙渡人，把它成为第一要务了，已经不是这样了。或许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现在的时局啊，已经不是这样子了。以前办道可以成道啊，但是呢，办道成道啊，那个是因为它建筑在这种佛菩萨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那份道德人心之上。他没有什么体悟，但是呢，天恩师德、天命的加持啊，让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来成就他的道德。那以前的人心单纯啊，老师说了什么他就跟了什么，前辈说了什么他就跟着做了什么。以前呢是很容易成就，很容易雕塑，但是现代人就不一样了。在民国大概70-80年后吧，70-80年后，那么整个社会风气啊，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呢，那就是呢，生活物资啊丰裕了，那么人心的那一份精神滋养啊，却缺乏了。很明显的，可以在70年代以后的那个社会状况的那个人心啊，可以看得出来。所以70年代以后出生的这些小孩子啊，我们会发觉到说他的这个抗压性啊，绝对跟50年代出生的、40年代出生的人一定是不一样的。那80年代以后出生的小孩子，那么他除非呢真的是特别立根的人否则呢他在道场的修行啊，绝对不会比得上40-50年代这种修行人那种扎实的功夫所以仙佛常常讲，现在是末劫了，现在是末法时期了啦。所以呢，要修自己的心性啊，修自己的心性啊。那你要知道，你度的人你认为说度人来成就自己，可是呢，你自己的脾气毛病没有改你的烦恼、你的习气都还在，所以呢，你的度人呢变成一种福报。所以我们看到在道场很忙的人，那他的这个福报呢，有回归到了，但是呢，他的心性呢一点成长都没有，没有什么成长。我们觉得很可惜啊，大家只知道往外用功夫啊，不晓得往内用功夫啊。往内用功夫啊，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的佛陀用这么多例子来跟我们讲这个修行成就到这么样境界的人都还未着魔，那么我们这些人又算什么呢？我们根本没有所谓的可以听到佛的声音可以见到佛像佛的影像可以听到远方的亲人他的讲话，可以一下子飞到那个很远的地方去我们都没有这种能力那他讲的这些有能力的人都还未着魔，所以讲有能力的人、有这些神通的人是不容易成就的。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去求这种这些神通不要去求，不要刻意去执着、去攀缘所以儒家修行就没有话讲。儒家修行就是教人你的人道所好你这个孝父母敬天地
郑师尊、李神明，你就在这方面好好的下你的恭敬心，你的平等心，你的诚意心，在生活上好好的做，好好的力行，把这些做到圆满，那么人道圆满了，佛道就圆成了。那佛道圆成，那是因为他在人道这些历练上已经成就了他这个外离相为善，内不乱为定，已经成就了这样的一个功德。见性平等，他已经看到了这个心性上的那一份本来具足、本来圆满的那一份精神食粮。当然讲到心性也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超越精神物质那就是我们的良知本性，无极的状态所以因为这个人太高超、太遥远了，我们都没有办法想象。你看太极而回不到无极，光太极那个状态世间人到现在解释都不一定圆满清楚。那么要从太极回归到无极，那么佛陀讲的如来藏，我们要回归到那个如来藏的样子，如不动所以说他说本来就没有修，本来不曾动过本来也没有所谓的无明。那所以呢，这个阿摩温他如果成佛的时候还会不会变成众生那佛陀做了一个比喻这个大地的金你把它炼金，把那个金提炼出来之后，金就不会再变成杂金了，就是纯金了。所以修成佛的人修成佛的佛，他不会再变为众生。但是我们众生又是本来就有佛性，这又是怎么讲？所以佛的讲法其实是讲说这个佛他是如不动了，他是不会再成为众生了，那是纯金那么纯金会有这些外来的杂染会来沾附它就是说外面的这些成员这些众生会来干扰它。当有一个干扰，它感应了，那它就起心动念了。譬如说它发生的这种悲哀、喜乐的现象了，那么它就动心了，动心了就变成太极，太极就生两仪，两仪就生四象，就是这么一回事这么样的奥妙所以佛是不会变成众生的，但是众生会干扰我，让佛不再变成众生来度化他们。在楞严经其实是这个意思那所以说我们本来是佛，今天我们好好去修，把它提炼到纯金，我们当然可以成佛。如果我们不是佛我们要修成佛，那根本是子虚乌有，没有可能的事情。就好像你煮沙怎么会成饭呢？磨砖怎么可以做镜呢？这是不可能的。以换的方法来达成悟境那么这是不可能的。知见立知是无明的根本你本来有头耳，结果你去照相的时候，照镜子认为。各位前贤，大家早安。大学有一句话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尽后，知所先后，则近道理。道之终止，降世于人世间。那么这个是人世间的一种福报。我们人何德何能够修道？何德何能又能够得道？
累劫累世的变化之中，我们做过了太多的这种恶端邪说，甚至呢恶行恶状，以至于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没有办法跳出来，也不晓得怎么跳出来，甚至呢根本否认有六道轮回这种事情。那么如果说中国人对于道德理念他是有悟通的话，那么中国人他所讲的道是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上，在每一个时空之下，每一个角落之中，那你不管各家各派，有的偏于一见，有的偏于一种修法，但是呢，主要的这些思想啊，它都是指出人的根本。所以中国人主要的这三股思想就是儒释道，成为中国人生活里面密不可分的一种指导原则。不管是修儒、修道、修这个佛，那么呢，都是在中国文化里面，那么这个呢，都是属于道。那么在不是主要的这些学术里面呢，那它也是称道，但是呢，我们就不得不区分，有所谓的小道，有所谓的大道。《论语》里面讲，虽小道亦有可观啊，自远恐逆啊。虽然是小道，但是呢，它也有它可观的一面，可以吸引人的一面，可以信服人的一面。但是呢，所谓的自远恐逆啊，就是说你沉浸在那里越久，你就泥沼在那里，焦灼在那里越久，越没有办法超脱。所以为什么要回小向大？毕竟小道呢，它不是我们人生的究竟，整个宇宙生命的源头，它不能够指出来。那所以只有经过大道，才能够指出这么一条路。今天天人师的传下道之真子，也是要告诉我们这一条大道，本末终始的大道。人呢，按照这些本末终始来按图索骥啊，那么总会有尽道的一天。那接近道，可见呢，它还不是道。那接近道已经不简单了。你可以接近道，然后呢，踏上这个登堂入室的一种堂奥，然后呢，你就成为圣贤，成为佛菩萨。所以说这一条路呢，说难不难，说简单又不简单了。我们看看世间苦难的源头是怎么来的。最大的源头莫过于人的迷惑，人迷了，迷了呢，把这里当作是家，把这个肉身当作是我，把这一切看成是真的，结果呢，让自己在这个好像真的假象之中啊，
迷昧不堪啊，胡作非为。结果呢，越是做作，越是沉沦，永无出期啊！人的起心动念呢，不是业就是罪，因为呢，都是迷惑的一个开端啊。那么所作所为既然都是迷惑，他所受的这些生活、这些境界、这些果报，当然就是苦果。所以祸业苦，祸业苦，这个是一个相循的一个轮回啊。人就在迷惑、造业、受苦之中啊，不断的在轮回。那么我们放弃了古代圣人佛菩萨所留下来这些原理原则，被物欲所蒙蔽，被各种世间的知见所障碍，被这种科技的形象给诱惑了，造成今天苦难的世界。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没有办法跳脱出来，更不晓得我们本来的面目是什么，我们的老家在哪里，完全都不知道。这个就是道之宗旨出现在人世间的原因。那么我们必须要清楚，古大德这些圣贤菩萨，他早就用各种方法来告诉人们，只是呢，道有显有隐，显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就可以来接受大道，那么来修持大道，结果呢，就回归大道。但道在隐的时候呢，也只能够默默的记情，道是没有断绝过的，只是显隐的不同。那么我们必须了解到，今天为什么会有大道普降在人世间？那是因为整个人都已经迷惑了。你说老祖宗的这些规则、这些道理，人们已经把它抛诸脑后，甚至也不承认它，要把它丢得远远的，被称为封建思想，被称为了现在思潮的一种障碍。那我们知道，现在还是有一群人，他接受了这种有志之士的指导，知道说呢，我们老祖宗留下了这样的一个丰富的财产给我们，那个财产呢是无限的能量，无限的精神，无限宽广的视野。但是呢，你必须用心，用方法，你必须呢努力修持，去得到它。所以呢，你要得到它，你第一个步骤，你必须呢放下你的知见，放下你对于这些境界，对于眼前的这些生活，认为是真的这种想法。也就是你的观念，你必须把它放下。迷跟悟总是在一念之间的，但是呢，迷总是呢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什么时候我们悟了，可是呢不久这个迷又来了，
这个迷又来了，我们又忘记了悟的境界。什么时候呢？我们读到一本书，我们发生一点事件，或者是说受到各种挫败，我们了解到这个道理，有一点启发了，准备呢要开始好好的来力行人生之道，走向圣贤之路。但是呢，因为累劫的习气记得太久了，以至于造成我们随时会忘记我们的那种悟境。那种悟境呢，变成一种向往，变成一种理想了，不能够付诸实践。那人呢，终于在这种惰性，在这种习性的因循苟且之下，渐渐的被境界、被物欲所蒙蔽。所以古大法都教人放下。道之宗旨也是要教人放下。但是道之宗旨，它是先佛印着现代的人心所批示下来的，内容呢，完全是中国文化的思想，不离儒释道，而且呢，主要呢还是以儒家为思想的诉求。儒家教我们什么？教我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所以呢，它的前提是君子啊。佛经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你要是善男子善女人，你来修学这些东西，你才有可能成就。那儒家讲君子啊，你君子要务本，小人务本还不够啊。我们没有听说过小人可以务本的。所以君子给我们的一个警惕就是说，我们人起码要做到君子。儒家告诉我们，你看在我们道场，老前人前人他所期盼的我们的这种修行，起码要达到君子的标准。没有达到君子的标准的，那么你这个悟本功夫是假的。人家说悟后起修，你没有悟怎么会起修呢？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啊，你根本不是真人啊，你怎么会有真知呢？更不用说真行啊。所以人是那个根本，人的那个源头是心，心是人的根本。所以成为君子，甚至成为圣贤，那是我们主要的基础。那么你会问，那君子要怎么做呢？君子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我们按照古大德的标准，那就是呢，一个君子他的起心动念都是善的，这样才符合一个叫君子的标准。那你说君子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那所以君子还有起心动念哦。对，君子还要起心动念，而且儒家允许这样的起心动念。人来到人世间，他用肉体的方式呈现出生命的状态。当他用这个肉体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有起心动念，这是无可厚非的。所以起心动念是没有错，但是呢，你要把起心动念都回归到自信这一点，那就对了。自信是善的，那么你的起心动念是善的，善的都是为别人，从来不为自己。只要有为自己的那一点点的私心啊，
那都是恶的。所以君子务本，务什么？务这个至善之本，自信之本。所以自信是我们的本性，自信不是我们的习性。那我们为什么说不说一个人做到善人就好了呢？为什么要达到君子呢？那君子跟善人又有什么不同呢？儒家呢，大致把人分成这几个人的这种等级啊，圣人、贤人、君子、善人，那个贫人啊，贫人就是庸人啊，一般的人，再来呢就是恶人，再来就是小人。大概有这些等级的上的分法。那么在我们的道之宗旨里面呢，我们暂且不去分析这些人的等级，我们的基本的理论就是要站在君子的层次，也只有站在君子的层次，那么你才可以说你准备要修行。各位听清楚了，你是准备要修行，你不是在修行。君子他的起心动念都是善的，所以呢，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了大众着想。所以君子务本，本是我们自信的良知良能，是最善的。所以善是我们这个自信而发。那你又要问啊，可是这个本性是善的，也有人说本性是恶的，也有人说是善恶相杂的，也有人说可善可恶的，那你到底是遵循哪一个啊？这个是孔子说的大哉问啊。但是呢，孔子并没有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很重点的问题，只是我们后来的人会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呢，在孔子眼中根本不是问题，在孟子眼中不是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说止于至善，至善就是那个我们的本来的自信。我们这些道德礼义的八段啊，都是至善的。那你说，那恶的是怎么回事啊？恶的是我们的习性。所以说人之初性本善，这个人他的源头啊，性是本善的。所以性，当我们落到这个生命的状态、人的状态的时候，它有一个心的再现，他心所做出来的也都是善的。所以这个善的就是君子的本色。但是后来心会变化，心不是直接依照性的一个驱动，它会受到外界的染着，外界的诱惑，结果呢，这个心啊，有时候变成善的，有时候变成恶的，所以他有时候是好人，有时候是坏人，有时候是可善的，有时候是可恶的，就是这么一个回事。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那个会变恶的，那个不是我们的本性，那个是习性。习性啊，是从我们来到人世间之后学习来的，养成的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习性，这个习性
依照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不同，他所接触的人事物不同，所以呢，养成了这些习性。我们说个性啊，这个人很有个性，这个人很酷啊，这个人不是他的习性。那这个习性呢，不是我们的本性。本性不会耍酷，本性是纯然自在，本性不会一下子善一下子恶。所以我们了解到君子的本色，那是那种本善的本色。所以君子入本立而道生。那么君子还有可能会变成善人，有可能会变成恶人，是因为呢，他这个本啊，还没有完全的抓牢，完全的认清楚。我们说还没有完全悟啊，还有一些迷没有办法完全放下。求之道无他，求其放心。或者说求其放心，那放下的心，那就是呢回归本来面目。就是本立了，本立你才有道生啊。本立呢，你才能够跟那个无形的接上线。我们这个有用的肉身是有限的，它会成住坏空，生灭变异，它会生老病死，所以呢，这个是有限的。但是呢，我们的心性，它可以是无限的。尤其是那个本善的性，如果说我们能够透过心去证到那个本性啊，那么我们可以跟无限的去接洽起来。那我们跟无限的接洽起来，我们就可以不用死，我们不用老，我们不用病，我们没有这些烦恼。你看现在的苦多不多？现在的病多不多？现在的难多不多？多啊！那这些苦、这些病、这些难，谁能够帮助他们吗？我们知道西医已经走到瓶颈了，因为呢，它动不动呢就是把你切除掉，你就没事了。对，你把那个现象切除掉了，你把这个疼痛的原因呢，用药呢把它止住掉了。但是呢，它为什么会疼痛？为什么会发炎？为什么会有肿瘤？这个西医呢没有办法去探究。那没有办法探究，他就把现象割除就好了。你这个肿瘤好割掉，你这里发炎好让你消炎，你这里疼痛好让你止痛，没事了，没事了。可是呢，那病灶还在啊！你的脾气毛病，你的生活习惯，你的这些贪嗔痴爱都还在，内在的贪嗔痴爱，外在的五欲六尘，结果呢，两相结合之下，你的病还是一直不断的在折磨你。但是有的人为什么一割掉就没事了呢？割掉没事了，那表示呢这个人有所警惕了，他不可以再贪嗔痴慢了，他不可以再造这些五欲六尘的，他要回归自然了，他要追求简单了。这个人是一个人大病之后有可能的觉悟啊，所以这个人呢，他就不会再发病了，这都是有道理的。所以你看，回归自然。那人的自然生活是什么？人的自然生活就是回归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这个就是人的自然生活。所谓的君臣有义，五伦，所谓的这个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
朋友有幸，这个就是我们的自然生活。你不是回去住在树林里面，那个叫做自然生活啊？不是啊，这个差太多了。你就在此时此刻，就在你的生活上回归自然。然后你对于父母亲，你要做到孝顺之道。对于兄弟姐妹，你要做到悌道。凡是我的长辈的，你要做到恭顺之道。对于我的这个晚辈的慈爱之道。在公司行号里面，你的团队里面有老板，有上司，有你的主管，有这些员工。那么你对上司要讲忠啊，要尽忠啊。那老板对员工呢，要讲理，要讲人。这样员工呢才能够尽忠尽义。这个是回归自然了。今天谁能够懂自然之道，就是这么一回事啊。你看，你跟员工之间那是朋友关系，同才关系，那个同学的关系，这个同就是所谓的朋友之道啊。跟长幼就是兄弟，兄弟在家族里面有兄弟，在外面也有兄弟啊。年纪长的可能就是我的兄弟，年纪比较小的就是我的兄弟，都是兄弟啊，四海之内皆兄弟啊。你能不能用悌道来对待他们呢？你把悌道流露出来了，你就是回归自然之道了。大家身处在这个自然环境之中，这个社会哪有不和谐的呢？社会和谐了，国家自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怎么会有天灾地变呢？所以天灾地变怎么来的？都是人心变化而来的。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人心的，大自然不会无缘无故造一个灾难给你。你说那个是自然现象啊，这哪有什么跟人有什么关系啊？你看我们古时候的人，那些县长，那些做高官的、做皇帝的，发生天灾地变了，都把这种责任归属自己。父母呢，这个县长呢是父母官啊，所以呢，他的子民发生事情，这个父母官第一个有责任。如果整个国家发生灾难，很大的范围，那么皇帝呢有责任。皇帝啊，下诏罪己，皇帝要闭门思过，而且呢，皇帝呢要向天地忏悔。这样的皇帝呢，才是符合人心的。皇帝忏悔了，他的百官哪有不忏悔的？百官忏悔了，百姓没有不忏悔的。所以皇帝一个人，他就是代表了一整个国家的代表。他怎么做，整个国家的兴乱治衰，就在他一个人的身上。这个县市的这个治理的好坏，就在这个父母官的身上，都很重要啊，环环相扣。整个国家、整个天下的建立，都是这样环环相扣起来的。你看那个环环相扣，它扣起来是整个一个很大的一个面啊。这个面我们称为国家，称为天下，称为世界，称为宇宙。那是不是条条道路都通罗马？条条的这个
之间的这个丝线啊，是不是就是通向那个最终极的？所以每一个环节都是道啊，无处不是道，无时不是道。所以我们要找道，在哪里找？在这些环环相扣之中找，这个是道啊。那么国家的基本单位在于家，家的一个组成是夫妻。那么夫妻虽然是家的一个主体啊，但是呢，这个夫妻之上啊，还有一个父子关系。也就是说，整个五伦的关系啊，以父子为主要根本。就是父子有亲啊，亲是亲爱，父子跟父子之间产生亲爱，这种亲的爱啊，是人的本性。所以父对子是慈，子对父是孝，这个就是亲爱。那么我们中国人讲爱，它是有等级的爱。这个等级的爱呢，是很聪明、很智慧的做法。也就是说，人用这种生命的形象出现在这个人世间啊，你不是呢把世间人都当成父亲来爱，这个不是儒家的说法，这个是佛家的说法，是基督教的说法。儒家讲有等级的爱，也就是说，你对于你的父母亲是最亲爱的，对儿女最亲爱的，再来呢，这对于兄弟，对于这些这个姑嫂堂侄等等的这些再扩而众之，那么这个是合理的爱，这个呢才是呢人性的爱，因为人处在这个环境啊，他没有办法一下子呢，就像佛菩萨一样，就像上帝一样，把他的心呢调到最高处，然后呢，从这个新鲜的道理啊，看到每一个人的原点，所以呢，每一个人都要爱他。但儒家呢，他没有，他的最后境界虽然也达到这个，可是呢，儒家比较讲求当下的现前的这个部分。他不讲出世间，不讲生死的道理，他的那个是因为呢，人有办法处理你这个家国天下的事情了，那就已经是达到圆满了。人的工作就是这样子而已。人的使命、人的责任就是达到家国世界整个天下的圆满，你就可以回天交趾了，你就可以回归本来面目了。所以儒家讲的这个呢，是非常气理气机的。但是呢，在古时候那个时代，他可以抛家舍业，他可以不顾人伦，跑到山里面去修行，然后自己成佛了，成神了，自己逍遥自在了，再来度化众生，或者是说呢，不要来度化众生，这个是他们的选择。那古时候可以这样，古时候可以这样，是因为古时候的人心良善，自然有一道礼法，有一道典章制度啊，在规范的人世间，所以呢，他们照着这个礼法来走啊，还不会逾矩，还不会超出范围，整个家国世界的运作啊，是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虽然可能有不和谐，但是呢，还算自然。所以古时候的出世间的修行人，他可以这样子。
是现在出世间的修行人已经不可以这样子。我们要知道时运了，知道时机了。时运是什么？时运是儒家收圆，时运呢是白羊应运。你看白羊应运，就是在讲人世间的道理。人世间的道理你都不讲好了，你讲什么出世间的道理？人世间的道理就是叫我们回归自然之道了。回归自然之道是什么？就是五伦八德，就是三纲五常。你看这个是不是很清楚很明白？但是呢不容易做到，这比你在山里面修行呢，那真的是还要难修啊。那其实也看人修啊。我们在道场都常常在讲人事问题，人跟人之间呢磨合的不愉快，所以呢有的人就离开道场，自己呢苦修苦练。那么有的人呢继续留在道场跟人讲人。那么我们必须清楚了解，所谓的人事问题，就是你在五伦八德里面把这些德目做好。所以你只要是在这个世间，你走到哪里都有人事问题，你绝对不能去逃避它。你逃避它，你逃避不了，因为你这个考试没有过关，没有过关，你不可能在心性上有所成就了。那我们会讲到心性的问题，但是呢，眼前的问题要先把它讲清楚。所以道之宗旨在教，都是在教这个。眼前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了，你要解决什么心性的问题？所以道之宗旨教我们，你就是孝父母重师尊，你就是把这个五伦八德把它做好。那么现在的这个出家的修行和尚，为什么成就的很少？这个呢是他们的出家人啊，他们自己说出来的。以前修行人有成就的是出家的和尚，再来是出家的尼姑，再来是在家的男众，再来是在家的女众。以前的人，女人是非常命苦的，那所担的业很重啊，他们能够修行已经不简单了。那么他们又在家里面修行，那是难上加难，烦恼障碍一大堆啊。所以在家女众啊，修行有成就的很少。但是现在呢，整个颠倒的原因是因为时代变了，天命不一样了。我们不是说要弃礼弃祭吗？那时代变了，你这个礼啊也要跟着走。原则不变，可是方法手段会变。所以现在整个颠倒过来了，在家的女众修行有成就的第一。你看我们道场，仙佛菩萨都说要转成女生。你的身体好修行啊，他造业少啊，他烦恼少，没有像古时候的女性这样的苦难啊。那么他的这个机缘又来了，所以他的影响力也大。你看女众，在家的女众，她呢也可以出来跟人家当官，跟人家选立委、选县市长，跟人家出来做老板，跟男人一争天下。
在我们很多家庭里面，男性的表现啊，比女性差，这个是很多的。女性还是照样要看孩子，还是照样要整理家务，然后呢，赚的钱还比男生多。这家庭太多了啊，可是女性照样有成就。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呢，现在是地天太旺。我们易经里面，天在上面，地在下面，叫天地痞，痞就是否定的。那地天呢，地在上面，天在下面，那就是国泰民安了，这女人出头了。很多道场的修行人、修行的这个领导人也是女性。我们在道场开班讲课，来听课的也大部分都是女性，在家人，所以女性出头了，这时代不一样。那么他说呢，这个在家的男众有修行有成就的排在第二，而第三呢是出家的尼姑，再来呢出家的和尚。我们一般人的说法，和尚就是男的，尼姑呢就是女的，这是一般人的说法。当然他们有定义上的不同，我们就不解释，我们只知道这个状况，这样就可以说明整个天地变了。整个天地变了，那就是呢，白羊时期来了。白羊时期来了，白羊应运了。白羊应运是儒家为准，儒家的修行以家为主，家的主角，最主要的主角是谁？是女人，女人是主要的主角。到现在其实都是这样，一个家的这个主角是女人。你看我们那个印光法师他曾经讲，女人啊操控天下安危一大半的主权啊，天下安危要靠女人，不是靠那些政治人物啊。为什么呢？因为啊，女人你要教小孩子，你要在家把小孩子顾好，教育好。你教化出来的那些小孩子，以后影响的这个社会，影响了国家，影响了天下。你如果能够教化出一个圣贤的孩子，那是影响了整个天下。那你说女人的这个重要性大不大？太大了。所以现在是男女平等，其实是平等在这里，平等在于女性的这个作用，在整个世间呢，已经是拉高了，它不再是处于这种被动的局面。所以女性修行有成就的是第一。所以道的宗旨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你就是在这里修，那就对了。你就好好修，用心的修。你做人丈夫的，把丈夫的道修好；做人太太的，把太太的道修好。你不要再去把那些成知成见，你的见解，你的这些烦恼过爱，通通放在你的心上，你要通通忘掉。你要去其诚心啊，存其真君。这是庄子的话。诚心是什么？你的邪知邪见呢？累世以来
你的那些知见呢？孟子说：“学问之道，求其访心。”你看，跟庄子想的是不是一样？求其访心啊！这里呢，去其诚心啊，存其真君啊，这道理都是一样的。当时他接着讲：“其事欲生者，其与天机浅。”欲望深的人，那么他的天机呢就浅。天机啊，就是跟天这种感应的这样的一个机缘。用粗浅的解释，就是这个天机，就是对于性理心法那种来自于天的根源，那份了解与得到，你的机缘是很浅薄的。所以你对于这些道理你读不下去。探及生命的学问你没有兴趣。倒是赚钱是很有兴趣的。所以现在想要赚钱的人，想要发大财的人还是很多。而且这种现象呢，越来越明显。现在有个乐透彩。好几期没有开出来，那就累积到上亿元。你看这个3亿5亿，你中一次就一辈子就不用再工作了。每一个人都想中那3亿5亿的，所以呢，这个大乐透在开奖，大排长龙，每一个人想真的要。那这个人是邪知邪见，这个是社会的乱源。每一个人都想这样子，那不是社会的乱源是什么？甚至我还听说道亲，他如果能够中乐透彩，全部的钱拿来捐给道场、盖大庙，这个都是邪知邪见的。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我们后来会继续讲到因果的问题。所谓一因一果，莫非前定。你想要得到这个财，是你命中有的，你命中没有，你想要得这个财，那你再怎么签也得不到。但是呢，因果的道理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渺茫了，太遥远了。不要说我们修行人，对于这个一般人啊，那几乎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因为我们现在所受的果，我们看不到因啊，看不到因是因为真不晓得是哪一世劫来的。哪一世劫来的会造成今天这样的果？所以呢，你因为不知道，所以你不承认它。有的人不相信它，然后世间没有因果，因果在哪里啊？看得到。在乡下那些农夫，他们就会讲这种话：谁看到因果了？就是因为看不到，人没有智慧去看到它，结果呢，就造成大家呢胡作非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依现今的福报，我要来做我该做的事情，享我该享的福。痛苦了呢，再来怨天尤人；痛苦了呢，再来骂天骂地。这个是渔夫。如果晓得一因一果莫非前定的话，我们就不会期待说你去签大乐透会得奖。如果那个财是你的，你不用签，
他也会用各种方式来给你拿。这真是甚稀甚深的道理。那所以，在这个道之宗旨里面，我们要强调，先佛把这个道的宗旨啊，把它标示清楚，把它明白的写出来，就是让我们还没有感应到的，你要照着这个道之宗旨来做，那么你就会入道啊，所谓登堂入室。所以各位，老师没有传道给你哦，你不要认为老师有传道给你哦，老师只是指一条路给你哦。那老师如果有传道给我的话，那我根本不用修行啊，老师帮我修就好了，我可以不用背因果，老师帮我背，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说？老师一切都帮我做好了，但是不是啊？道是你本来有的。哦，天地还没有生成之前就有道了。那你这个道呢，是印着天地还没有生成那个道来变现你这个人。所以你这个人跟那个天地还没有生之前，其实是一体的啊。生天生地生人之后，你还是跟天地一体的。因为都是从那个道演化出来的嘛，这个我们以后会陆续讲到。那所以说你要聚集诚心啊，你要放下，你要空掉你的船。你的烦恼是什么？你这样看庄子有一个寓言，哦。这个一条河有两条船这样对驶这样的，在一个浪花的打击之下，一条船就撞到了另外一条船，然后被撞到了这一条船的船长啊，这船家当然就出来了，哦，指责对方啊，骂对方啊。哦，你怎么不把船开好，把船控制好？你的船这样撞到我的船了，那你要不要赔偿？另外一个船的船家跟他说对不起，那我给你赔偿。那受损伤的这一家的船家呢，那个气才消了。消了之后没多久，又有另外一条船来了，这条船呢，也是不偏不倚的撞到了同样一条船。哦，那这个被撞的这个船家又出来大骂他，特骂，今天怎么那么倒霉啊？连续2条船撞到我，你们这些船家到底会不会开船啊？那怎么可以撞上我呢？他骂了老半天，对方的这个船家也没有出来，那他更气了。你这个家伙，赶快给我出来！我这个船被你撞成这样子，你说你要怎么办？结果呢，叫了老半天，对面的船就是没有人出来。没有人出来，他就奇怪了。想办法跳到对方的船上去找人，躲起来了，不敢见人了。他准备了，拳头已经准备好了要揍人了。结果呢，找来找去，那艘船根本没有人。根本没有人，那当然也是一个大疑惑，怎么没人呢？没人怎么会撞上我的船呢？那也真是见鬼了！
今天真倒霉啊！好，念一念就没事了，气也消了，跳上自己的船继续开走。庄子用这个故事做一个很好的比喻，也就是说你要空掉你的船啊，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世间的现象空掉呢？你看你对于那条空船，你可以放下，因为你没有发泄的对象嘛，没有发泄的对象，你当然只好放下。你不放下又能够怎么样？庄子说，你把所有的事情通通看成那条船，凡是人，所有障碍你的人、侮辱你的人、责骂你的人，你通通把它看成那条空的船，那你不就是气也没了吗？梦也升不起来了啊，你的个性也找不到了，你就空掉了嘛。这个就是空船啊。你会生气是因为对方有一个人在那里，有一个事物在那里，所以呢，你会跟这些人是起分别、起对待、起执着，所以你的无明妄想就不断的产生。每一个生活细节你都有这些人物对象，结果哪一天你碰到这个空的对象了，你分别执着没有了，你的这个头脑观没有了，你就是放下了，你就是要聚其成心了，你要求其放心了，你要学会去放掉那个心了。这个是我们道之宗旨告诉我们的，所以要空掉你的船，空掉你的头脑啊，空掉你那份对人的这个知见，对人的妄想、分别与执着，然后呢，再对于事情，再对于境界，所有一切都应该空掉。只有放空才是回到道唯一的一条路。我们以前做过一个实验，在这个玻璃管里面，哪一只动物可以逃出升天的？玻璃管一端是封住的，一关呢，那这封住的这一端呢也是玻璃，然后照这个日光，这一端呢是开口。哪一只动物呢可以逃出来，往这个开口逃出来？结果用了蝴蝶，用了蛾，用了蜜蜂，用了苍蝇，哪一只逃出来的呢？所有的动物都往有光的这边跑，结果有光的这边是封住的。苍蝇当然也往这边跑，可是苍蝇看到这边没挡住了，结果就乱窜，就从这里乱窜出去了。所以苍蝇它没有知见了，它没有规章法则，它没有相关的原则，在它的那个脑海里面没有，所以苍蝇代表那个没有头脑。我们说无头苍蝇啊，其实这个真是很好的比喻啊。无头苍蝇不是对的哦，无头苍蝇是一种状态，是可以让我们学习的。我们把我们的那个头脑的知见，那种烦恼、那种分别对立，把它放掉、放空，你就可以逃出升天，你就可以呢登上这个成圣成贤之路，回归本来的面目。这个是科学家的实验告诉我们，呼应的这些圣人的说法，我们才知道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因为累劫累世的习气造成我们在这里这样动弹不得。你甘心吗？我今天变成这个样子，我不晓得回家的路，我没有办法来去自如，你甘心这样子吗？所以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就是这句话。这句话呢有它的深意在里面。
的生意是什么呢？这个生意啊，就是君子务本。君子人啊，因为他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为他的。以后我们会讲到善恶的标准。善呢，就是完全为他，只要有一丝一毫的未解，那就是恶。那君子呢，都是为善的，所以君子务本。那君子知道这一切的道理，所以呢，他们乐得做君子啊，都是做为别人的事情。那小人冤枉呢，是因为小人呢都是为自己，想到的为自己，就是各种烦恼、各种习气牵穷，造成他今天的生活没有办法自如，各种障碍不断，各种这个疾病缠身啊，生活不顺遂啊，家庭不美满啊，这个小人冤枉做小人啊，你做了小人，你还不知道啊，冤枉啊！你要跟这个青天大老爷、跟玉皇上帝说啊，你是冤枉啊！那今天必须要人告诉你，你不要再冤枉下去了嘛！不要再冤枉下去了，你就要来接受这些圣人的教诲，接受老人的教诲。早安。那最近有一部电影要上映了，那么这一部电影呢，就叫做2012。那这一部电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社会舆论，大家都在批评了，应该说大家都在评论这件事情。那么电影里面的内容呢，是根据玛雅文化，这个古玛雅国预言我们这个人世间2012年就是一个末日之年。也就是说呢，世界末日快要到了，就在2012年。那么2012年离我们已经非常非常的近。我们已经迈入了2010年了。这么说，世界末日还有2年呢。那么世界末日还有2年，这是不是真的呢？这个从各种现象界来看的话，那是很有可能。现象界所呈现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世间现在所呈现的，各式各样这种小型的毁灭，都已经在上演，每天不断在上演。譬如说呢，在非洲、坦桑尼亚或者是卢安达这些国家，那他们每天呢，连吃都吃不饱。为什么会吃不饱？因为呢，他们种的这些植物啊，种的这些菜啊，已经不会生根结果，没有东西吃了。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呢？用国际补助的一些麦，或者是一些玉米粉，然后呢，加一些土。那他们当地人认为可以吃的一些土啊，把这个小麦粉跟土和在一起，然后下去烤。那因为吃了这个土之后呢，人就比较不会有饥饿感，所以呢，这个土啊还供应不绝，供不应求。可是吃了这个土之后呢，当然有它的副作用，因为呢，它比较没有饥饿感，所以呢，会造成你的消化系统失去作用。
当你吃了它了之后呢，可能会排便排不出来。那听说他们当地呢，要排便都要挖的，把那个便从肛门里面挖出来，真的是骇人听闻啊！我们这些文明的国家没有办法想象。那不只是非洲地区这个非洲地区的饥荒我们几乎是很早就听说过了。所以对他们而言也没有所谓的世界末日能够多活一天就赚到一天了。对他们而言哪有世界末日呢？但是对我们而言这个世界末日就会造成人心极大的恐慌。现在呢，海平面上升了。昨天还在看国家地理频道，那么这些科学家呢，为了测试到底冰的融化速度有没有很快快到我们无法想象了，那他就到了北极的现场去测量。那么到北极现场测量那个冰本来有500公尺这么厚，那现在呢，冰不断的裂开，那不断的裂开这些科学家只好用那个绳子吊着摄影机，然后下去拍摄，看看冰裂缝里面到底有什么情况，那到底深到哪里去？那发现了这一测量这个冰的裂缝已经深到这种和河流和地层的这种河流地下流已经深到那里去了。也就是说，冰融化的水都已经流到地下的河川去了。那地下河川流到哪里去了？流到那个河流河流又流到大海那么这些水不断的在流失掉。那流到大海之后呢，大海的水会上升，海平面上升，所以现在很多沿海的这些群岛已经它的水淹到他们的膝盖了。你看威尼斯号称水多的地方这个文明国家在防堵用这个海堤防堵海水倒灌也是没有用。那么泰国很多小国家很多这个小岛屿他们的庙面向大海，庙都已经淹没了。应该说已经淹没到脚部了，那么也没有办法在那里生活起居了。所以庙里面的和尚每天求佛希望佛能够保佑让这个庙不要被淹没。那么这个世间这种小型的毁灭每天都在上演。小型毁灭累积多了，当然就变成大型的毁灭。那大型的毁灭会不会就是玛雅文化所预言的2012年世界末日呢？这个真的是很让人惊慌。这个我们刚才讲，非洲的地方人民没有办法种植，没有米饭可以吃了。那现在粮食已经成了世界的这种头号的危机了。粮食的缺乏已经成了头号危机。那你看那些非洲的国家，他们要向种子公司去买种子，来
发生力，好吧，让其他的土地啊有能力生长出这些作物、农作物出来。那他们的这些种子啊，又是有机的种子，应该说呢是基因改造的种子，所以他们一定要种，他们不种呢，这个种子呢明年也发不出芽。那么这个种子公司啊，为了控制这个种子啊，要他们呢每年要叫他买，那么他们呢一定要把这个种子种出来，所以呢要砍伐更多的树木，砍伐更多的树木啊，结果呢土地就没有养分了，因为土地没有根来吸收这些养分，所以土地就会沙漠化。那土地没有办法有养分，也没有办法抓住水分，所以呢，这些水呢都流到大海去了，海平面上升了，那土地沙漠化了，然后呢，这个沿海的城市呢淹没了，这是我们每天现在呢看得到的现象。所以2012年是不是真的一个大毁灭啊？那在这个时局，我们对于道降临在这个时间啊，道是不是可以来帮助世界免于灾难？是不是可以化解全世界的灾难，让全世界的人民啊都能够获得到解救？那这个是需要我们都努力的。那现在呢，宗教已经很多了，各式各样的宗教很多，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解决世界的灾难呢？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道跟教它的最大不同的意义。那么宗教有它教化人心的一面，但是呢，宗教变成的这种教以后呢，它的这个本质，也就是说我们说一个人的那种格啊，这个品质会下降。品质下降的时候呢，它产生的作用呢，就只是一种表面的沟通，表面的敷衍，以至于说呢，那种深入基层的、深入根底的那一种力量啊，已经没有了。所以从时下这个宗教百态啊、万教齐发的现象来看人类的信仰，那么我们必须清楚了解，人都只是对宗教一时的迷恋，那么没有办法真正的落实到心性上。那么包括我们道亲，如果自己不知道在心性上着力啊、下功夫啊，那么道亲也是跟一般人是一样的，会被这一场大灭绝所淘汰掉。这个是我们讲道之宗旨啊，要来分析为什么道跟教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最近看到净宗学会，这个是佛教的一个团体，他们在推广《弟子规》，推广这些儒家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那在大陆那边呢，是办的有声有色，各类人才啊，可以说都出来了，能说善道的非常多。那么我们听了他的言论呢，也非常感动。那他们真正的有心要推动，
那看到他们这样子啊，后学也有一个心得，也就是说，他们那些他们这些人啊，出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那么反观于我们道场的讲师、点传师，我们有没有他那种力量？有没有他那种能力呢，来推动中国传统的这种文化？两相比较之下呢，就如老前人所讲的那句话，那么我们讲到的可能讲不如这些法师了。那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些人啊，这些教师啊、老师啊出来了，事实上呢，他们能言善道的那一面呢，我们道亲也可能讲不过他们。那他们在办这个会场，他们在吸收人才那种方面的能力啊，也可能是这个道亲啊望尘莫及的。那看到他们的做法，那我想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把这个道落实，或者是推动到整个全天下，向这个中国的每一个分子啊，让他们推动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重要的核心在里面。那这个核心呢，不是一本经典，不是一句话，而是呢，我们泛称的那个道。那个道的根本啊，是要抓住啊，没有抓住那个道的根本啊，你能说善道，你很有能力，你办活动，你办学校，那么都停留在一种教化。那教化也很好，教化至少可以安定一部分的人心啊，只是呢没有办法彻底解决。那么所以呢，我们没有能力像佛教这些团体啊，他们办的这样子风风光光啊，这样丰富又盛大。那么我们只好反求诸己，反归到我们的内在，反归到内在那个自信啊，我们才能够抓住那个以不变应万变，它那个核心力量。所以子贡曾经说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之言信与天道不可得闻也。孔老夫子讲的这些学术、这些知识、这些技能，那么是可以听到的，可以学习的。但是呢，孔老夫子所讲到性跟天道，那么性呢，就是我们要强调的良知本性；天道呢，天理良知。天道就是天理，天就是我们的心。那么了解到那个心性的道理啊，这个才是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名传世书暗传道它的主要的一个诉求。所以道不讲什么稀奇古怪，道没有新鲜的，道都是古古相传的。老前人常讲，你不要想从我的这里听到什么新鲜的，我没有新鲜的。我只有讲圣人所讲的话，先佛所讲的话。那先佛圣人所讲的话，都是教我们反求诸己，都是教我们呢，亲爱人民，都是讲这些。那么在做到这些功夫之前啊，夫子所讲的性跟天道啊，
你就必须要悟出来，你那个力量才有办法着力。你这个功夫才能够发得深发得远。这个是道跟教最大不同的地方。那所以我们看现在佛教回过头来学儒家，用儒家这一套来这个表面是弘扬儒家思想，实际呢是弘扬了佛教的思想。那么不管儒家思想、佛教思想，其实都是中华文化，都很好。然而我们必须再把它深入分析一层这个儒教他们这一面已经传了2000多年，那么到今天呢，它有哪一些的这种现象产生了？我们说儒家，现在有哪一个修道团体号称儒家的？好像没有。有儒中神教，儒中神教根本就是道教时下的道教真正回复到像白鹿道书院他们那个知识分子学到的情况，孔老夫子有教无类的那种情况，几乎没有了。也许有，但是我们没有看过，所以几乎没有。那现在儒家在干什么？儒家就是附身在这些学术机构里面，学校团体里面，那他们来传这种经典，传这些古圣人的教化，所传的是什么？所传的是这些知识的传递。至于心理心法呢，他们呢也摸不着头绪。那些教授学者也摸不着头绪讲到心理心法，他们也是不可得而闻也。那所以说，儒也变成一种教化。但是儒呢，大部分人不称它为宗教，因为呢，它缺乏那种宗教的仪式。很少有那宗教仪式，除了说祭孔大典有那个宗教仪式，其他的平常是没有。所以呢，儒变成教是附身在学术单位。那么儒家的这个代表人就是教授学者，这个是儒家。那我们说当然道教，道跟教分流那个是很早的事情。道会变成教，道家变成道教。事实上呢，老庄的时候是没有把道变成宗教的，他们讲的都是心理心法，讲的是学术。那道变成教呢，是在汉朝东汉时期，这个张天师他立了这个道教。立了这个道教之后呢，中国的民间把它接纳起来，成为自己的宗教，这个是道教。所以讲到道家，那用老庄来做代表，他们讲的那个才是真正的道。那后来的这个道教我们这个变成这些道师这些法师道士那道士呢，吹拂念咒不刚大斗这个踩天梯就是都是在搞这个。那这个就变成始祖的教了，道就变成教了。那佛家呢？
佛家本来是一个学术思想，来到中国啊，它也不被称为教，它是一种学术的理论。那中国人很敬重佛家，因为佛家他讲的道理超越了中国人历代圣人他所教的那个范畴，所以中国人把它接纳，而且呢，它跟中国人所拥有的道德伦理的观念呢是相合的。后来佛家呢的思想深深扎入了中国人的心，但是后来呢，佛也变成宗教了。佛的教法已经不是道了。你看佛家来到中国之后，他不再托钵了，不再坐在树下，不再到山林讲学了。但是呢，在这期间呢，还是有祖师大德出现，所以呢，佛教还是兴盛一时。那么一直到大概到南宋以后了，藕益大师自己讲，南宋以后中国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比丘了。他讲的这句话很符合济公活佛的视线。那么因为没有比丘了，济公活佛视线一个这个疯疯癫癫的和尚。他主要呢是为了点醒这些和尚，救度这些愚昧的众生所以用了这个疯癫的形象。所以藕益大师他讲的这句话，但是很有可能。南宋以后，我们没有看到真正的有一个开悟的人，有一个正道的人，几乎很少，没有看过了。有念佛成就的人，佛教这些法师后来呢，专注于这种经忏的仪式，专注于这个敲打念唱，不再做讲经教学，不再做呢这个深入心理心法。所以呢，佛教到现在给人的观念，那就都是一种迷信的观念。专门为超度死人而立的一个宗教，这个是佛教。你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到现在，他是为了超度死人，只有死人的地方来听得到佛号。平常你报阿弥陀佛的佛号人家还会以为你家里有什么人过世了，这佛不能教这是非常的可悲的现象。再来看基督教、回教，你看基督教那12门徒，12门徒有跟着他的都回天了。那个叛教的那个犹大可能没有回天，但是呢，他实现一个反派的一个作用那么他也有一个视线的作用，也许他也有回天，因为他是演反派嘛，演反派也是不得不要彰显基督的德能就好像佛教里面的提婆达多，他是演反派，那么他虽然呢这个抵制佛的行为但是呢他最后呢还是有成就。虽然他堕落地狱，可是呢他堕地狱呢是在享受，而不是在受苦。再来我们讲到回教，回教可以说是最虔诚的教徒我非常的佩服回教的人士。那么回教的人真正的在自己的本分上、自己的岗位上
用心的来生活，那回教人是非常的虔诚。那虔诚的程度啊，其他宗教都没有办法比。但是呢，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听到的回教，都是为了政治，都是为了国家，都是呢为了个人的利益啊，来发动战争，来造成呢恐怖活动，打着圣战的主义啊，来进行世界的破坏，这个就是回教。那么一个道会这样吗？所以回教呢已经实质的变质了。但是呢，他真修实践的人还是有，只是呢，他普遍的力量啊已经转移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道之宗旨，道跟教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要说道到底是什么？道是一种宇宙的主宰，这种时空之中的一个主宰。那这个主宰呢，不是一个人，那也不是一个力量。那么你说它是自然呢？也许就是自然吧，因为呢，道法自然嘛。那这种自然的规则在运转。那这个核心呢，我们把它一种人格化，叫做老母。所以老母并不是一个形象，它是一个代表。也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它就是一个空的本体。那宇宙的真主宰，所以我们中国人讲无极而生太极，那个无极的状态就是老母，就是宇宙的真在。那无极为什么生太极呢？这个就是一种道法自然的现象。那太极一定会生两仪，两仪会生四象，四象再衍生八卦，这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生灭变异的现象，那就是一种道的运转。那么在道的运转之中，人在其中啊，人有没有包含这个道呢？这个道啊，演化的过程当中，就演化出万物，万物呢之中呢就包括人，所以呢，每一个万物的一个形成啊，都是一个道的本体的实现。所以你看，那么道呢，用性理的方式存在人体之中，所以呢，人才有性理。那万物呢？万物有它的物理，有它的事理，有各种理，那个也是道的实现。但是人的这个是因为这个性理啊，所以呢，人成为了万物之理。灵是灵在人跟那个性啊，是可以感通的。那么人可以跟性是一体的。性来自于天，我们刚才讲这种宇宙的主宰。天呢，就是我们所代表的那个道的那种空相。那么这个空相呢，形成了我们的性理。那心理的变化又有心理的变化，又产生生理的变化，所以形成一个人的样子。所以道其实在讲是讲人的这个性心身，三位一体。但是我们讲到性理，是因为性理是个核心，这个核心呢，会把人的身啊变成各种不同的身。这个我们以后还会慢慢讲到。那我们今天讲到我们的良知本性啊，就是一个道的一个本体。中央讲率性之为道，率就是一种这种自然的流露，流露出我们自然的这种本性啊，那就是道。所以给你良知。
在性上是自在，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烦恼。他是光明的，所以我们上次讲，老师并没有传道给我们，他是指引给我们，因为我们忘记了有道，忘记了找到道那条路。因为呢，就好像这个镜子，我们本来像镜子这么光明，那镜子已经染污了，我们把镜子上面的染污呢，把它擦掉，就看到光明了。所以就看得到了。所以到那个镜子不是用擦的，镜子不是擦出来才光明的，而是呢，它本来就有光明。那么你必须把你的染潮放下，你的烦恼放下，那个光明才会跑出来。所以道都一直在，心理一直在我的身上，只是呢，你有没有觉悟而已。那么既然心理在我身上，那我跟佛，我跟圣人，跟这些神明啊，我跟他们是一样的，我照样可以知道那个回去的方法。我可以来来去去啊，我可以这个尽虚空遍法界啊，游遍十方啊。照理讲应该是这样子啊，现在我不行了，所以老师来告诉我，你本来的样子是什么样子。那道呢，所以说是圣相传的心法，信理心法。圣相传，也就是说，当人啊来到这个人世间，他在处理他的人世间的事情，他的责任，或者是说他的愿力跟业力，那他处理完了，照理讲呢，他应该就要回家了。结果呢，他没有回家，没有回家，在干什么？迷恋在六道轮回了，迷恋在人世间的，忘了回去了。那这个迷恋呢？迷恋多久呢？我们道场讲6万年来，那实际上到底多久了？那当然，这个说法跟科学家的说法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依照道场的说法，6万年来都在迷，忘了回去了。你看，你6万年没有回家了，你还找得到家吗？你找不到家了。那必须有谁来告诉我，有一个从家里面来的人，这个就是名师，来带着我们回去啊，来指引我们回去的路啊。那名师呢，他不是只有这一次才有，我们代都有圣人出来在教我们，只是说呢，道有显有隐，显的时候呢，就好像呢，这种比较盛大的、比较兴盛的样子；隐的时候呢，那就是默默的藏，当场不受。所以圣人呢，是代代相传，代代相传把这个道呢交给人。那现在人心已经这么乱了，道为什么又可以出来？那就是因为五教啊都已经开国华了这些圣人啊都已经来过了啦。这些圣人来过了，把他们该做的事情，他们的使命完了之后呢，你是不是要结果了呢？开花结果，你这个果不出来，你这个开的花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最后呢，还有这个名师啊，来教我们呢，先得而后修。这个法门啊，相当殊胜，相当难得。我们得到这个法门，我们可以依照古圣人他所传下来的修法，一步一步去做。依照道之宗旨的原理原则，
来亦步亦趋啊，那这样的自然就会达到我们回家的路，这个是道啊。所以我们刚才在讲这些法师啊，这些老师啊，他们那个表现的方式啊，那都比我们高超太多了。可是呢，他们这个核心没有，没有这个核心啊，没有这个信理心法，这个名师一指这一点的妙的灵妙。那所以呢，他们表现出来只是呢枝叶看起来好看啊，实际上呢没有根，没有根就是说他们没有入手处，他们知道中华传统文化很好，是好在哪里？好在他的身体健康了，事业顺利了，家庭圆满了。他们认为有所改变了，好，他们的好是好在这里。结果呢，这不是啊，那是顺便的啊。你心理心法，你的这个道心的流程的那些是顺便，自然就会这样。就好像我们说神通，神通不是修来的，神通是本来具足的。你的良知本性开启了，那些神通就具足了。所以你怎么还会有病呢？会有老呢？会有这个世间的障碍呢？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根啊，所以我们得到名师一指，跟这些世间的人、世间的教授、老师、法师、道士最大的不同，是因为我们有名师一点这样的一个依据。这个依据呢，是我们可以超生了死的方法。我们知道这些五教圣人的心法的一个秘诀。那所以我们虽然讲道，可能讲不如法师，但这个法会呢，不如这些老师，不如牧师啊，不如这些阿訇啊、穆斯林啊。你看回教朝圣的，每一年几百万人啊，天主教教宗一出来啊，哇，几百万人臣服在他的麾下。你看这种力量，这不是我们道清可以做得出来的。那么我们凭什么还可以说道比较还要殊胜？那因为道呢是深入根本，是深入心理心法。道呢是讲这个良知本性，是讲这个你要真正的落实，把道呢透过你的身心表达出来。所以你讲很多没有用啊，你必须把它做出来。你看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孟子也是周游列国，历代的这些有心的这些圣贤啊，都是在他们的岗位上来做的救度生民、帮助众生的事情。这个是圣圣相传的部分。那道是我们空有的全部啊，所以说道不可虚于理也，可离非道也。不可虚于理，就是说你每一件事情啊，都是处在道之中。没有道，那么你没有办法立足在这个人世间。事实上呢，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儒家的道告诉我们三纲五常、五伦八德，告诉我们敬天地理神明，孝父母正师尊，爱国忠士，促进世界大同等等的这些做法，这个是儒家的自然之道。那么你行三纲五常，你敬五伦八德，你就是回复自然的生活。那回复
复自然的生活，那你就回归自然了，天地悉皆归了。那结果呢？我们现在呢不做这个，我们看不起三纲五常，我伦巴德，认为是古封建的，旧思潮啊。大家呢一味追逐时尚、科技，把这些传统文化把它丢弃掉。那你看我们刚才讲卢安达那些非洲的国家，连米都没有得吃了，饭都没有得吃了。那除了他们的因果业报之外啊，事实上呢，他们也没有符合自然的生活。你看他们为了耕田，为了耕地，把这些树木都砍掉，都砍掉了，结果呢，树木没有了，就不能够调节气候，不能够调节气候，就造成山洪爆发，造成了气候不正常，气候不正常，植物呢都养不活，他们的农作物没有办法生长，所以呢，你看，越愚痴就是越堕落。那这些怎么办呢？是要有人教他，谁来教他呢？要觉悟的人来教他，懂得的人来教他，明理的人来教他，教他们要懂得敬天地理神明啊！你看我们开宗明义的道之宗旨第一句话，敬天地。天地是多么重要啊！天生地养，天给我们这些资源，地呢养育我们。那么你天地你都不敬了，你怎么还有办法行三纲五常、五伦八德呢？那么天地是什么？天地就是这气候异常了啊，山洪爆发了啊，海水上涨了啊。这些现象是怎么来的？都是人的心引起的，这不是自然现象，是人心。那为什么不是动物的心呢？因为动物没有是非善恶，只有人有是非善恶。人那个是非善恶的那个负面的念头啊，它会充斥在整个市场之中。那他们做了这些动作，结果呢，就遭受到自然的果报。砍伐森林好了，森林然后报复你，让你没有营养，让田没有营养，让雨水不来，让你作物不能生长，结果你就挨饿了。所以是人啊，那这些人呢，要有人去告诉他，真的要有人去告诉他。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讲经说法，用现在的这个趋势来讲，用科技的这种传道方式还比以前的这种挨家挨户拜访还来得有效。用这个网络用卫星用这种科技传播真的还来得有效。现代人呢很忙碌忙着自私自利忙着要享受你去找他也不愿意你虽然有心要花这些时间去关心他也没有空陪你，他也不想陪你甚至呢他也不想听你讲这些什么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但是呢，我们用这种科技的东西没关系你一天24小时，你有空的时候你就来听。我一天24小时在讲，我用这种卫星，用这种网络，用这种光碟，你想听就听，不怕你不来就怕你不听
你只要听了一句话，你受用了，你懂得去觉悟了，去明理了，这样好了，你就会去改变你的生活习惯。你知道呢，这个2012年可能世界末日快要来了。我们做一步是一步哦，我们不能等待着这个世界毁灭。那我个人要怎么做？我个人赶快敬天地理神明，孝父母重师尊。遵守这些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从这里做那就对了。你不用去烧香拜佛，你不用去呢参访打坐，更不用去呢朝山啊、会林啊，都不用。你就在你的人道上好好的做。你到了公司上班，你就做好员工的角色，做好主管的角色，把人道做好了，天道就可以顺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啊。保养十级儒家因缘告诉我们呢，就是要叫我们做这些。那是真道啊，真正的道是这里啊，并不是在学术啊，不是在庙堂啊。你光研究这个孔老夫子的思想，这个朱熹的思想，你光研究这些有什么用啊？大家都想听这个深奥的心理心法，结果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做孝父母重师尊，没有一个人呢愿意敬天地理神明，那你还不是照样毁灭吗？你做一步，你要把它做出来，做出来再说啊！做了再说的人是圣人啊，说了再做，那还不错，还是个贤人。那么不说也不做，不说也不做，那是平凡人。说了不做，那就是骗人嘛，光会说不会做。所以老师、讲师这些讲台上的这些法师，只会讲不会做，那是骗人。那比凡人还要差。你看老前人这里讲，我讲的道理啊，找新鲜的没有，道理的哪有新鲜的呀？好比讲我们这个孝悌忠信，哪里有新鲜的？5000年来都讲这个，那么你现在讲这个，你不讲这个，你就是没有人格，你就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那么你还真的修道吗？没有，你不是来修道。所以现在呢，我们道场有所谓的这个办道的道场，有所谓修道的道场。那么办道的道场认为呢，点道去弘道，这个就是修道。那修道的道场呢，认为呢，这个就是研究道理，注重心性，这个就是修道。那后学是认为说，各有所好，各有所偏呢。各有所偏呢。那修道的团体，他注重心性，可是注重心性呢，他不是在人文纲常上注重，而是在呢那些深奥的道理，讲空性、讲无为的这些道理在深究。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出来呼吁这种儒家的思想，孔老夫子的言论这才是今天道的宗旨的所要推动的。所以你看，我们道也是讲敬天地理神明，孝父母重师尊，这些呢都是平常的道理。你把人道做了，这个就是达到和谐的社会，安定的社会，和平的世界。所以联合国在提倡世界和平，提倡了30几年，到现在没有世界和平。请了那么多学者专家，
甚至呢，宗教人士去演说、去推动，结果呢，没有办法推动，没有办法落实。为什么？当然，主要的是国家有各个国家的考量。我们认为啊，那个遥不可及。让每个国家的元首，或者是说这些领导人，都认为这个太遥远了。学者、专家所讲的、宗教人士所讲的这些道理好，可是呢，做不到。所以呢，大家听归听啊，没有人愿意去做。所以世界和平永远也找不到曙光了。那为什么会认为遥不可及呢？那就是因为啊，学者唱高调，他讲的这个道理啊，不是生活上的道理。那不是生活上的道理，大家不可能回到像以前修行的样子的，也不可能去出家啊。去躲在山洞里面过着这个清苦的生活，大家不可能这样子，所以认为做不到。但是呢，今天名师告诉我们，修道已经不是这样子了。修道呢，就是在家庭，家庭就是道场，你公司就是道场，你团体就是道场。所以说，道不可须臾离也。不可须臾离呢，是在每一个生活细节、每一点每一滴，在那个当下的时空之中啊，你都有到位一个道体的朗现。比如说你一个人，你在这里讲话，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说，你为什么会讲话？你为什么可以讲出这些话？那你为什么可以把这个画面呢，把它录起来？这个都是道在其中啊。如果没有道的那种奥妙啊，什么事情也没有办法。就像一个纸张你被做出来，一个纸张被做出来，那也是道在里面啊。对这个树木，你把它培养，长大之后，然后呢，你把这个树干取下来，你把它这个磨碎，制作，然后呢才有纸张。那你纸张要写，用原子笔也要制作。那你写什么东西，你还要有内容你要去学习。这个无一不是道啊，哪一个不是道？所以佛家讲乃法不是佛法，其实呢都是同样一个意思。所以为什么做不到呢？不会做不到，只是呢没有人知道。所以呢，这些我们要透过教育的方法来推动。教育呢，必须呢身体力行。我们这些修道人必须呢有责任呢，把这个大道呢推到每一个角落去。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走到每一个国家，可是呢，我们可以透过科技的方法。我们用书籍、用光碟、用卫星、用网络，这个都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只要机缘成熟，那么这些领导人还是有可能会被点醒的一天啊。你看我以前我一直跟我太太讲，你不要晚上回来都在那里看电视的，你也要看一点有意义的节目啊。你都看那些连续剧，把自己的内心搞得乌烟瘴气的，那小孩子跟你看这些，小孩子也被污染了。你为什么不看一些有教育性质的东西呢？那么我常常转净空法师的电视台，特别是为了讲给他看的，让他听一听。那我在讲的时候，他就跟着听。我一离开上了厕所，又转来了。
真的是受不了。那为了教化他呢，我就不断的要播放给他听，一直到现在啊，他自己主动愿意听的，自己想跟我要这个净空法师的片子来听，哇，真是难得，非常高兴。我想说啊，其实不会没有结果，你撒下的种子啊，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了。所以我太太愿意听这些圣贤人所讲的话，老人所讲的话，那他呢，自然有受用的一天嘛。听久了，他学习久了，他自己也会改变，自己也会接近这个道，自己也会学圣贤。那这个不就是道的教化吗？所以道的教化从自己做起。都有广是正己而成人啊，从家人做起，从社区做起，从你的公司团队做起，再到社会国家，再到全世界，这个是大同世界的有期待的一天呢，是绝对有可能。聊天顺这个理想，就掌握在每一个人的手里。如果说我们今天知道得到这个道是这么宝贵奥妙的话，那么我们赶快好好的来力行，好好的来推动，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名师的教化，接受佛的这种力量在推动，那加上人的力量在配合，天人合一啊，天人合一啊，道就成就。所以啊，重点还是要人。光靠天也不行，人没有天也不行，天没有人也不行，天人合一来做，那道呢就能够成就我们一条通天之路，天之路啊。如果我们现在还在认为修道就是呢，去道场接近道场，就是听经闻法，就是呢念佛，念咒，或者是说呢，就是呢这个参禅打坐，还认为这个是修道的功夫的话，那么你是做人功夫了，不是在修这个。你的脾气毛病一大堆，三纲五常没做到，你这怎么会是修道呢？错用功夫啊，迷昧颠倒，这个叫做逐妄失真啊。逐妄失呢，没有办法见到道。所以道的力量为什么这么样无形？为什么这么样伟大？为什么这么样不可思议？就在你的一念之间的转变啊，你的世界就跟着你改变了。你看你立志走向圣贤这一条路，你周遭的这一切就跟着你改变了。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修行人住世的话，这个地方免于天灾地变了，甚至这个国家的国民都会受到庇荫了。所以你的这个修，大家早安。孔子将世间的人啊分为5种本分，号称五夷啊。那么孔子在回答鲁哀公的话里面呢，他分说呢，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这个叫五夷，5种仪态的人啊。那么什么叫做庸人？庸人当然就是庸庸碌碌，没有什么见识，那么也不存规矩，嘴巴也讲不出圣训格言啊，也不会择贤以脱身啊，不会力行有自见见短不见远，见小不见大。所以呢，从流合污啊，这样的人呢，
不晓得他的一生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个叫做庸人。那什么叫世人呢？世人就是一般的这个好人啊，那他心有所定，那么也有他的理想，可是呢，就是还不能够达到这种入道的境界。那么虽然他也有一点学识了，但是呢，为了三餐，为了家庭，为了前途而忙，所以这个尽了一生的努力啊，还不晓得他的目标是什么。那么他的钱赚再多，对他也没有帮助。那么他的贫困呢，对他来讲也没有什么损害。反正呢，他可以呢，与这个跟世间的环境啊一起生活下去。那么孔子认为这样的人是属于世人。那所以世人号称读书人啊，其实你看读书人，他还有很多的分别上的不同。那孔子在五夷里面说的世人啊，就是指一般的士农工商的人。那他还有一点理想，还有一点那种理想性啊，还有一点为前途、为家人而努力的这个奋斗心啊。那么什么叫君子？君子就是言而有信啊。君子呢，他呢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把君子的说法说得更简单一点，那就是呢，君子啊，他的这个每一个念头啊，都是为别人好。那这样的人呢，堪称为君子。所以你看，每一个人他的念头，大部分都是自私自利，啊，都是庸人之辈啊。但是呢，有了才艺，有了技术之后呢，他就不能够算庸人了，他那算是刚才讲的世人。但是他不会为别人着想，所以呢，这个人还比不上君子。一个君子的位阶啊，至少出发点都是为别人好，一念为公啊。那么贤人呢？贤人就是讲出来的话，说得到一定做得到。这个人呢，有才有德啊，但是呢，还不那么够完全，还不那么够完全啊，所以呢，他的这个德啊，不能够遍及到整个社会国家，但是呢，已经普及到地方了，这是贤人啊，也算是呢很不错的一个修行的典范。那么讲到圣人呢，就是与天地合德，与鬼神合吉凶啊，全万物之宗旨啊，挟大自然之气象。那么他知道跟整个天地万物鬼神合而为一啊，那所以呢，圣人的范围啊就更加的广，他所考虑到的那就不只是众生而已，就不只是人而已啊，他考虑到世间万物啊，当然包括在众生里面，所以呢，他可以明白像日月一样，他的言行像神明一样一般人不晓得他有道德好像是住在隔壁邻居的这样的一个普通人而已啊。那么这样的人呢，自以为无功，
自以为无德，自以为无能啊。可是呢，他的这个道德已经超越人世，已经呢化及万物了。所以这样的人被称为圣人。所以孔子说啊，有这5种人格的人。那么我们今天讲道之宗旨我们以儒家为主要的修行目标，修行的依据啊。那么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我们自己就要有所排演，有所这个依据有所理想，有所目标我们讲到这个道之宗旨里面有敦品从礼敦品从礼呢，就是说你自己你个人的那个标准你的水准要放在哪里，你的理想要放在哪里。那么如果说用这5仪跟这个佛家的5种等级来分那么圣人就等于佛对于宇宙人生万物的事情都很清楚明了的人，那称为我们中国人叫做圣人，印度话呢就把它叫做佛。那菩萨就是帮助佛的人，所以菩萨的境界呢也已经是到达这个佛的境界了，只是呢他要做众生跟佛之间的一个桥梁，所以呢他还是一个菩萨的一个这个相所谓的这个流业润生那菩萨等同于贤人。那么君子呢？君子等同于阿罗汉君子呢是一个儒家修行人他最基本的要求。那么在佛家的修持最小圣的、最基础的，你要证到这种四果的阿罗汉阿罗汉这个是属于出世间的圣人也就是说他已经不用再轮回了这是阿罗汉。所以阿罗汉的境界有点像儒家的君子的境界。那你如果说严格来比你会认为说不伦不类怎么这样比？但是呢强而比之勉强来比排他那就是这样子阿罗汉已经超越世间了。所以呢我们儒家在讲到君子其实呢他就有一种超越世间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他的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为众生的，所以呢世间对他来讲并没有苦难，并没有特别的要去关怀的对象，因为呢他所关怀的是全世界的众生，每一个人在他眼中都是平等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所以这个君子那么再下来就是所谓的庸人，所谓的世人。那庸人呢就是一般人同有合物的这些众生那世人世人就是说他还是有一点修行还是有一点了解，只是呢要修不修可上可下，这个是世人，这个是佛家的世人。那所以从这5仪来看我们自己的理想，那么一个有道德的人他也不会多讲什么话有信誉的人必然也不会讲太多的话，有才谋的人根本也不需要多讲话，因为言必有重，我只要讲一句话就抓到核心了
你看言必有众这句话呢，是孔子称赞这个颜子闵子骞的这句话，言必有众。那闵子骞已经达到贤人的境界，所以一个修行不再话多，话太多了，反而造成了各种误会。那么我们今天是逼不得已要把这种道德理念推广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必须呢，将师尊师母的妙药，这个明师一指的大法，要教给大家。那教了，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普及的教导到。毕竟呢，我们呢，都只是在学中觉，觉中学。那么呢，从觉悟多少道理做出多少言行，一步一步来修所以叫先得而后修现在呢，我们有这个机缘，先得而后修。所以呢，有人认为没有开悟的人，那他是没有资格在这里讲课的，他是没有资格讲经的。那道场有很多资深的人很看不起一些后学，认为他们的话太多，言之凿凿但是自己做的不怎么样。可是呢，这样呢也有一个盲点，这个盲点就是说，点燃是可以讲话，这些长辈可以讲话，后学们都不能够讲话，这样呢也成为一个盲点。那点燃师的错，没有人敢跟他讲。点燃师也没有开悟，所以呢，点燃师也一定有偏差的地方。那他不准别人讲，但是呢，他自己呢也不一定做得圆满。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只能够说呢，这个依法修行，儒教修行，要根据着经训来走。最近因为看老前人他所留下来的这些文章、这些典籍你会觉得说老前人的话，你真的把它读熟了，那这个道就已经很清楚、很了解了。你看他的讲道里面跟他的文章里面，他总是有差异性的。讲道是率性而为看到什么样的听众就讲什么样的话，都是很口白，而且直指人心当场的人需要什么样的讲法，他就怎么讲。而写文章不一样写文章是自己有所心得，然后把它笔记下来，或者是说自己看书有什么样的体悟，然后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呢，那个时候是可能是那个当下之名所记录下来的言论。所以写的文章看起来就比较深引经据典读起来呢会比较要有深度一点。那么老前人的书里面这两种文章通通具备，也就是说他有演讲的，也有自己的心得感悟的。那所以我们依照老前人的这个经典老前人的教诫来修行，那这样就绝对是没有错误。我们现在呢，道场的一个现象，那就是说呢，训文太多。那训文是先佛留下来的，先佛留下来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呢最圆满的，一定是呢最珍贵的。可是呢，在老前人归空之后，天命已经不住持了，真正有天命的长者不在这个人世间了。那所以呢，老前人在还没有归空之前，先佛就曾经讲过，大德者不在了，以后再来讲话的这些先佛，再来批训的这些先佛，你们也不晓得他到底是佛，到底是魔。
到底是山妖水怪还是圣贤菩萨，你也不晓得。你说依理而修，依理来修，那么可是呢，你这个依的理你怎么判断是真伪？是虚妄或者是真实呢？人的智慧如果没有达到像君子这样子，没有达到像阿罗汉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智慧你没有办法辨别真伪。所以即使某来批训我们也可能认为很有道理但是很有道理不一定适合我们现在众生的根性来做所以这个一定要非常谨慎。那老前人的这个遗书里面所以他留下来的经典之中有这个讲道集有这个讲道的集要，有演讲集，有真言集有这个语林杂记等等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来根据让我们来这个深入探讨。所以要知道道的宝贵奥妙，其实呢，我们就从最可信的老前人的这些经教那就最好了。这个真言经典里面老前人已摘录了很多这个古时候圣贤人所讲的话，所以在这些圣贤人所讲的话，你可以把它一一的研究透彻，那就已经不简单了。所以我们道之宗旨也是希望能够依着老前人的这样的一个精髓，他的一个精神那他的这个文章的一个叙述来讲述给大家听。这样的道之宗旨我们就不是想到什么就讲什么。虽然道是无量无边无处不是道，可是你总是要有一个真理的依据。那么我们今天最好的依据，反而不是训文，反而是老前人在留下这些经书训文深者见深，浅者见浅，然后也有文言的，也有白话的。巧妙虽然不同但是必须自己去悟那有的人他根性没有那么利，他也看不懂，甚至他也悟不来。那所以后学建议大家应该多读老前人的书白水老人所留下的这些经典好好一个字一个字来咀嚼那他今天他讲的这篇得道、明道、修道、办道，结果才能成道。那么得道，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得到至少我们都是在老前人之前求过道的。那么老前人的天命是毋庸置疑。那么老前人之后才求道的，那么谁也不敢讲各有各种说法。那既然各有各种说法，我们就暂时不要去考虑这个问题。你看这个孟子，孟子是学孔子的。那孟子的老师是谁呢？孟子的老师是子思的再传弟子，所以孟子跟子思也没有见过面。那子思跟这个曾子虽然有见过面，但是到底是不是曾子把这个心法传给子思的？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理解。从孟子的例子我们可以知道说，虽然孟子没有受到名师当世的这个指引但是他从经教里面也可以悟到名师的这个心法，祖祖相传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大道。所以
以这个以经为师啊，以古为师啊，以觉为师啊。那我们现在道场最可信的、最有公信力的、最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老前人的这些经训。那么我们研究老前人的经训，能够进入道的号宗旨号庙，那这样呢就是最好的途径。那老前人在这边里面讲到佛经开经记，他那一首话，那一首诗啊。得道明道，那就是用这首偈，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那无上甚深为妙法，无上就没有比这个再高过去了。也就是说，它已经是讲到最圆满了。没有再高过去了，也没有呢比它更深了，它已经是最深了。那么没有最高的，没有最深的，那么它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妙法？那当然了，这个就是帮助我们成就我们自己良知本性、我们内在佛性的一个根本妙法。那这个妙法是什么？妙法祖祖相传，就是这个真道。那么我们今天得到得到了之后，我们就要想办法来明这个道。这个道呢是无上甚深为妙法，而且呢百千万劫难遭遇。你看，你前100年你求不到道，后100年你也求不到道。甚至现在有人就已经在讲，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来传道了。当然时局分量我们实在是不得而知啊。但是如果说你是在老前人之前就已经求到了，那恭喜你，你已经有得到了。那你得到了，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我今见闻看到了，听到了，你有没有得到呢？你虽然看得到、听得到，你有没有办法得呢？要怎么得呢？你要受持，受持，受就是接受了，持就是行持了。所以老前人这里讲明道修道，你今天见我的道，你要去修，你要去悟，你要去了解。庄子讲有真人而后有真相，而后有真知啊，就是说只有人已经是达到真人境界了，那他的这个言语视线啊，它才是一种真知啊，他所行出来的力量，那才是真情。所以有真人而后有真知，那么你是不是达到真人呢？真人的标准就是你已经明心见性了吗？你已经是悟后起修了吗？那么在我们道场实在是没有一个人敢讲，也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他已经开悟了。所以现在开悟的人很难找得到。在老前人在世的时候我们相信他已经开悟了。他也有他的这个神通但是呢，他也不愿意示现。那他不愿意示现呢，他种种的这个言行里面有这个言必有证，就是他讲什么以后的发展就真的如他所讲的这样子。那可见呢，老前人是个开悟的人，
方叫我们修道办道，我们今天要把修道办道要把它说清楚。你修道是修自己的脾气毛病这个跟别人没有关系。那么别人呢考验你，也是在修你自己的这个受洗的这种业障修你自己本来的这种良知本性。你的良知本性是圆满的，其实没有要修的道理。那因为呢，给你太多的这些烦恼障碍，这有可能是你跟人牵扯起来，或者是说你自己招惹出来的。所以呢，今天要去修道。所以修道在这里修，从脾气毛病上修，从家庭生活里面修，从见闻觉知里面去修。那么要从见闻觉知里面去修，这个是相当难的。依现在众生的根性可能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谓反文字性性成无上道。那么用六根的根性来证明自己的根性是圆融无碍的是大圆净智照遍山河大地宇宙万物。所以宇宙万物就是我的自信每一个视线每一草每一末都是我自信的呈现。所以风在吹鸟在叫了，太阳在照了，这个都是我们自信的呈现。这都是因为心现事变所造成的我们这个视线的相。从这个相看到我们的根性，从这个根性知道我们那个如如不动的道体。这个如如不动的道体遍虚空尽法界。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修当我们没有在修道的时候我们现在讲没有在修道，说是指道场人来讲，道场在讲你要修道你要常常来道场当我们没有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看我们的自信朗朗乾坤都映照在整个山河大地上，都显现在这种大圆智净智上。我们的阿赖也是从大圆净智变成阿赖也是，就是因为你自己想太多了。所以其实修道是要你能够放下孟子讲求其放心那你如果不懂得放下，那么你真的不晓得修道。我们讲罪性本空，这种烦恼性也是本空。我们大圆净智所显现出来的是这么样的如如不断的一个万象万物但是呢，加了自己的喜好，加了自己的分别之后，就变成阿赖耶识。烦恼即菩提这句话，那么这个呢，就是反文字性的道理。你看到这些相，那就是呢，就是你的菩提所以没有菩提也没有烦恼，没有烦恼的当然就没有菩提了。所以烦恼即菩提其实这个在讲的，我们是修道办道，修道办道其实就是在明白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我要解释一下办道，什么是办道？办道我们号称请人来佛堂求道，这个叫办道。但是呢，真正的定义这个不是办道，这个叫点道。我们明师传给我们法，传给我们这个
祖祖相传的那一点，那个是点道。那么点道之外的这些仪轨，或者是这些道场的礼节，或者是说这些成全的动作，这些呢叫做办道。所以办道，当你没有点道的时候，其实你都在办道。点道这个是唯一我们跟人家不一样而已，其他的我们跟各宗各派各家这个做法通通都是一样的。那他们有他们的修法，他们有他们的这种仪轨，那我们也有我们的修法，也有我们的仪轨，其实呢是大同小异。那最不一样就是点道。所以呢，这个道呢，有加上名师的这种点化的作用，有祖祖相传的这种传承的命脉在里面。所以，当我们得到明道、修道、办道，是要懂得我们已经得到名师这一词典。所以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今天见闻受持这些名师教给我的这个大道，那我为什么会见？我为什么会闻？我如何受？如何持？这个就是我们用功的地方。而愿解如来真实义，如来真实义是原则上是不用解，但是呢，你要放得下，你要看得破，那么如来真实义就在你的眼前。那所以说，一灯能破千年暗。这个明师一指点破了我们千年的愚痴啊。我们最大的幸运是今天有道可求，有道可修，有道可办。如果说没有求道这件事情呢，我们也没有道可修，也没有道可办。那么我们跟一般的这个世间的宗教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我们是在修福报，我们没有办法修功德，因为我们看不到什么叫功德。天堂地狱在一念之间呢。那么从现在起，你打扫自己内在的垃圾，不要把别人的垃圾、外在的这些污染放在你自己的心中。完全的洗刷干净，成为自己的这种新的莲花果。所以自信天堂，自信理天。儒家讲的大同世界，他没有讲彼岸的净土，因为此岸就是彼岸了。那么你到了彼岸，你没有这种清净的心，你到了那里还是秽土。其实你根本达不到。那么你在这里呢，你有这个清净的心，你看了世间的这些现象，其实这个就是净土，理天就在这里。所以想到楞严经那句话，我们今天呢，办道结果才能够成道。得到明道、修道、办道，结果才能够成道。成道是存在自己的那种根性上，自己了悟到那一份这个清净光明，那个圆满具足的那一份自信。那所以说，道其实不用说，道其实不用讲。道其实不用修，但是呢，因为这个现象啊，太玄远了，太无为了，太空洞了，众生呢听不懂，所以呢，儒家收圆有它的意义啊，就是儒家专讲你懂的东西，儒家专讲了
这个是这些最基本的做法。你把人道做好了，你刚才那些境界，你就可以慢慢的成就了。你今天一下子说自信就是天堂，你说这里就是理天，那么谁如何理解呢？谁如何感应呢？大家没有那个根性，更不要说误会了起修了。我们呢只能够一步一步的，从得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呢慢慢的来修习。那么重要的呢是在那个去除的阶段。所以修道是看谁去的多，谁舍得多，他不是看谁在道场多。在道场的一切比都是一些花花假景镜花水月。所以老前人又告诉我们：自觉、自修、自动、自办、自强。自觉是内心的要求效法天地，这个效法这种日月，以做事做人为本，以道务为自己的分内事的。所以天下事就是我的分内事，宇宙事就是我的分内的事。那么今天我们地球老化这个小冰河的时代来临了，那么这个事情是不是我的事情？对一个修道人来讲没有错，这个就是我的事情。那我要怎么样改变世界呢？改变世界的方法就是从你自己得物致知做起。你要懂得得物致知做起，那你就是有自觉的功夫了。当然不但我要独行，想想自己一生到现在对人、对事、对物、对道场、对父母、对于整个社会国家、对于师尊师母，你有什么样的贡献？那么你造了多少业？你想想你这一生你是不是要忏悔、要感恩？有时候想起来，这个就是我们自觉的力量。如果连这些自觉的力量都没有，那么你要自修，你要自办，你要自想，这个都是空口说白话。只有自悟到我本来是跟圣人是一体的，我本来就是佛。那为什么别人成佛去了，我今天呢还是在这里？所以这个孟子他讲到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患。君子终身的忧虑是什么？终身的忧虑就是说，尧舜为什么可以成为尧舜，而我只是成为一个匹夫，这个是君子终身的忧患。你看孟子讲的这句话是非常的觉悟的说法。当一个人他没有办法了解到说他自己是那个尧舜的本体，所以他做出来的事情就是胡作非为。这个因循苟且，顺着他的习性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我就是这样子，反正你要拿我怎么样？那么这个越习成子越心许就越严重。所以六道轮回是越轮回是越严重，严重到最后在地狱受苦到最后，才慢慢有一点觉受的力量。那我们今天不要这样子，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有名师来传道给我们，那么又有人来告诉我们道的宝贵奥妙。那么我们又可以借着名师的道
来成就自己，成就别人，来软化世界，来这个治理世间，来平天下。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为什么不去做？所以自觉，老前人让我们先自觉。以前是以苦为师啊，现在呢以觉为师。觉是要自觉，觉不是人在帮你觉，不是经典，不是本人是帮你觉，更不是仙佛要帮你觉，你要自觉。只有自己自觉了，那么你才能够呢，在这六道轮回的痛苦生命之中超拔出来。这自觉为师啊。乃前人讲第二个自修。修身修心要修到一心清净，要修到呢后天的这个秉性毛病这个嗜好通通改掉，要修到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通通除掉，通通没有。因为呢这些呢都是修道的大障碍。我们今天因为有立在觉性，立在这个良知本性上，所以我们发出来的力量呢，那个是非常大的，那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毕竟成就了。因为我本来是佛，我本来是圣人，所以呢，我今天开始修，我当然一定可以成为圣人。那么你本来是众生，你想要修成佛，那是不可能的。你如果认为你是众生，你要用尽一切方法把它修成佛，那绝对是这个知见立知知见立知是无明的根本。那么头上安头那不是多此一举吗？增加你的痛苦，你就有头了，你干嘛还要安一个头你这个知见上立知你想要在你的这个众生的秉性上去把它好好的修，不对你的出发点是你本来是佛，你本来是佛，所以众生的这些贪嗔痴的习性这些人相我相这些呢都是虚假不堪的，都是虚伪的，都是妄相。既然是妄相，当然何来有真呢？它有什么真的对立呢？所以呢，一切呢，通通把它去除，这个是自修。修是要修到这里修。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反闻自性那就是因为我们不晓得自己是佛，不晓得自己是圣人，所以呢，我们会试着去反听内在的声音。其实呢，每一种声音都是内在的声音全世界、全宇宙只有一种声音佛在说嗡的声音就是反闻自性。其实有一个声音也不对，它是勉强为之声音勉强用一个声音来代表所有的一切声音，勉强用一个字来代表所有的一切真理真道。什么字呢？那就是道所以叫做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这个是自修的功夫，自修的力量，自修上的觉悟只有从这里修，你才知道说你要怎么修。